居然是五行同修，很好，你的身体本尊收下了。终于上当了，给我死！凌霄回来了，今天又打了一头鹿，真厉害啊！张大娘，晚上去我家吃鹿肉啊！不了不了，这鹿肉你还得留着卖钱娶媳妇儿用呢。我家大牛那小子要是有你这么勤奋能干，我就算做梦都能笑醒了。对了，大牛他们去哪里了？今天怎么没去打猎？差点忘了，今天好像村子里来了个什么仙人，就在大柳树下，你快点去看看吧。仙人？这世界还有仙人？我这就去，大娘你先忙。无灵根，下一个。唉，还是没有灵根吗？修仙乃是逆天而行，有灵根者百里挑一，没有灵根才是正常的。唉，也只能盼着剩下的几个孩子成仙的福分了。凌霄，你这小子跑哪里去了？还不快过来见过张仙师！见过张仙师。叶哥，你先来测，据说有灵根的能成仙人。我还是去排队吧。你都来了，肯定你先来测呀。把手放上去就行了。那好吧。亮了亮了，凌霄这小子有灵根，他能成仙人了。无属性灵根还是下品下等，唉，罢了罢了。你可能是这村子唯一一个有灵根的。你叫什么名字？回禀仙师，我叫叶凌霄。叶凌霄，这名字因果太大，你以后还是叫叶15吧。敢问仙师，这名字难道有什么含义？没什么含义，这小子是我这个月测出的第15个有灵根的弟子。雷灵根，还是下品上等。好，好，好，没想到还有意外收获。小家伙，你叫什么名字？可愿拜我为师？我叫张大牛，拜见师傅。大牛，这名字平平无奇，欲成仙了道，自然得一个与之匹配的名字。以后你就叫万君吧，和雷霆万钧之意境。多谢师傅赐名。既然如此，那我们就走吧。天黑前还要回到宗门。啊，不见了！好神奇啊！这就是仙法吗？好神奇，这就是仙人的手段吗？我真的也能成仙了？上来吧。这就是仙人吗？等我也会飞了，就来接我父母去享福。到时候我们一起来。万君天赋不错，用不了几年就能御剑飞行了。但是15不一样，这辈子都无缘御剑飞行了。什么？这是为什么？还请仙人解惑。你灵根太差，这辈子能达到炼气境界就已经是巨大的造化。然而想要御剑飞行，最少也得炼气5重天以上。师傅，这炼气境界又是什么？炼气乃是修仙境界，一共10重天，10重天之上就是筑基大能，可开山裂石。筑基大能就是仙人吗？和仙人差得远，不过对于凡人而言，和仙人也没区别了。那这天赋能提升吗？能提升天赋的，无一不是天地至宝。别说是你我，就算是我九灵宗宗主，甚至传说中的金丹元婴大能，也没资格享用。另外，还有一件事告诫你，仙师请赐教。
你的天赋到了宗门，只能从杂役做起。修仙界实力和天赋为尊，稍有不慎就有可能被打杀。你届时好自为之。多谢仙师提点。张长老回来了。此子乃是我徒儿的好友，你给找个好差事。见过仙人。恭喜长老喜得爱徒，弟子了解，一定给他安排一个好的差事。好好在此修炼。叶哥，等我安顿好就来找你。一切小心为上。哼，这是个外门长老，神气什么？有本事筑基呀！小子，这里的差事你选一个，这也是张长老交代才有的待遇，别说我没有照顾你。敢问仙师，不知道这3个地方是做什么的？灵兽堂自然是帮忙喂养灵兽的，灵矿场就是挖矿，属于苦活累活，而且这灵矿场有很多驳杂的灵气，稍有不慎，就有可能爆体而亡。那这灵药堂呢？至于灵药堂，你们杂役弟子就是负责试药，这些丹药可都是好东西，一枚都能抵得上你苦修几个月。怎么样，要不要去？试药？隔壁村刘郎中好像就是试药给自己毒死的。至于这养魔兽会不会把我吃了，怎么听上去最好反而是挖矿？这总管绝对有问题。弟子选择灵矿场。哼哼，你小子倒是聪明。既然如此，那就随我来吧。赵师侄，这小子是来你们灵矿场挖矿的新人。你最近送来的人可是越来越少了。你小子就给3枚灵石，有人来就不错了。灵药堂可是给5枚。话说回来，这小子哪里得罪你了？你小子可是别胡说啊！我只是公事公办，给你输送人才。对对对，总管说的是。大虎，带这小子下去。好的，师兄。嘿，小子，随我来。小子，新人10天之后开始干活，1个月300车矿土，就算是累死你也得拉完。另外，挖到灵石必须上交，要是敢私藏，那些人就是你的下场。这是修炼功法，10天之后来矿洞报道。这就是修仙功法，居然还这么复杂。修炼了10天，居然才运转了20个小周天，1个大周天相当于49个小周天，而要修炼到炼气一重天，就需要1000个大周天。也就是说，我要5、60年才能达到炼气一重天。怪不得张仙师说我一辈子都无法御剑飞行。不过1个大周天就能将提升1公斤力量，只需要修炼几年，我就是武林高手了。先去矿场看看。以后每天来这里交矿土，另外把身上的东西都交出来，师兄给你保管。我来的时候什么都没带。哼，没带？那这是什么东西？师兄，这是我父母留给我的遗物，不是什么宝物。哼，果然是垃圾货色。大虎是吧？你给我等着！这是怎么回事？这里是哪里？鸿蒙开天地，造化运乾坤。鸿蒙空间，炼化天地万物。这难道是仙家法宝？可以提炼万物，化作纯净的灵气。修仙最重要的就是灵气，有了这个，我御剑飞行有望了。不过，要怎么出去？
不管了，先去挖矿吧。至于炼化什么的，有机会再说。怎么回事？这土怎么这么硬？这还怎么挖？别说1天10车，1天1车都挖不出来啊！你新来的吧？你那凡俗的镐子可挖不动这矿土，我这里有更好的，要不要？这镐子好厉害！那是自然，这可是下品炼器法宝，师弟要不要租？1天10称矿土就够喽。什么？1天10称？怎么这么贵？贵？你不用这镐子1车都挖不出来，当然我也不逼你，不想要就还给我。我要。这就对了嘛，10车矿土直接交给大虎就行。又是大虎，我懂了，宗门给的镐子就是这个，他用凡俗的糊弄我们，再拿出这法器让我们自己多挖矿来抵，多余的矿土就是他的了。这天杀的畜生！等等，这灵石矿的矿土据说蕴含灵气，可以用来种植灵药，那是不是能被鸿蒙空间炼化出灵气？成了，真的能炼化，就是太少了，先多弄点儿。不知道这1车的量能炼化出多少灵气。这1车矿土蕴含的灵气，居然相当于之前我修炼7、8天，而且刚刚消耗的体力又恢复了。按照这个速度，那我用不了1个月就能成功炼气了，比之前节省了几百倍的时间。修仙，这才是真的修仙啊！1天就修炼了40个大周天，而且因为体力能恢复，还挖了40多车矿土。我剩下的18车矿土交给大虎应该差不多了。要是第1天完成任务，后续肯定要找借口给我加工作量。师兄，这是第18车土。我实在挖不动了。第1天就挖了18车，很好，剩下的这个月补上就行。多谢师兄。这小子是个挖矿的好苗子，再养几年，怕是1天就能挖30、40车矿土了。有了这些功高，你小子每个月都能多兑换1枚灵石了。嘿嘿，那得多多亏了师兄你的照顾，这灵石有80%您的。不得不说，虽然平时的活累一些，但是这伙食是真的不错，而且还不限量。不过也是，吃饱了才有力气挖矿嘛。师兄，给我再来5盆饭带走。1车矿土能炼化出2道灵气，这1大盆饭才1道灵气。不过蚊子再小也是肉，这样下去用不了1个月，我就能成功炼气了。先睡觉，明天继续干活。不过15天我就600多大周天了，1周天1公斤力气，这挖矿速度比之前快了好几倍。1天最少70、80车矿土，这地方是别人的噩梦，但却是我的福定啊！你小子就是叶凌霄，听说你刚刚入门就1天能挖17、8车矿土。师兄有何指教？师兄我叫刘宗宏，入门7年，功法已经520大周天了。以后每天你给我5称矿土，这样我就罩着你。不过你要是拒绝，不是我不想给你，我每天得给大虎师兄20车矿土。要是数量不够，他也不会放过我的。哼，大虎，20年才从杂役成外门的废物，也配和我比？况且，宗门任务是10车，剩下的都他小子贪污了。只要多余10车，最多挨顿揍。要是你不给我，最多挨顿揍，说的轻巧。1个月前，大虎才打死了一个师兄，这刘宗宏也不是人，明知道我会被打死，还要来打劫我。可恶的狗东西！我也600多个大周天了，要不趁没人把他杀了。大虎师兄，你怎么来了？
大虎在哪里？哼，就这实力还学人家打劫，得尽快处理了这废物的尸体，不然被人发现我就死定了。这一次怎么多了2个颜色的光球？这绿色和金色的难道不是灵气？不管了，吸收看看再说。这鸿蒙空间组不会害我吧？这是识海，这绿色的居然是灵魂之力，那这金色的是什么？火属性灵气，我的灵根不是没有属性吗？难道说这金色灵气是灵根炼化出来的？只要吸收，我就能获得灵根？那岂不是说我想要多少种属性，就能有多少种属性？而且，这灵根等级还能提升，那我以后别说是中品、上品，就算是传说中的极品灵根也能获得。看来我的目标不能是能御剑飞行了，是成为筑基大能，甚至金丹大能。这刘宗宏7年才500大周天，大虎20年才炼气，我的实力提升这么快，若是被人发现我就死定了。看来以后能不离开矿洞就不离开。这是什么东西？灵石，这是灵石，挖了15天，终于挖到灵石了，就是不知道这灵石一块蕴含多少的灵气量。炼化了那刘宗宏，只是获得了10几道灵气，这1枚灵石居然炼化出来了7道灵气，相当于几10车矿土了。这灵石周围的矿土灵气比其他地方的浓郁不少。对了，矿土的灵气来自于灵石，也就是说，我只要沿着灵气多的地方挖掘，挖出的概率就会大很多。别人无法感应矿土的灵气多少，但是鸿蒙空间可以啊。这附近矿土的灵气比周围的多不少，肯定有灵石。真的有灵石，寻常人几个月才能挖到1枚，我1天就能挖到好几枚，这样下去，我修炼速度能提升好几倍。炼气1重天，入宗仅仅1个月，居然就成功突破了。这要是传出去，不知道要吓死多少人。今天要结算矿土了，我还差80车，只能拿1/10单位的灵石凑数了。毕竟1个单位的灵石，据说能换1000车矿土，但蕴含的灵气只有50车等矿土的量。都来7年了，居然连600车矿土都挖不完。王成，编造40给他长长记性。哼，好的，师兄。师兄饶命！师兄饶命啊！小子，你这个月可是差了足足80车矿土，准备好和他一样受罚了吗？师兄，你看这是什么？居然是灵石！你小子运气不错嘛，可惜小了点儿，不过也能抵100车矿土了。这个月你过关了。多谢师兄，那我先回去休息了。这个月来，除去修炼用的灵石，我还攒了25个单位的灵石。主要原因还是吸收速度已经远远赶不上挖矿速度了。宗门的基础功法等级还是太低了。据说外门有个坊市什么都卖，看来可以去一趟买一部高等级的功法才行。那大虎狗贼这个月克扣了我100多车的矿土，等我实力超过他，就想办法把他给宰了。
这才是我想象中的宗门啊！果然，灵矿场不过只是杂役弟子才会去的地方。修仙界实力为尊，只有强者才会受到尊重。出售上品丹药，出售精品法器。坊市果然热闹，只是我身穿杂役弟子的衣服，要是拿出20多枚灵石，肯定会被盯上，得换一套衣服。出售上品丹药，出售精品法器。那是什么？魔修尸体大甩卖，价格实惠，需要宗门积分的，快来看！尸体都卖，这人不是邪修吗？师兄，你看那里，怎么还有人卖尸体？这是修炼魔功之人的尸体，被宗门弟子斩杀之后，可以去换取宗门积分，积分可兑换传说中的筑基丹。筑基丹，不错，正是炼气巅峰突破筑基需要的筑基丹。这丹药只能使用宗门积分购买，1000积分一枚，但是要是买魔修尸体换的话，需要2000灵石才够。什么？这么贵？我的傻师妹，这还是宗门福利了。要是拿出去的话，那些散修能花3、4千抢购。居然这么珍贵，那为什么宗门不多炼制一点？不多炼，那应该是缺少材料。不过话说回来，这筑基丹这么贵，怪不得张仙师炼气巅峰都20年了还没能突破。不想了，筑基丹离我太远，还是先找功法吧。这些功法怎么买？下品功法3块灵石，中品功法7块灵石，上品功法10块灵石。要的多可以优惠。上品才10块灵石，居然这么便宜。师弟应该在想为什么这么便宜吧？这些功法都是其他宗门的低级功法，而且还能拓印，薄利多销嘛。既然如此，我要3部上品，最便宜多少？3部上品，那就买2送1，只要20块灵石。太贵了，15块。哈哈，成交。可恶，价格好像给高了。师弟要哪3部随便挑。就要这3本了。过来瞧，过来看，报废法器便宜出售，10斤只要1块灵石。报废法器。对了，鸿蒙空间什么都能炼化，那这些报废法器应该也能。1块灵石10斤，这么贵，这价格都快赶上成品价了。就是炼气师买回去重艺，就算成功，成本都回不来。我这是公道价，不要的给我走开。这位师兄，这些全部加起来5块灵石如何？5块灵石，我这有100多斤，虽然便宜了点儿，不过还有的赚。哈哈，成交，5块就5块。操，价格又给高了。麻烦师兄给我包起来。好说。这藏心楼还真不错，宗门弟子都能随便隐藏自己的身份，这样也给我节省了不少麻烦。得快点回去把东西炼化，不知道这一次收获如何。炼化。法器里面居然也能炼化出金色的灵根之气，吸收。金属性灵气，我的灵根变成了金火双灵根了。也就是说，只要带有属性的东西，都能炼化出灵根之气。就是这等级太低，只有下品下等。不过这灵气居然炼化出来了几10道，相当于30枚灵气蕴含的灵气量了。看来这个月多挖一些灵石去换这些废料，直接吸收灵石性价比太低了。给我破！吸收了刘宗宏的灵魂之力，居然让我几天的时间就把这拳法修炼到了大成，火灵诀和风灵步也修炼到了精通，就连境界也达到了炼气2重天。就是所有的灵气基本都耗尽了，
得多多弄一些矿土和灵石了。最近邪门了，我换了几个矿洞，发现里面的深度比上个月深了好多米。我那里也一样，难道是那些快炼器的师兄最近都跑来我那个区域挖矿了？最近一段时间，挖矿挖的好像太多了，已经引起不少人的怀疑了。要是继续这样下去的话，早晚被人发现我的异常，难道只能放弃挖矿？哈哈哈哈！叶师弟，原来你在这里啊！不好，难道被发现了？要不现在就宰了他。可是这样一来，我也无法活着走出宗门。师弟，吴总管找你有大好事。吴总管，他找我做什么？你是不是有的朋友叫大牛的？大牛他怎么了？别着急，没事儿，就是他师傅成功筑基了。什么？张仙师筑基了？哈哈哈哈！不错，所以你兄弟也升为内门师兄了。吴总管来是要让你换个差事。这可是大好事啊！走，快随我出去。叶师侄来了，别来无恙啊。见过吴总管，弟子很好。本总管一看就知道你非池中之物，所以让你来这里历练几个月。现在正好可以委派你重任了。不知道是什么差事？走吧，我们路上说。嘿嘿，师弟，你到了外门，可得想着你师兄我啊。放心，师兄，我不会忘记你的。就算死，也不会忘记了你。外门灵药堂的刘大师最近缺一个使唤弟子，正好我就想到你了。能成为他的使唤弟子，可是寻常外门弟子都求之不得的事情，你可是得好好干。弟子知晓。刘大师可在？我是杂役堂总管吴勇。原来是吴总管，大师正在闭关炼药，不知您来所谓何事？这位是新来的使唤弟子叶凌霄。多谢总管，刘大师可是已经催了好多次了。刘大师，这位小仙师是吴总管送来的使唤弟子。怎么就是个杂役弟子？大师息怒，这叶师侄可是我杂役院的翘楚，绝对能做好你给的差事的。哼，杂役能有什么翘楚？我看你们杂役堂就是看老夫境界只有炼气5重天，不把老夫放在眼里。大师说笑了，这绝对没有。罢了，你滚吧，人留下。那我就告退了。老王，带他熟悉一下，把差事交代清楚。叶小仙师别担心，刘琦大师性格如此，只要好好做事，不会有事的。那要是出错呢？那麻烦了。上一位使唤弟子就是被刘大师活活打死的。活活打死？不过那是因为上一位使唤弟子打扰了刘大师炼药，叶小仙师只要小心点就没事了。可恶，又被那吴勇给卖了。对了，这些是刘大师这3个月来炼废的丹药。这些废丹里面单独有6成，而且都是上品丹药，所以1枚出售价格在3枚灵石。废丹，那不是会毒死人吗？怎么还能卖钱？非也，废丹只能毒死同阶修士，但是对高阶修士没有太多影响。原来如此，废丹中有丹毒，那我要是用鸿蒙空间把丹毒炼化，只保留原本的药效，是不是就能变成正常丹药？不过话说回来，这废丹你怎么不去出售？叶小仙师说笑了，小人不过一介凡人，要是离开院子，就会被当场打杀。对了，你的衣物已经准备好了，就在你的房间里，我带你去。环境倒是比矿场好很多。这一次也算多亏了大牛了，不然短时间内只能躲在矿场了。这就是废丹吗？蕴含的毒素果然多，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能炼化出其中的毒素。如果是可以，就能轻松赚取灵石了。丹药的品质分为废丹、合格、良品和精品，丹毒越少，品质越高。可是这3枚丹药里面居然没有丹毒，难不成是传说之中的完美级丹药？
宗门之中，即使是精品丹药，也没有几个人能炼制。这丹药若是被人看到，绝对是大的灾祸。看来以后要留一部分单独。剩下还有3枚废丹，不知道弄到良品的话能卖多少灵石。只要一次少出售一点，我就能赚取大量的利润。这可是比在矿场挖矿舒服多了。既然如此，那就去访视看看。不管如何，先把剩下的丹药拿去处理了。这刘琦一看就不是什么善当，别给他找到动手的借口。有鸿蒙空间的我，安稳提升实力才是王道。没有实力，所谓的尊严不过只是笑话。好多的灵药，这要是全部炼化了，得多少的灵气？不过真要是动手，怕是瞬间就被打杀了。九灵堂，按照老王说，出售丹药就在这里了。这位师弟不知要买丹药还是药材？这几枚丹药，你看看多少灵石？上品丹药，品质良品，价值30枚下品灵石1枚。居然这么贵！废丹的话只是3块灵石，也就是10倍的利润，而且单独炼化出来的灵气也有10多道，仅仅灵气就回本了。师弟觉得如何？好，那就这个价，给我全部换成废丹。全部换成废丹？师弟，你确定？自然确定。你这里没有废丹不成？有，就是这价格可能稍微贵点儿。同样上品废丹需要3枚灵石。等等，3枚灵石，这好像是出价，也就是说回收的话绝对卖不到3枚。可是刘琦让我1颗废丹必须卖3枚灵石，那不够的岂不是要我补？可恶，帮他干活没有薪水就算了，居然还要搭进来钱。这钱从哪里来？怕是得去找其他的事情干。就这稍有不慎，还要被打杀。那吴勇把我弄来这里，8成是要借刀杀人。到时候大牛就不会知晓我被他卖到灵矿场的事情了。师弟还要吗？需要什么废丹？换成能提升修为的就行，种类随便。没问题，师弟稍等片刻。这些丹药只能去访视卖了，另外得弄个储物袋了。鸿蒙空间又不能暴露，在以后买的东西要是多，总不可能抱着吧？这使唤弟子的身份也挺好用的，一次性卖30枚丹药也不会被怀疑。只是这储物袋只有1丈的空间，但是居然得300块灵石。好在我这一次赚了900灵石。出售残缺灵药，价格只要正常灵药的3成价。残缺灵药？对了，丹药之中有灵气，灵药之中肯定也有，甚至量更大。你这里的灵药我全要了。全部要？那最少得300灵石。好，我全要了。师弟大气，这些灵药是你的了。刘大师，所有废丹都卖出去了，这是18单位的灵石。数量不错，没想到你实力不行，能力倒是不错。刘大师过奖了，我同乡的师傅是内门长老，就是再多的废丹也是他一句话的事情。你还有这层关系，那吴勇也算干了一件人事。既然如此，我这里还有10枚废丹，你一并卖了吧。这狗东西见我有利用价值，是一点也不客气。不过居然才10枚废丹，剩下的难不成都炸骨了？那弟子告退。下去吧。鸿蒙空间，炼化所有药材。木系灵根，而且直接达到了下品上等。若是我集齐5行属性的话，不知道会有什么变化。所有灵气炼化之后，境界也已经提升到了炼气3重天。只要灵气足够，用不了1年，我绝对能达到炼气巅峰。这转化废丹简直就是暴利。不过以后量越来越大，还是得隐藏身份才行。叶小仙师留步，刘大师让你去采买一些药材，这是灵石和储物袋，另外里面还有上一位使唤弟子的笔记，你可以看看。上一位使唤弟子的笔记？操，这特么不是卖功日记吗？
还真的要自己补差价。这老王给我这个，是在暗示我也去杂医院挖矿赚钱？叶小仙师手头若是紧张，也可以去试试。我知道了。还好我有鸿蒙空间，不然即使来到这里，怕是也要回去挖矿赚钱。这修仙界果然是人吃人的地方。客官来我珍宝阁，不知需要买些什么？这里有上品丹药10枚，你给估个价。品质不错，我珍宝阁愿意花150灵石全部收购。再加上我这里的300单位的灵石，全部给我换成上品和中品的废丹，种类随便。没问题，客官稍等片刻。每一家都卖一点丹药，的确不容易被人发现。虽然麻烦一点，但是却也收获不小。200多枚丹药卖了4000块灵石，绝对够我凑齐5行灵根了。这位师弟又来了，需要些什么功法？师兄，你认出我了？你没有修炼隐匿类功法，加之师兄我学了一些观气术，所以才能认出来。原来如此。所以师弟可以卖一部隐匿气息的功法，我这里可是有很多哦。好，那我要几部筑基法。师弟说笑了，筑基法只有炼气巅峰才有资格修炼，外门内门最高只能修炼炼气极品功法。既然如此，那就给我来几部炼气极品的功法。多少钱一部？极品的即使最便宜也得50灵石一部。师弟要什么属性的？5行属性都要，另外还要一部剑法和一部隐匿气息的功法。5行都要？师弟你莫不是要5行同修？有何不妥吗？师弟有所不知，5行同修所需的灵气量是单灵根的几10倍，所以一般拥有5行灵根的都只会修炼其中一种。师兄误会了，我就是借鉴一下。那就好，既然如此，师弟可以要这几本功法。师兄告辞。这位师弟，这里就是我九灵宗妖兽堂的屠宰场，这里的妖兽可都是最新鲜的，甚至连筑基妖兽都有。你看看你要多少？给我来3000灵石的。哎呀呀，原来是大客户，3000灵石的妖兽没问题，需要送到哪里？我给你4000块灵石，多余的1000灵石你给我全部换成储物袋放进去。师弟稍等。这么多妖兽尸体，可惜我灵石不够，不然全买下来，怕是能炼化让我实力提升到筑基的灵气。师弟，你的妖兽尸体。多谢。这几千灵石购买到的物资足够我短时间内使用了，就是不知道5行属性的灵根若是凑齐，会有什么异象。这些5行属性的材料，再加上那些妖兽尸体炼化出来的灵根之气，足够我的5行灵根升级到中品灵根了。也不知道融合出5行灵根的决定是好还是坏。行。这就是5行之气，这强度至少是之前的7、8倍。还好我找了这个僻静的地方突破，动静这么大，也不知道有没有被人发现。不管如何，先试试看刚刚学会的剑法威力如何。刘大师，这些是您要的药材和出售之后的灵石，你看看对不对？很不错。小叶啊，你身上灵气怎么紊乱？难道你已经突破炼气境界了？不好，忘记这老东西是炼药师，肯定也修炼了观气法。对了，这刘琦肯定不知道我什么时候入门，大概率也不会问。我若是说我入门不到3个月，他定然会怀疑我有什么机缘。还是大师眼力强，弟子入门3年，勉强到炼气1重天。
3年就练气了，那你这资质可以啊！40岁之前进入内门绰绰有余。好了，下去吧。最近1个月别打搅我，我要炼药。弟子告退。这五行同修居然如此消耗灵气，这10天时间就将5000丝灵气全部炼化了，但是境界居然只是堪堪提升到炼气4重天。要是寻常人吸收同样的灵气，早就达到炼气9重天了。不过，这一次居然还从那赤炎灵石之中炼化出了赤炎灵火。据说这东西能大幅度提升火系术法杀伤力。先去测试一下我现在的实力如何，然后再去多弄一些灵气，不然这无底洞一般的消耗，还真不是一般人能扛得住的。8000公斤，居然这么轻！我的力量到底有多强？你们看，赵师兄和刘师兄打起来了！还有戏看！师弟，你输了。师兄果然好手段。谁还要上来挑战？此人的动作好慢，可是看气息似乎已经炼气6重天了。难不成我的实力已经远超他了？要不试试？反正这外门也没认识我，我来试试。师弟，你一个外门弟子，你确定要和我动手？师兄我可是下手重。师兄不用担心，请。既然师弟不怕，那就拿出你的武器。我就用了火属性灵气，居然就把他秒了。要是用5行灵气，实力怕是要更加强大。这一次看来赌对了。收购各种废丹和损坏法器和损坏灵药，价格全坊市最高。上品废丹收购价3块灵石，这价格赶上店铺出售价了。是啊，这周围的店铺怕是都要拿过来卖了。还有损坏法器这些居然也收，这人不怕破产？师兄，你看看这丹药值多少？7枚废丹，都是中品，加起来2块灵石。真的这个价？那我也要出售。还有我的，我也有丹药。这位师侄，听说你收购灵土，你看我这些土能值多少钱？这是极品灵土，10升1块灵石，这里应该有3000升，那就300灵石。哦，师弟，你确定？我这可是用过的灵土，你看好了。什么？用过的灵土居然还能卖这么高的价格？是啊，我记得用过的灵土灵气量只有1/10，但是价格却是正常灵土的1%。自然看清楚了，用过的灵土按照正常灵土1/20的价格收购，有多少要多少。这用过的灵土性价比可是比没用过的高很多，而且最主要里面蕴含的土属性灵根之气一点不比完整的少。此话当真？那师弟你在这里等我，我灵之峰还有很多灵土，马上给你送来。我想起来了，这位好像是灵之峰的长老吴峰，炼气9重天的强者。怪不得有这么多的灵土，不过他又回去拿灵土了，这老板不知道吃不吃得下。哈哈哈哈！师弟，你看看这些灵土价值几何？这是黑金矿土，这可是筑基灵土，而且还有4000升。这样加上储物袋2000灵石，就这个价。不过这灵石嘛，自然是现在给，这里正好2000灵石，师兄你点点。师弟果然爽快，不知师弟下次什么时候来？下一次15天后我准时来，而且不仅是废丹，就算是炸炉之后的废渣也能拿来出售。什么？炸炉的废渣也收？真的假的？废渣可是没人要啊！到时候你们就知道了。看来得去收购一些废丹和炉渣了。不过别到时候花了大价钱收了一堆废品，到时候他不出现，我们岂不是亏大了？总不可能吴长老也和他一伙吧？难说。嘘，小声点。
吴长老还在。此人气息连我也无法看透，但是从行事作风看，应该不是筑基修士。不是筑基，却有这么多的灵石，难不成有什么大机缘？还好老夫给他的储物袋上有印记，我倒要看看他有什么秘密。师兄，你跟着我这么久，不知道要做什么？哈哈，师弟说笑了，我不过是正好顺路而已。师兄看我像是傻子？这小子实力看上去并不弱，师弟误会了，我这就走。这吴峰八成是想要黑吃黑，若非这里是宗门内部，将他杀了才是最好的选择。罢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况且他下次还能给我带来不少的材料。炼气4重天巅峰，这实力提升起来越来越慢了。不过我3个月就达到了这个实力，若是传出去，怕是会引起轰动。到时候估计金丹修士都得来对我动手。看来这九灵宗也不能多待了，找个机会离开吧。换一个宗门应该会安全不少。叶小仙师，您回来了。内门仙师刘万丁来找您，现在刘大师正在接待，让你回来之后马上去找他。大牛来了，我这就去。没想到小叶和师弟你的关系这么好，还劳烦师弟来看他。叶哥那可是我过命的兄弟，要不是他父母，我早就死了。对了，师兄，叶哥在这里没给你添麻烦吧？小叶很不错，不过话说回来，师弟你修炼的敛息法不错啊，我居然看不出你炼气几重天，果然不愧是筑基大能的徒弟。大师过奖了，我入宗才3个月，现在基础功法也才300大周天，哪里是什么炼气修士？3个月？那小叶是比你早入宗不成？没有，叶哥我们2人一日入宗的。大师，有什么不对吗？3个月，这怎么可能？小叶身上的气感绝对已经炼气1重天了。大师，你怎么了？没什么，没什么，就是想起一些事。那小子修炼这么快，绝对有问题，怕不是身上有什么秘宝，亦或者在矿场挖到了传说之中的上品灵石不成？而且从这万军的意思，2人入门之后就没见过了。那小子说他找万军出售丹药也是假的，他一个挖矿的杂役能炼出那么多灵石，绝对有问题，肯定是真的挖到中品甚至上品矿石碎片了。没想到还有意外收获。大牛，叶哥，你小子怎么不说一声就来找我了？当然是想给你一个惊喜啊。对了，最近过得不错吧？我可是听说那吴勇给你安排到矿场了，你怎么不来找我？不说他了，你小子看上去挺不错啊，壮了这么多。我师父说雷系适合炼体，就给我弄到炼体峰了。天天锻炼不说，功法没有修炼到入门，不准我下山，不然我早就来找你了。那看来以后我就能靠你罩着我了。好，你们聊，老夫炼药去了。小子，希望你的秘密比我想象之中的好一些，可别让老夫失望啊。等一下让小叶来炼丹房找我。对了，叶哥，这是我师父给我的修炼资源，虽然不多，但是你拿着。不行，我不能拿太贵重了。大牛师傅刚刚筑基，肯定不富裕，这些物资至少也是大刘1个月的资源，加起来都30-40灵石了。你和我还客气什么？快点拿着。好，那我就不和你客气了。你我兄弟有福同享。对，有福同享。你以后要是也发达了，也别忘记兄弟我啊。我先回去了，等下个月我再来找你。没问题。若是有时间，我去找你也行。叶小仙师，刘大师让你去炼丹房找他。有说找我什么事吗？回小仙师，没有。这刘琦该不会知道大牛和我关系不错，肯定会给我资源，所以准备勒索我吧。哼，希望他别做什么自寻死路的事情。大师，你找我？大师，你这是要做什么？做什么？你应该很清楚。我还真不知道，还请大师明示。哼，还在装蒜。你的好兄弟已经和我说了，你和他同一天入门，可是有变异雷灵根的他才300大周天的炼体境界，而你却已经炼气。说吧，你身上的秘密到底是什么？你觉得我有什么秘密？呵呵，你小子能修炼速度这么快，肯定是在矿场挖到好东西了。
是上品灵石吧？只有上品石蕴含的精纯灵气，才能让一个下品灵根在短短3、4个月提升到炼气1层。没想到居然被你发现了，那你准备怎么做？居然被我猜对了，真的是上品灵石，太好了！即使只有1%单位的上品灵石，也价值100万下品灵石啊！放心，只要你交出来，老夫保证将你培养到内门弟子水准。大师是觉得我很蠢吗？上品灵石的价值，你以为我不清楚？怎么，你小子不交？那老夫只能将你的灵魂抽出来搜魂了。你这人虽然讨厌，但是我也不准备杀你。可惜，哼，杀我！老夫虽然是炼药师，但是却也是炼气5重天。你小子居然敢口出狂言，找死！五行同修，炼气4重天巅峰，这不可能！你说说你，非要逼我杀你，这又是何苦呢？都一把年纪了。就算给你上品灵石，你还能筑基不成？你必不能杀我！你杀了我，你也会被执法堂杀的。这你就用不着操心了。一个炼药师就好好炼药，又不是缺钱，天天剥削杂役弟子的那几块灵石做什么？有这算计的时间，多炼一枚丹药几10倍都能赚回来。你这种人就是纯坏，比大虎都要恶心几倍。这刘琦对别人抠搜的要死。对自己倒是挺大方的，这1丈的储物袋可是最少1000灵石一个。这储物袋炼化之后，居然能让鸿蒙空间扩大，而且这灵气居然比之前更加纯净了。御剑飞行需要炼气5层，我虽然才4重天。但是以我的灵气强度，绝对达到标准了。之前也学了一部御剑飞行的法术，正好试一试。这一次的收获倒也不小，至少让我知道了鸿蒙空间的进化方法。看来我这个空间的潜力还有很大。不过话说回来，这狗东西死了，怕是瞒不住多久。看来得尽快赚一些钱，然后逃走了。不过最好在走之前，营造出我也被杀了的假象。不然会连累到大牛和村子的人。不过好在这炼药师几个月不出门，也没有人怀疑。见过师兄师姐，我是刘大师的使唤弟子，不知2位前来招待不周，还望恕罪。哼，老子用得着你招待？我的丹药呢？不好意思，师兄，大师闭关时候没有交代这个，这样3天后我给你送过去。3天？小子你在逗我？让我等3天？你小子居然敢躲开！找死！师兄住手！师兄，这位师弟只是奉命行事，你用不着下杀手吧？不过是个外门弟子，杀了就杀了。我们今天还要去青云镇，你杀了他，执法堂肯定要来追究，那样就错过任务了。哼，小子，这一次算你运气好。哼，要不是师妹给你求情，看我不宰了你！3天之后我回来要见到我的丹药，不然你就等死吧，小子！多谢师姐救命之恩。我能救你1次，救不了你2次，你以后小心刘云。哼，这刘云和他爹刘琦一样，都不是什么好东西。虽然嘴上说着给我3天时间，但是等3天后我真的去送丹药，绝对要为难我。到时候不动手被羞辱，甚至被杀；动手就会暴露，还是被杀。所以说，最好的方法就是这3天内做了他。对了，他们刚刚说要离开宗门，那最好就是在宗征外解决了他，谁也不可能怀疑到我头上。恭送流云仙师。哼，凡俗的垃圾也来挡道。这畜生连个凡人都不放过。这件事我会禀报在执法堂的，只是执法堂可能不会追究。这个我知晓，宗门自然不可能为了一个凡人追究封主弟子。这就是修仙界，他来到这里，估计也早就做好了死亡的准备了。你自己好自为之。好一个吃人的修仙界，从上到下都只会吃人。也是，只有这样才能快速提升实力。看来我也得好好学学。
先找一个地方问问看这青云镇在哪里，然后提前去镇子等着。仙人，这是仙人，仙人来我们镇了。谁知道青云镇在哪里？仙人，我知道，青山镇就在西边300里的地方，我去买一过货。多谢。多谢仙师，多谢仙师。前面就是青云村了，我的速度绝对比那2人快不少，还是等等他们吧。先看看这2人来这村子做什么再说。2位仙人，这里就是我们青云村闹邪祟的人家了。我们村的人都被里面的邪祟杀完了，就剩下一些老弱妇孺了。一个区区邪祟而已，看我如何灭了他。师兄你小心，这邪祟的气息并不弱。别担心，师兄我可是很强的。给我滚出来！哪里来的2个小鬼？找死！可恶的狗东西，居然敢偷袭！找死！师兄，这邪祟是炼魂9重天，我们不联手不是他的对手。一起动手，只要拖他几秒，我就能制服他。就这实力，也来学人家斩妖除魔？哼，你上当了！哼，真以为我九灵宗的情报有误？大爷我赶来，自然有十足准备。上品镇邪符，没想到师兄你居然还带了这东西。任何事情都要做好十足准备。不错不错，没想到刘云你还有点脑子。你是谁？为何认识我？自然是杀你的人。本想着你被那邪祟杀了，就不用脏了我的手了，可惜了。想杀本大爷？大爷我先宰了你！师兄，你不要过来！这是镇邪符，好像坊市有卖已经封印了鬼魂的，都是那些魂熟或者炼药师会买。既然有鬼魂，那岂不是也能炼化出灵魂之气？这女的和我倒是没有仇怨，若她被邪祟杀了也就罢了，可是既然没死，那我也不好杀了她。好好照顾此女，若是她出了什么问题，你们全村都得陪葬。上仙饶命啊！小人一定好好照顾这个仙师。这刘云的麻烦算是解决了。可是刘云好歹是封主弟子，他死了宗门绝对会追查到底。最近和他接触的人都会受到排查，刘琦也不例外。我回去肯定会被盘查，到时候刘琦的死加上我的境界暴露，我就死定了。可是我若是直接离开，那也会被怀疑成为邪修混入宗门。虽然可能性极低，但是只要有一丝可能，就会连累大牛。看来
只能这样了。吸收了这女鬼的灵魂之力，还有之前那些妖兽残存的微量灵魂，我的灵魂等级也提升到炼魂7重天了。不过这灵魂强度居然比功法描述的炼魂巅峰都不成多让了，应该是鸿蒙空间炼化出的灵魂之气太强的缘故吧。魂修境界比修仙境界更难提升，整个九灵宗达到筑基级别的魂修不到5。刘琦何在？宗门执法堂弟子前来，还不速速出来相见？这么快就来了吗？希望一切顺利吧。哼，这刘琦还不出来，不过只是个外门炼药师，也如此不知尊卑。师弟慎言，这刘琦虽然是外门炼药师，但若是他突破到6重天，那就是内门炼药师了。你我还是别得罪的好。见过2位师兄。你是什么东西？让刘琦出来，我执法堂找他。2位师兄息怒，大师正在闭关突破，正是关键时候，我也不敢打扰。不能打扰，他弟弟刘云死了，他是最大嫌疑人，不出来那就视同凶手。什么？刘云师兄死了？2位师兄稍等，我这就去叫刘琦大师。大师，你要做什么？别啊！哼，这小子也算倒霉，这就是杂役的命。不好，那刘琦跑了。区炼气5重天的炼药师而已，也想在我们手下逃离？追！这刘琦速度居然这么快，看来应该是服用了暴气丹。这么说来，那刘云肯定就是他斩杀的了。师兄，你先回去禀报宗门，等他气力没了，我就弄死他，带他回去。你小子可别跟丢了，到时候剑锋房主追究下来，执法长老都护不住你。居然一个人来追我，既然如此，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5星灵气，这不可能！哼，炼气9重天，也不过如此。脏水算是甩到刘琦身上了，毕竟很多人都知晓他和他弟弟关系很差。这样一来，我也能安心离开九灵宗，去闯闯了。等等，这是什么东西？居然把我的神魂锁定了。若非我灵魂境界突破，还察觉不到。追魂印，只有宗门核心弟子才会有的追魂印，他居然是核心弟子，这下麻烦了。这追魂印据说会锁定凶手的位置，不过只能定位到方圆10里。我躲在某个城镇，应该就找不到我了。不对，若是那九灵宗丧心病狂屠城，我岂不是害了一座城？对啊，我可以躲回宗门方室啊，坊镇都是隐姓埋名的，谁知道我是谁？而且宗门弟子众多，想要大排查，基本不可能。等真的查到我，追魂印早就失效了。事不宜迟，得等宗门还没反应过来赶回去。你们是说，你们找到杀我徒弟的凶手，然后却让他跑了？此事的确是我的徒儿托大，这件事我执法堂会给封主你一个交代的。哼，若非看在你徒弟现在也死了的份上，今日老夫绝对不会善罢甘休。那贼子杀了我徒儿，我徒儿已经下了追魂咒，只要我催发这追魂咒，老夫将会亲自去将他捉拿回来。追魂咒在宗门？好，好，好！这孽畜胆子不小，居然又回到我九阴宗来了，好胆！哼，回到我九阴宗了，这小子怎么敢的？孙长老，你执法堂能抓到他吗？难啊，追魂印精度不够，只能锁定在方圆10里。除非我们能将整个宗门全部排查一番，可是还没排查1/10，追魂印估计就消散了。不过封主放心，我执法堂一定想办法尽快抓到凶手。这九灵宗虽然有弟子镇守山门，不过镇守的基本都是外门弟子。我炼身术已经修炼到了大圆满，想发现我基本不可能。对了，下面就是矿总了，先找老熟人算一算当初的账。你是谁？大虎师兄，这么快就记得我了？哎呀，这不是师弟吗？你怎么回来了？这不是想师兄了吗？走，
我请师兄喝酒去。喝酒吃饭，哈哈哈，那感情好。师弟你发达了啊！师兄说笑了，赚了点小钱而已，正好有大买卖和师兄你谈。我们走吧。师弟啊，你说有大买卖找我，是什么买卖？自然是买你的狗命了。师弟，你我无冤无仇，为什么要杀我？哼，当初若非我有大机缘，早就被你弄死了。放心，你只是第一个，还有其他人等着和你一起上路呢。师侄，你要做什么？做什么？自然是报答一下总管将我卖了2次的恩情。师侄误会啊，这是宗门的规定，与我无关啊。我给你的可都是肥差。肥差？什么肥差是九死一生？杂役弟子就是这样。一开始灵矿场的确是我不对，可是后面跟着刘琦，那可是真的好差事。哼，那又如何？这吴勇的话或许也没有骗我，这杂役弟子在九灵宗也就是消耗品，这唯一的根源还是这修仙界的人太过狠毒，我只有比恶人更狠，才能在这修仙界活下去。这就是内门坊市。原本以为外门坊市已经不错了，现在看来外门和乡下也没区别，在这里估计更容易买到大量的废丹吧。不对啊，这里怎么一个摆地摊的都没有，都是店铺？难不成在内门收购东西只能去这些店铺，或者自己开店？可是开店的话，不会暴露我的身份吧？地气阁，难不成是开店用的？进去看看。道友，你看，这就是我九灵宗内门坊市目前空吃的楼阁里面最大的了，绝对是坊市的核心地带。那价格如何？稍微有些贵，1个月500块灵石的租金，不过好处就是可以3个月一付。好，这是3个月的租金，我先租3个月。自然可以，契约什么的我下午给道友送来，道友可以把名字改了。这九灵宗也是奇怪，按照刚刚那地气阁管事所言，这内门坊市据是有不少隐姓埋名的外来散修，也不怕混入敌对宗门从内部破坏。不过想想好像也正常，九灵宗最强不过筑基7重天的宗主，这种宗门自然不可能拥有护山大阵。同时这些散修到这宗门也能贡献大量的灵石和材料，而且这样一来也就方便我了。先招几个伙计和掌柜吧，不然我一个人也忙不过来。极品鉴定师月俸50块灵石，万柳阁的大掌柜的月历也不过只是60啊，而且这分红居然1300。月历50，比我之前的珍宝阁还高10块。可惜那珍宝归主是个蠢货，听信那周通谗言，竟然辞退了我。既然如此，那我便来这造化阁试试。老夫乃是之前灵宝阁大掌柜，前来应聘。上品火灵丹，而且还是精品品质。若是拿出去出售，最少能卖1200块灵石，是寻常火灵丹的30倍价格。若是我造化阁的丹药不限量供应，而且只是70%价格，1个月你能卖出多少的流水？70%。若是真的不限量供应丹药的话，1个月最少能卖出5万块灵石的丹药。很好，既然如此，从今天以后，你就是这造化阁的大掌柜了。我不过问你如何管理。只要你按照70%的价格，尽可能的给我多卖出去丹药，并且把账目给我算清就行。好了，下去吧。阁主放心，我齐远一定将您给的差事做好。既然如此，属下告退了。造化阁，这是卖什么的？这店铺可是空置很久了，据说租金1年都得6000灵石，那不是能买好几枚筑基丹？诸位，今日是我造化阁开业第1天，所有丹药市场价7折。3天以后恢复为8折。什么？同样的品质只要70%价格？真的假的？管它真的假的，我们进去看看不就知道了。这要是真的，那我得买1枚之前买不起的驻颜丹。上品聚气丹良品，居然真的只要50块灵石！哈哈，250块灵石的良品火灵丹，有了这个丹药，我的火属性灵气能凝练1成。诸位买回去的丹药随便去验证品质，若是不对，全额退款。
这生意还挺不错，这样我就能安心修炼了。阁主，这10天造化阁所出售的丹药总量为1241枚，总计出售灵石为35741枚。这是账目，请您过目。好强大的灵魂之力，这阁主居然是魂修，而且绝对是炼魂巅峰，甚至有可能达到阴魂境的魂修强者。不错，账目很清楚。这个月卖出的灵石若是能超过10万，我额外给你1000灵石作为奖励。另外，放出消息，造化阁大量收购废丹，高出市场价20%。多谢阁主，属下这就下去办，一定不会让你失望。10天就出手了3万多的灵石，而且这些丹药都是我之前在外门坊市收购的废丹，成本不到1/10，得再去收购一些。哼，那小子居然骗我，这都1个月了还没见他，难不成我被做局了？我可是收了好多领土啊！这不是吴峰师兄吗？你也来了？哎呀呀，这不是师弟吗？你终于出现了，你可是让师兄我好等啊！我还以为你不来了。之前有事耽误了几天，师兄这一次又带来什么好东西了？这一次师兄准备的是1万升品质不下于黑金领土的筑基领土。这老东西之前跟踪我，这领土不会有问题吧？既然如此，那我先验验货。师弟，你这是信不惯师兄我？师兄你说笑了，只是上次我买了你的领土，不少人说你是托，给我的是空袋子。今天就让所有人知道，你和我可没关系。师弟别！哼，师兄，你来卖领土，怎么3成都是石头？你是卖石头还是卖领土？师弟，你当真一点面子不给师兄我留？给你留面子，你算什么东西？小子，你找死！我可是灵芝峰长老。若非你是宗门长老，刚刚那一脚你就死了。可恶，这人居然如此强大，难不成是半步筑基的强者？好了，你这里领土有7000升，20升1块灵石，一共350块灵石。不对，不是10升1块灵石吗？爱卖不卖，我就出这个价。卖，这就对了。谁会跟钱过不去？哼，师兄下次还来吗？来。哼，贱皮子，要不是这里是宗门，直接斩了你。师弟，您看我的这飞剑，虽然是炼器极品，但是才买了不久，这500灵石的回收价是不是有点太低了？能不能给600灵石？我真的急用。这声音有点熟悉啊，好像是张仙师。他来造化阁出售飞剑，难不成突破筑基之后，准备换一个好点的？去看看。张师兄，这个价格已经是市面上最高了，毕竟你看这剑已经磨损这么严重。唉，罢了罢了，500就500吧，剩下的灵石老夫再凑凑。齐老，你先出去吧，张长老我来接待就行。原来是造化阁主，失敬失敬。张长老客气了，请坐。张长老出售武器是准备换一把筑基法器吗？唉，阁主说笑了，老夫出售这武器是为了应急之用。哦，应急之用。张长老为宗门内门长老，什么急事急策到需要出售使用法器？当然，我也就问问，若是不方便，长老可以不说。唉，不瞒宗主，是为了我那徒儿。你徒儿，他出什么事情了？师弟，我刚刚晋级筑基，需要在9峰之中选1峰加入。谁知道就是因为这件事，为我们师徒惹上了祸事。这和你徒弟有什么关系？当初9峰峰主当初都来拉拢我，其中就有剑锋。因为老夫修炼的乃是剑道，本应加入剑锋最为合适，只是我那徒儿是雷灵根，是炼体的好苗子，所以你加入了炼体峰，然后剑锋找你麻烦。不错，
剑锋乃第一大锋，我的行为落了他们的面子。恰逢上个月，剑锋锋主的弟子被其哥哥所杀，我徒儿事发前去了他哥哥的院子探望好友，所以……他们对你徒弟做了什么？他现在怎么样了？剑锋大长老上门强行带走我徒儿，等我再见到他，已经只剩下一口气。我散尽家财，也不过勉强护住他的命。要让他活过来，除非筑基中品的通脉丹，不然这辈子就是废人了。哼，好胆！阁主，您这造化阁主好强的气息，他难不成是某一封主？他该不会和剑锋主是朋友吧？不好意思，张长老，本阁主一向对这种事情很厌恶，让你受惊了。你徒儿现在在哪里？造化阁主问我徒弟为何，这应该不影响我出售法器吧？我只是想要和你做个交易，你做我造化阁的供奉，1年我给你1000块灵石的报酬，你给我做10年，我再赠送你1枚通脉丹，你看如何？1000灵石1年，这价格对于筑基而言的确不算高，只是现如今谁也不想为了我得罪剑锋，我现在似乎只有眼前一条路了。多谢阁主，我们师徒一定报答阁主的恩情。好了，你去把你徒儿带到我这里吧。既然如此，那师弟我就告退了。剑锋，好一个剑锋！明知道大牛连炼气都没有入，居然迁怒于他。好，很好，我叶凌霄若是不灭了你剑锋，枉为人！道友不知是需要购买什么丹药？筑基中品的通脉丹多少钱1枚？我只要肺腑。那可是治疗经脉受损用的，这种丹药用废丹会起反作用啊。这个你不需要管，我只问有没有，有多少枚？自然有。通脉丹整个宗门只有我万柳阁的万柳大师能炼制，因此即使是废品也价格贵些，1枚要1000灵石，3枚的话您给个2500就行。我全要了，这是5000灵石，剩下的你给我全部换成废丹。呵呵，道友稍等片刻，我马上来。这炼制丹药是真的暴利，即使是基本没用的废丹也这么贵。不过这筑基中品的丹药就只有这万柳能炼制，那筑基上品极品的丹药岂不是买不到？既然买不到，那我不如自己炼。客官久等了，这是您要的丹药，都在储物袋里面了。东西不错，告辞。此人的实力连我的鉴定术都看不穿，难不成是一个阴魂境的魂修？宗门什么时候多了这么一个强者？这一次算你叶哥我害了你，放心，你的仇我会给你报的。这丹药之中，我冲入了一些雷系的灵根之力，正好足够让你的天赋提升到中品灵根了，而且破后而立，也不会引起别人注意。这里是哪里？这里是造化阁，你师父托我救了你。师父救了我。对了，之前我被抓到剑锋了，既然是您救了我，那我大牛以后一定好好报答你的恩情。交易而已，用不着报恩。你好好养伤，伤好了之后好好修炼，在这里用不着担心剑锋的人来。师父你来了。经脉竟然全部好了，而且灵根也升级了，大造化呀！阁主给你的丹药绝不是寻常丹药，你小子这一次可是走大运了。对了，师父，之前那剑锋的说刘琦杀了刘云，那叶哥呢？他没事吧？死了，刘琦院子里的所有人都被他杀了。不可能，这怎么可能？叶哥怎么可能死的？你要看开点儿，修仙界就是如此。刘琦，剑锋，我要你们死！唉，痴儿，这小子叫这么大声做什么？你叶哥我可没那么容易死。不过现在你我还不能相认，因为你我实力都太差了。这炼药师据说没有3-5年无法入门。
不过我有鸿蒙空间的灵魂之气，这灵魂之气能大幅提升我的悟性，不知道能不能让我尽快学会炼药。炼药有3个步骤，第一个步骤将药材提炼成为药液，纯度越高越好。第2个步骤则是将这些药液与融合，过程不能有丝毫偏差。至于第3个步骤，则是将融合药液提炼为丹药，成丹之后按照单独占比区分品质。不管是哪一个步骤，都需要炼药手法。还是先将所有的炼药手法学会再说吧。封主，坊市来了个造化阁主，居然胆敢收留那张道远和他徒儿，而且他徒儿已经被救了回来，这绝对是打我剑锋的脸啊！造化阁主，什么来头？他怎么会有通脉丹的？不知道，是突然出现在内门坊市的，有可能是外来散修。哼，我让你废了那张道远徒弟的经脉，就是为了让他去找万柳大师卖身买丹药。他一个外来散修，居然敢横插一脚！峰主，我这就去给那所谓的造化阁主一点颜色看看。很好，让他知道多管闲事的下场。若他真的是外来散修，直接斩杀。属下告退。弟子拜见师尊。吴峰来了，来这里有何事？我可是听说那造化阁主非同小可，有可能是丹峰峰主假扮的，为的就是打压万柳大师。绝不可能，其他人不知道，我可是了解丹烟子那老东西的性格，懦弱得很，真敢和万柳叫嚣。不管如何，我剑锋似乎也没理由得罪他。那万柳虽然嘴上说和我剑锋一体，实则不过只是左右逢源的小人罢了。这个我自然知晓。那师父，你还为了他得罪造化阁主？哼，那造化阁主敢落我剑锋的面子，不管他如何强大，都将是我剑锋的敌人。好了，这件事你别管。那林无涯不配为我九灵宗宗主，等为师我成为宗主，你就能获得金丹宗门的入宗名额。你是为师的骄傲，好好下去修炼才是你该做的事情。这个弟子知晓。不过即使没有这个名额，我也有绝对的信心，在百宗大比之中加入神霄宗。很好，这才是我柳如风的弟子。下去吧。弟子告退。在灵魂之力的加持之下，我的悟性提升了数十倍，对药材变化的掌控力也提升了数十倍不止。不过只是半个月，居然就炼制出了炼器上品的丹药。按照这个速度下去，最多2个月，我或许就能炼制出筑基级别的丹药了。快跑！怎么回事？楼下这么喧闹做什么？难道有人来找事？给我砸！狠狠的砸！哼！住手！张道远，你敢对我剑锋弟子动手，这下神仙也救不了你了。此乃内门坊事，宗门规定，任何来店铺捣乱之人，可就地斩杀。哼！我剑锋弟子能和其他阿猫阿狗相提并论？就你这实力，还想阻挡老夫？哪里来的废物，敢在我造化阁放肆！阁主，好了，下去吧。你就是造化阁主，敢坏我剑锋的好事，你是打算与我剑锋为敌不成？为敌？就凭你也配？你是阴魂境的魂修，你真的是丹颜子？
老夫是谁用不着你操心。废物一个，也来丢人现眼。实在抱歉了，阁主，这件事是老夫惹下的祸事，却让造化阁受到了报复。老夫这就带着徒儿离开造化阁。怎么，你想赖账？没有，阁主误会了。打扫干净，好好做事，其余的事情我会解决。阁主，那剩下的这2个小子呢？留一个活口让执法堂来带走，另外给执法堂的人丹药多打2折。属下知晓。师弟见过孙长老。这是剑锋的楚生，这是怎么回事？他们是来我造化阁闹事的，所以被我造化阁主斩杀。放肆！楚长老可是我宗门长老，他怎么敢的？师兄息怒，我造化阁主说，执法堂弟子为宗门日夜操劳，所以嘱咐以后执法堂所有人来买丹药的话，价格打5折。什么？所有丹药都打5折？此话当真？师弟，你可是别骗师兄我啊！自然是真的，而且丹药管够，想要什么都能定制。那我就代表执法庭谢谢造化阁主了。这楚生他们交给我就行，下次有人闹事，直接给我传讯。孙清，你执法强敢动我剑锋弟子！峰主别误会，杀你剑锋之人的是造化阁主，我只是来送人的。你说杀？楚生他人呢？那自然是死了，尸体已经通知其后人认领了。什么？死了？那造化阁主呢？你们执法队没抓回来？哼！峰主是教我执法堂做事，你的人去闹事，按照宗门规定被杀也是找死。孙清，你什么意思？哼！刘如风，老夫叫你一声峰主，你别蹬鼻子上脸。我执法堂不是你剑锋的，你若是再让峰内弟子去造化阁闹事，别怪我不讲情面。那造化阁主到底给了你什么好处？你居然如此维护他，甚至不惜与我翻脸。没什么好处，不过只是给我执法堂所有丹药打5折而已。哼，5折？他能有那么多的丹药卖给你执法堂？别到时候没几天就说丹药没了，届时你还得去求万柳大师。这个就不劳峰主你操心了，万柳大师可没你这么小心心，只要给钱，他什么都卖。好了，话我也带到了，告辞。造化阁主，好，很好，等我掌控了宗门，就让你死。终于晋级到炼气8重天了，灵魂也达到了炼魂巅峰。只是想要提升到阴魂境，就需要融合铸魂材料。我的灵魂强度太高，这寻常的铸魂材料还无法承载我的神魂。也不知道齐老猜购到我需要的材料了没？见过阁主，我让你收购的筑基上品铸魂材料收到了没？唉，属下无能，这个级别的铸魂材料太珍贵，我只是打听到哪里有而已。有消息就行，哪里能买到？炼制铸魂丹的主要断魂草只有万柳大师有，因为他这些年都在研究如何炼制铸魂丹，虽然没有成功过，但是材料都被他垄断了。很好，那铸魂材料也有消息吗？据说几年前宗主获得了一块黑煞魂石，乃是筑基上品的铸魂材料。以阁主的身份，只要开口，宗主应该会卖个人情的。辛苦了。另外这个月卖了多少灵石？回禀阁主，一共卖了13万块灵石，其中7万换成了您要的材料，剩下的6万都在这里。只是按照行情，我们还亏了3万。丹药都是我炼制的，成本不过3万，何来亏本一说？原来如此，是属下自以为是了。好了，我出去一趟，守好店铺。现在我虽然能斩杀寻常的筑基，可是对上林无暇这个筑基7重天的强者，还是差不少。希望别节外生枝。
师尊，内门方士造化阁主来访。造化阁主，终于来了吗？冒密来访，还望宗主见谅。不知阁主前来，可是我九灵宗有何不捉到的地方？宗主客气了，老夫前来只是为了求那黑煞魂石而已。哦，黑煞魂石，难不成阁主准备重铸魂基？不错，不知宗主可否割爱？条件由宗主你提。既然阁主需要，送给阁主又何妨？无功不受禄，宗主若是需要丹药，尽管说，任何精品丹药都可以。什么精品丹药？那不知阁主可否能炼制精品筑基丹？筑基丹，可是你这徒儿需要。不错，我这徒儿已经炼气巅峰，因为底蕴不错，所以寻常筑基丹不足以让他突破。可是那精品筑基丹，就连万流也炼制不出。好，既然如此，那我就用精品筑基丹和你换。阁主说的可是真的？您真的能炼？自然是真的。阁主可有筑基丹的药材？有，材料都在这里，一共5份。很好，等我3个时辰。五行灵气，阁主居然是五行同修，怪不得我感觉他的境界似乎还没达到筑基。师傅，这五行同修很强大吗？非常强，即使是筑基1重天，也能轻松击败筑基5重天。真的是精品筑基丹，这是黑煞魂石，阁主收好。交易完成，剩下的筑基丹药材，老夫就拿走了。阁主客气了，这些药材怎么比得上一枚精品筑基丹来的珍贵？有了这丹药，我这徒儿就能完美筑基，届时在百宗大比上就能轻松加入那金丹大宗、神霄宗了，这可是大恩啊！哦。不知这百宗大比是怎么回事，还请宗主解惑。阁主不知，看来阁主应该是从其他域来的吧？这百宗大比是我神霄域的神霄宗举办的盛典，能在大比脱颖而出的弟子，皆可入神霄宗。我九灵宗每次有10个名额。哦，还有这等盛典，那不知老夫能否给我那不成器的弟子讨要一个名额？需要什么条件？宗主尽管提，10枚精品丹药都不是问题。阁主客气了，寻常精品筑基丹最少价值5万灵石，这价值就算是2个名额也不成问题。1个月后出发之前，阁主让你的弟子来这里集合便是。宗门大比都不用参加。既然还有宗门选拔，那就按流程来。我那徒儿可不想我给他走后门，这样一来，宗门内也没有人敢嚼舌根。果然不愧是大师风范。既然如此，我也不强求，此乃我宗门核心弟子令。阁主让高徒20日后带着令牌来内门演武场选拔就行。那老夫先告辞了。师傅，这造化阁主的炼药水准比起万柳大师如何？万柳，给这造化阁主提鞋都不配。这造化阁主绝对是筑基极品炼药师，不然不可能炼制出精品筑基丹。筑基极品，万柳大师才上品啊！这还是保守估计，寻常筑基极品也炼不出这等丹药。所以这造化阁主的实力远不止表面那么简单，他最强的应该是魂修。这造化阁主炼药水平如此强大，你刚刚为何不直接将他请入我九阴宗来？这等大师，我九阴宗可没有什么资源能留住他，强求反而会起反作用。他只要多在我九阴宗1天，对我九阴宗就只有好处。还是师父你想的周到。好了，这丹药你拿好，回去好好突破。那李无风已经突破筑基，你得在大比上彻底击败他。师父放心，徒儿告退了。没想到还有意外收获。这神霄宗据说老祖是半步元婴的大能，为方圆万里最强大的宗门。若是我能加入，就不会连区区筑基上品的铸魂材料都买不到。
而且最主要的是，到了神霄宗就没有人认识我了，我也用不着和现在一样一直隐姓埋名的生活了。此地乃是曾经阁，可有宗门令牌？我乃造化阁主弟子叶宵，这是我的核心弟子令。原来是造化阁主弟子，老夫曾经阁长老赵玄，前2天还去你造化阁买过丹药。见过赵长老，我是来这里找几部修炼功法的，不知这里最好的功法在哪里？师侄稍等。这些就是宗门最好的功法了。居然都是中品和上品的功法，我能全要吗？全部要。师侄，你修炼得过来吗？而且玉简不能带走，只能在这里看。也就是说可以，没事，不过10部功法而已，最多几天也就入门了。几天？师侄真会开玩笑，几天最多只能记住内容。不过既然师侄这么坚持，那就请便吧，只要不把玉简带走就行。5天时间勉强感悟到精通，看来还是得回去多多修炼才行。师侄，我怎么感觉你好像真的修炼入门了？刚刚的气息居然同时有5种功法的运转路线，这怎么可能？师叔，你果然慧眼如炬，勉强入门。真的入门了？师侄，你没有和我开玩笑？自然是真的。好了，师叔，我还有事，就不打扰了，告辞。吸收灵魂之力修炼的话，应该能尽快将功法全部修炼到大圆满了吧？只要将敛息术修炼到大圆满，就算是面对筑基巅峰，他也看不出我的深浅。五行剑斩！这融合了5种属性的五行剑斩，威力果然强大。使用鸿蒙空间的灵气所凝练的炼气8重天真元催动的话，一招下去绝对能将寻常筑基3重天劈死。不过这灵魂也到了极限，是时候去找那万柳大师了。这万柳阁比那宗主大殿都要繁华不少，看来这万柳赚了不少钱啊！不愧是拉拢了宗门9成炼药师的人。这次来找他买药材，希望顺利，别给我搞什么幺蛾子。等大比之后就可以离开九灵宗了，到时候也用不着和现在一样1天换几套衣服。大师，你说好的要给人家筑基丹的，这都几个月了，怎么还没给人家？前不就刚刚给了剑锋主的徒弟1枚2品筑基丹，这段时间又在和那造化阁竞争，根本抽不出时间炼药啊！大师，你可是金丹大宗出来的炼药师，那造化阁主居然如此不识抬举，还敢和您抢生意，要我说宗主就应该把他赶走。放心，他蹦跶不了多久了，等林无涯成为宗主，就是他的死期。可是我们得等到什么时候？就不能先教训教训他，不然再等下去，那些个炼药师都要跑造化阁去了。我也知道，可是这不是找不到机会吗？大师，造化阁主来访。他来做什么？下战书不成？说是来求断魂草的。断魂草？难道他要炼制铸魂丹不成？大师，这机会不就来了？不管他要断魂草做什么，就告诉他本大师暂时没空，让他等我3个时辰。时间到了就说我没空，让他明天再来。属下知晓，这就去告知他。阁主实在不好意思，万柳大师正在炼药，你可能得等几个时辰。等几个时辰？我看是晾我几个时辰吧。这个大师没有这个意思。齐老你应该认识，上个月他的酬劳为3500块灵石，
你若是到我造化阁，只多不少。什么？3500块灵石，我1年都没这么多啊！所以，你的选择呢？以后小人就是阁主您的手下。对了，这万柳阁的那些炼药师，你应该都认识吧？给我引荐一下，告诉他们只要入我造化阁，俸禄翻倍。呵呵，阁主放心，我一定将所有人都给您挖到造化阁。赵长老、吴长老，你们这是要做什么？此人是谁？万柳大师，不是说正在炼药吗？怎么反而在这里修炼？你就是造化阁主，吴长老，你们这是准备和他联合起来对付我不成？大师说笑了，人往高处走。造化阁主炼药水准比你强，给的钱比你多，我们自然知道该怎么选。好，好，好，很好。既然如此，都给我死！阴魂境3重天，不对，5重天，你到底是什么人？原本我无意和你为敌，此次前来也不过是为了合作，只可惜你不识抬举。这怎么可能？既然如此，那我也只能是不给你面子。现在，可以好好谈了没？谈？老夫需要和你谈，给我死！筑基极品灵符，不好！这是金丹强者的攻击，而且来自于万柳阁，到底是怎么回事？师尊不会造化阁主和万柳大师打起来了吧？他若是要重铸道基的话，就要铸魂丹。铸魂丹的材料只有那万柳大师有。不管怎么说，你在此地不要走动，为师去看看。怎么回事？那造化阁主怎么会突然消失了？空间法宝？你怎么可能有空间法宝？没想到你居然有2张筑基极品的符箓，也是以你的财力，有2张符箓倒是也正常。只可惜，还是杀不死我。阁主饶命，老夫之前冲动了，你放过我，我给你10万，不对，100万灵石。你死了，你的东西都是我的。这林无涯来的还真快。万柳大师人呢？被我宰了。什么？你敢在宗门行凶，找死！你就是柳如风了吧？早就想要会会你了。大师，快住手！神魂化形，不可能！师弟，你怎么了？那万柳用筑基灵符想要杀我，被我宰了。你也准备杀我不成？大师息怒，我师弟只是一时冲动。看在宗主的份上，我饶他一命。多谢大师。只是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那万柳不肯卖我铸魂草，还想杀我。还好老夫有保命灵符，就是可惜整个万柳阁的所有炼药师都和他陪葬了。什么？炼药师全死了？那可是我九灵宗9成的炼药师啊！我原本已经他们全部招入我造化阁，还给了一共10万灵石的预付款。现在好了，全被炸没了。这么多！好了，宗主若是不相信，大可来造化阁找我算账。这造化阁主居然有如此恐怖的神魂修为，如此强大的神魂之力，可是不能让他离开我九灵宗啊！哼，蠢货一个，整天就知道争权夺利。九灵宗若是你来管理，早就被灭了。原本正愁没有借口弄死你，
既然师弟你这次找死，那就别怪师兄我了。师弟呀，让你不要招惹造化阁主，你怎么就是不听啊？剑锋峰主，怎么回事？他怎么死了？师弟联合万柳要袭杀造化阁主，却被造化阁主反杀了。什么？你宗主你还不下通缉令？哼，此事错在我师弟，以后谁再敢说这话，如同叛宗处理。也是，能杀了柳如风，那造化阁主绝对非同小可。是啊，绝对不能得罪。这次万柳和宗门的炼药师都死了，不过好在造化阁主说了，造化阁的丹药折扣依旧。太好了，只要丹药供应足够，其他的都不是问题。那剑锋的要是闹起来怎么办？彻查剑锋和这一次事情有关的全部斩杀。使用燃魂丹，强行将神魂提升到阴魂境的副作用居然这么大，看来这一次宗门大比去不了了。不过算了，反正林无涯也会给我名额，还是先修复灵魂吧，顺带将神魂提升到阴魂境。这些炼药师的储物袋和资源就是多，这一次空间已经达到了30丈的宽度，这炼化出来的灵气也比之前的浓度提升了至少3倍不止。这样一来，我的修炼速度和灵魂之力带来的悟性加长都能提升3倍不止。按照这个速度，去神霄宗之前，我的境界应该能提升到炼气巅峰了。不过，还是先将魂修境界突破了吧。筑基中品的完美品质铸魂丹，希望让我一次性突破阴魂境界。我的灵魂强度已经达到了阴魂境5重天的标准，魂修本身就能轻松越级杀敌。我现在就算对上筑基7重天强者，也绝对能将他的灵魂瞬间震碎。是时候离开九灵宗了。阁主，我已经按照您的吩咐，将最后的一批丹药全卖出去了，一共13万灵石，其中8万灵石全部换成了资源，都在这里了。我闭关这1个月，宗门可有发生什么事情？回阁主，最近1个月宗门都在清理剑锋之人，其中最大的事情就是剑锋峰主的弟子李无风居然是邪修，打伤了执法堂弟子之后逃走了。据说这些年宗门失踪了很多弟子，都是被他血祭了。哦，那个李无风据说不是九灵宗大师兄，为人随和，对师兄弟很不错嘛，怎么会是邪修？是啊，李无风我也接触过，对任何人都彬彬有礼，的确看不出他是那种人，着实没想到啊。好了，我知道了，下去吧。好的，阁主，那我告辞了。那柳如风，我虽然将他重伤，却并没有杀死。那林无涯看来也不是什么善茬啊。这李无风风评那么好，突然变成邪修，怕是其中也有猫腻。罢了，一切和我也没关系了。百宗大战即将开启，我也是时候离去了。走之前，最后见一面大牛，给他留点东西。阁主，您怎么来了？来看看你最近状态如何。另外，我要离开宗门一段时间，给你送些东西，里面是一些丹药和灵石，你和你师父留着用。阁主，这太珍贵了，你救了我不说，还杀了剑锋峰主，为我和我兄弟报仇，我已经很感激了，不能再要你的东西了。让你拿着就拿着，有了实力，日后才能为我做事。可是，
没有可是，好好修炼。阁主放心，我一定努力修炼。师侄就是造化阁主的高徒叶宵了吧？是的，弟子见过宗主。师侄无需客气，这些是我九阴宗参加百宗大比的弟子，到了神霄城，你们可以相互照应。不好意思，宗主，老夫来晚了。吴长老来得正好，这些弟子就由你护送了。既然如此，那我们出发了。是非洲啊！真的是非洲，我还没做过呢。此番路上凶险，这一张护身符你拿好，不到万不得已千万不要用。我知道了，师尊，弟子去了，你保重身体。这符居然是筑基极品灵符，只是里面为何有着林无涯的灵魂气息？算了，不管了，和我没关系。小雪也走了，接下来就没有需要顾忌的了。我本将你当做我九灵宗未来的宗门候选人，只可惜你跟错了师傅。造化阁主，你毁我九灵宗基业，那我就用你的神魂换取一些资源，这样你我就两清了。属下拜见黑魂使。你发来的消息可否属实？真的有阴魂境五重天的炼药师？千真万确，属下亲眼所见。这等神魂，本尊若是炼化，定能突破到煞魂境。你将他找来，若是属实，本尊将赐予你大机缘。黑魂使放心，我这就将他叫来。不好，那造化阁主已经离开了宗门。什么？离开了？一定是你这废物打草惊蛇了！使者饶命，我这就将那造化阁主交好之人叫来询问，肯定能问出他的位置所在。若是找不到，就用你九灵宗抵命！拜见宗主，宗主让我们师徒前来，不知所谓何事？张长老，那造化阁主离开宗门去了哪里？你们可否知晓？阁主离开宗门了吗？我们也不知啊。那造化阁主不是和你们师徒关系不错吗？怎么可能什么都没说？宗主有所不知，阁主只是为了对付柳如风才帮助我们的。废物两个，居然什么都不知道！和他们废话做什么？直接搜魂！哼，人跑了都不知道，要你何用？使者饶命，他还有个徒弟，我知道他徒弟的位置。你没机会了！师傅，你怎么了？师傅，
师傅，我杀了你！哦，紫云玄雷是个炼制傀儡的好材料。这小子有个失踪的好友叫叶凌霄，而那造化阁主的弟子叫叶萧。难不成这叶凌霄就是那造化阁主的弟子，所以他才对这一对师徒这么上心？可那叶凌霄才入宗不到1年，为何林无因记忆之中已经炼气8重天？难不成那造化阁主早就收了那小子为徒，入九灵宗也只是想要借机加入神霄宗？这样就说得通了。既然如此，我只要在这里守着，那小子一旦知晓宗门出事，绝对会带着他师父赶回来，到时候就能将他们师徒的神魂都吞噬，正好还可以用这九灵宗所有弟子给我补充魂力。魔气，那是魔气！不知为何，总感觉心中有些不安。不会是要发生什么事吧？师弟，你在这里想什么？不去休息一下吗？没什么，就是想这一次去神霄宗会不会顺利。对了，师姐，你应该也才17岁吧？居然就已经筑基了，这等天赋，就算是在金丹大宗也是顶尖天才了吧？师弟，你天赋不是也很强？我情况不同，我师父用了很多丹药才给我提升上来的。那也得有天赋才行。对了，我来就是提醒师弟你，别被那些师兄带影响。修仙者当以修仙为重。我对这些不感兴趣，不过恕我直言，若是九灵宗继续如此下去，距离灭亡也不远了。唉，我也和师父说过，但是不知道为何，师父从未在意这些事，只是一味让我修炼而已。话说，师姐和你师父关系很好吗？我从小就是师父养大的，自然很好。师弟问这些做什么？没什么，我就是问问而已。好了，师姐，我先去修炼了。这就是神霄城，好雄伟的城门啊！这神霄城筑基遍地走，金丹强者都有不下100人，到了城里都给老夫低调行事。好了，我们走吧。站住！百宗大比期间入城的宗门出示信物，以防止魔修混入。将军，我等是九灵宗之人，此次前来参加百宗大比，这是宗门令牌，请过目。还真是九灵宗的。你们宗门都被灭了，还有心情参加百宗大比？什么？宗门被灭了？什么情况？我们才出来几天啊！不可能，宗门怎么可能被灭了？是啊，我们出来的时候还好好的。将军，我们九灵宗发生什么事情了？收到急报，你们九灵宗7天以前就已经被黑魂宗灭门了，无一人生还。黑魂宗？那可是我神霄域第1魔门呐！被黑魂宗盯上，那宗门肯定真的灭门了。我们现在成散修了。不可能，这怎么可能？难道师父也死了？无一人生还，你的意思是，所有人都死了？小子，你在质问本将军不成？是又如何？这小子才多大？怎么会这么强？师弟，别冲动，这里是神霄宗，我们还是先回去宗门看看吧。要回去你们回去，我可不想回去送死。是啊，那可是黑魂宗，谁知道他们走了没有？就是，现在回去和送死有什么区别？没想到你们居然如此贪生怕死，宗门可是有你们的师父和亲人。你说的轻巧，现在回去人都死光了，我们回去有什么用？这位长老说的不错，我神霄宗弟子已经前去查看，
而且这一届百宗大比你们可以继续参加，并且有优待。什么？还能继续参加，而且还有优待？太好了！这样我们岂不是也有很大可能加入神霄宗？你们居然觉得宗门灭门给你们机会入神霄宗是好事？你们还是不是人？好了，师姐，我们当务之急是先回去看看。师弟，你等等我！道子殿下，用不用老夫代劳？不用，我亲自动手。师弟，能不能慢点？我有点跟不上你了。师姐，我赶时间，得罪了。师弟，你做什么？快抢！这些可都是我们散之平时买不起的好东西啊！良品丹药，这是良品丹药！老三，你为什么？这东西给你也是浪费，我就收下了。不好！那些宗门的人来了，快跑！可恶，他们怎么来的这么快吧？我们散兽能搜到点东西就不错了。可恶，怎么都是废的？这九灵宗都没那么穷吧？那是你运气不好。不过这地方早就被九灵宗自己没死的那些长老搜过了。据说各宗宗主已经把九灵宗残存的长老围在宗主大殿了，等破了大殿阵法，可就发达了。大刀宗、灵水宗，好，连你们也敢来我九灵宗撒野了？哼！你们九灵宗都灭门了，徐长老你还在这里给我摆谱？哼！我们已经禀报了神霄宗，神霄宗的强者马上就到。你们现在如此趁火打劫，就不怕神霄宗的强者怪罪下来吗？只要我们在他们来之前把你们全部宰了，东西自然都是我们的。和他们废话做什么？直接上去破了他的阵法！所有人给我全部攻击！啊，不好，阵法又碎了！师弟，没想到你还隐藏了实力。你五行同修虽然只是炼气9重，但是实力比我强太多了。你要是去神霄宗，肯定能直接成为内门弟子。现在说这些也来不及了，等我们从宗门回去，百宗大会也已经结束了。我们或许有别的选择。我九灵宗几千年前是金丹宗门，老祖和天灵宗老祖乃是至交好久。虽然现在九灵宗没落了，但是那天灵宗依旧每10年给我们一个入宗名额。那个有几10个金丹老祖的天灵宗？不错，就是那个天灵宗。可是现在九灵宗已经被灭了，你师父大概率也死了，我们要如何才能使用名额？宗门令牌师尊出发前就给我了，况且你我天赋都不错，天灵宗不会不认的。宗主令牌就在你身上。师弟，你这么看着我做什么？你刚刚说了，这名额只有1个，你就不怕我杀了你，抢了你的宗门令牌？啊，师弟，你别开玩笑了。这也就是我，要是换做别人，我就知道师弟你是好人，和别人不一样。哼哼，要是换做别人，或许就放过你了。啊，师弟，你什么意思？开个玩笑，看把你吓的。哼，师弟你也不是好人。我要加速了，师姐抱紧我。师弟，你慢点儿。师姐，我们到了。那师弟，你可以放了我了吗？自然可以。师姐，你站好。这些宗门速度还真快，也不怕那魔修没走。师弟，能不能帮我去救救那些宗门长老？这些人我倒是能解决，问题是有人来了。什么？有人来了？
在哪里？你自己看。各位，这些人的储物袋都在这里，要如何分配？依我看，平分。哼，平分？我大刀宗人数比你们加起来都强，凭什么平分？就是凭什么？我看我们大刀宗得拿一半。哼，人数多就要多分，你人数再多，筑基强者也只有4个而已。神霄宗，2位是神霄宗的大人。2位大人息怒，我们只是路过的。哼，路过？路过的话，这九灵宗的人会全部死了？你们当我们是傻子不成？大人息怒，我们没有那个意思。好了，别废话，把你们所有人的储物袋都交出来，不然全部给我死！大人息怒，我们交。算你们识相。我怀疑你们还有私藏，我要好好检查一下。我们没有私藏啊，都全部拿出来了。对啊，我们连自己的家底都全部掏出来了，2位大人还要怎么检查？哼哼，自然是检查你们的尸体。 2位大人，我们可是正道宗门啊！对，我们都是正道宗门。你们这样，要是被神霄宗知道，肯定会惩罚你们的。只要你们全死了，谁知道我们做了什么？况且我现在只是看到了一群黑魂宗魔修，哪里来的正道宗门？你们怎么能这样？我们可是登记的正道啊！是啊，我们怎么可能是魔修？哼，你们刚刚不也是这么对九灵宗的吗？好了，你们放心，我动作很快的，你们不会感觉到疼的。这大殿下面居然还有个通道，这是怎么回事？师兄，据说这九灵宗曾经是一个金丹大宗，最强者更是达到了半步元婴。难不成这里有那半步元婴大能留下的传承？什么半步元婴？这要是获得这个传承，你我师兄弟这一次可是就发了。只是就是不知道传承够不够我们2人分。师兄，你刚刚那句话是什么意思？师弟，你误会了，我就是说说而已。这传承自然是谁有实力谁拿，况且这里有没有传承都是两说，别为了没有的东西伤了和气。哼，按照师兄你的意思，若是有传承，你岂不是要杀人夺宝？师弟，这话说的就伤感情了。再说你我都有宗门追魂印，师兄我还不想被宗门追杀。这倒是，既然如此，我们一起下去。那是自然。师姐，你知道那大殿下面的洞穴通往哪里吗？我也不知道，师父从未告诉我宗主大殿下面还有东西，难不成真的是老祖的传承？真要是老祖传承，那可不能让他们拿走了。可是这2位神霄宗的强者都是筑基后期甚至巅峰，你我绝对不是对手啊！这个我也知晓，不过不试试怎么？不好，快走！黑魂宗，你是黑魂宗之士！啊！可恶！神霄雷仆，给我破！这黑魂宗强者居然是阴魂境巅峰的强者，那个神霄宗的筑基巅峰在他手里居然一招都没撑住，应该是神魂受到重创了。他居然还没走，不过我们离这么远，他应该没发现我们吧？他已经发现我们了。好精纯的灵魂之气，如此精纯的灵魂，本尊还是第一次见。小子，你既然来了，那就别想着离开了。给我开！
小子，我该叫你叶凌霄还是叶萧？哼，叶凌霄是谁？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哈哈，小子，你还在装蒜？你是不是忘记了本尊是魂修了？而魂修最擅长的就是搜魂。狗东西，你把大牛怎么了？哈哈哈，自然是搜魂了。说吧，你师父造化阁主到底在哪里？只要你说出来，本尊可以考虑饶你不死。搜魂，你找死！吃我一招，无形剑斩！好强大的剑气，这怎么可能？死了吗？哈哈哈哈！想杀本尊，小子，你再修炼500年吧。哼，命还挺硬的。尝尝本尊的攻击。你居然也是五行同修，而且如此年轻就已经达到了炼气9重天，如此身体简直完美。那又如何？与你何干？若是能夺舍你的身体，本尊日后就能成为五行同修的金丹强者，再加上煞魂境的灵魂修为，就算是金丹巅峰也不是本尊对手。你要夺舍我，你就不怕我师父来杀了你？哈哈哈，他就算是煞魂境强者，到我黑魂宗也得跪着。小子，你的身体本尊收下了。终于上当了。可恶，这里到底是哪里？别费劲儿了，你在这里是出不去的。我宰了你！在这里我就是主宰。你要做什么？这个魔修到底是为什么来九灵宗将九灵宗灭门的？这是他灵魂炼化出来的精华，我特地留下了其中的记忆，不知道能不能知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林无涯，居然真的是你！作为一个所谓正道宗门的宗主，居然和魔宗勾结了几十年，我就说这九灵宗怎么上上下下都和魔门一样，原来从根就坏透了。可惜你被杀了，不然我把你魂炼了。对了，大牛，这黑魂宗使者之前准备将大牛的身体炼成傀儡，所以把他的灵魂和肉体都收了起来。灵魂和肉体都在，不知道能不能把大牛救回来。去吧。大牛的灵魂和肉体都在，可是要如何将它们融合在一起复活？另外，就连灵魂也很虚弱。对了，鸿蒙空间的灵魂之力极为纯净，可轻松炼化，先用来修复大牛的灵魂。至于复活，只能慢慢想办法了。果然可行。这样一来，大牛的灵魂就能无限地保存下去了。等我再炼制一枚储存肉体的丹药，就可以慢慢地寻找让他肉体和灵魂彻底融合的方法。那黑魂宗执事搜魂过林无涯，按照林无涯的记忆，
这晴雪从小都是被他当作容器来养，所以什么都不知道。不过也是，一个能不要命跑回来救宗门弟子的人，也不至于是什么坏人。况且我还得借助他的手加入九灵宗。既然如此，先去看看那所谓的元婴老祖传承到底是什么。按照黑魂宗执事的记忆，若非他之前炸了宗主大殿，怕是到现在都没有人知晓大殿下面居然还有这等地方。希望里面的东西不要让我失望啊，毕竟好歹是半部元婴的传承。这东西到底是什么材质？那黑魂宗执事无法留下一丝痕迹，周围的墙面也不是凡物，金丹下品的符炸过之后竟然一点事都没有。不管了，先全部弄到鸿蒙空间之中炼化了再说。鸿蒙空间，给我炼！道玄宗的令牌，这令牌居然是千年前九灵宗的老祖救了道玄宗长老对方给的。拿着这令牌就能加入道玄宗，这道玄宗可是化神大宗，其实力几万个天灵宗加起来都比不上啊！只是要加入道玄宗，居然需要达到金丹才行。不对，这应该说的是只要达到金丹，什么天赋都能加入。但是我现如今已经中品上赠的五行灵根了，等吸收了这一次炼化的灵根之气，绝对能达到上品五行灵根。五行灵根本就比寻常灵根强大不少，能达到上品更是比极品灵根好吸收。小宗门养不起，但是大宗门也绝对可以。先看看这九天灵诀到底是什么功法。这九天灵诀居然是道玄宗的功法，虽然是基础功法，却也直达元婴，而且最重要的是所有属性都能修炼。放在道玄宗或许烂大街，但是在神霄域绝对是顶级功法了。先提升我的灵根等级吧。上品中等五行灵根，这五行真气的质量居然提升了3倍不止，也就是说我的实力比之前强大了3倍。不过这消耗也多了不少。不过好在这一次我炼化出来了70万道纯净的灵气，足够我修炼到筑基后期了。而且现在的1道灵气，比之前的10道灵气蕴含的灵气量都要多，相当于700万枚灵石的灵气量。修炼的速度也是之前的10倍，只要1个月，我绝对能成功筑基。我这是怎么了？师姐，你没事吧？你是夜宵师弟？自然是我。你之前被震晕了，好点了没？师弟居然这么帅，也不知道有没有道侣。不对，晴雪在想什么呢？师姐你怎么了？头还有些晕吗？不应该啊。灵魂没事啊。我没事了，师弟。刚刚有些晕，现在已经好了。没事了那就好，有什么问题和我说就行。对了，师姐，你师父之前给你的符，可不可以借给我看看？师弟，你要符做什么？你马上就知道了。师父，这是师父的残魂。这可不是残魂，是分魂。我说的对吧，宗主？这是我九灵宗，果然还是被灭了吗？托宗主你的福，若不是你把那黑魂石找来杀我师父，九灵宗也不会被灭。什么？师弟，你说的是真的？师父，师弟说的是真的吗？那黑魂石真的是你找来的？哼，逆徒，你这是在质问你师父我不成？没有，师父，我只是……好了，事已至此，我也用不着再隐瞒了。那黑魂石的确是我找来的，
而找他来，为的就是吞噬了造化阁主的灵魂，然后他会赐予我九灵宗大量的资源。这么多年来，我九灵宗从快灭门变得再次强大，就是靠的黑魂使大人。只是没想到你师父居然提前离开了九灵宗，导致我九灵宗被黑魂使迁怒灭门。不过也好，你的天赋很强，晴雪，你助我抓住这小子，为师我只要夺舍了他，就能再次复活。师姐，你真的要抓我吗？师弟救过我，若不是他，我也被黑魂使杀了。师父，你要夺舍，就夺舍徒儿我吧。哼，逆徒，你居然为了这小子忤逆我，很好，反正为父把你养大也是为了夺舍用，今天就成全了你。哼，师姐，若是你想报仇，我随时在。我的仇人只有一个，那就是黑魂宗。师弟，你也是自卫而已。师姐理解就好。你现在有什么打算？我要去天灵宗拜师，提升实力。等我实力足够，就灭了黑魂宗，为师父和宗门报仇。你师父刚刚说要养你这么大，就是为了夺舍，你还要为他报仇？我不相信，师父从小待我如同亲生女儿，怎么可能是为了夺舍我？或许吧。不管如何，我和他的恩怨也清了，我也是时候离去了。天灵宗就不陪师姐你去了。师弟，你不去天灵宗了，你要去找你师父吗？我师父刚刚为了救我们，已经和黑魂使同归于尽了。什么？你师父也死了？对啊，我还记得之前黑魂使已经追上我们了，原来是造化阁主救了我们。师弟对不起，若不是我师父……你用不着道歉，这件事与你无关。可是师弟……好了，有什么话路上再说，还得赶路好几天呢。路上再说？师弟，你的意思是……自然是先送你去天灵宗。你一个女的，万一遇上劫修把你打劫了怎么办？师弟这话说的，我有那么弱吗？走吧，再不走，神霄宗的强者就要来了。师弟，你等等我。没想到啊，没想到，林霄，我小看你了，居然连传说之中的空间法宝都有。你倒是淡定，不知道自己快要死了吗？我早就死过一次了，又有什么好怕的？不过话说回来，那丫头是不是恨死我这个师傅了？她不信你会夺舍她。哼，这丫头怎么还是如此单纯？你这是做什么？想求我饶了你？我知道你就是造化阁主，还请阁主高抬贵手放过晴雪。那丫头什么都不知晓，只要你能放过她，阁主可让我承受100年、1000年的灵魂灼烧之苦。放心，用不着你说，我也会让你受尽折磨。那晴雪那丫头，原来你也害怕亲人被灭。可是这些年被你献祭的宗门弟子，还有我的好友大牛和张仙师，难道你就没有想过，他们也有家人，也有朋友兄弟？我自然知晓，可是为了宗门我没得选。当初我接手宗门的时候，宗门已经弱小到只有3个筑基，若非我用换取的资源招揽来大量筑基强者，九灵宗早就灭了。哼，九灵宗灭不灭，与我何干？好了，你可以去死了。好好在这里享受吧，或许有朝一日我会给你一个痛快。对了，师姐，你可否知道天极洲在什么地方？师弟，你问天极洲做什么？你想要去天极洲吗？不错，据说那里有很多元婴和出岫大宗，我想要去试试能不能加入，毕竟师父没了，我也得找个宗门。以师弟你的天赋，若是去天极洲加入出岫大宗，怕是都没有问题。我就不一样了，我的天赋加入个元婴宗门或许都难。师姐，你天赋也不弱，用不着妄自菲薄。师弟你就不用安慰我了，我还是先和你说说天极洲吧。师姐请赐教。我们皇朝的版图一般分为州、域、城、县几个等级，而我们神霄域属于玄天州。那天极洲呢？天极洲是距离我们玄天州最近的大洲之一，可是即使如此，要抵达天极洲也得横跨1000万里才行。1000万里？
那不是得御剑飞行好几年才能抵达？那还是师弟你的飞行速度快，寻常筑基飞行几十年都到不了。不过也用不着飞行，只要去神霄域花钱就能乘坐传送阵去到其他的域，只要这样转几十次，1、2个月就能到了。原来如此，这就好。唉，真羡慕师弟你财大气粗，这可是得花几十万的灵石啊！要是我，把我卖了都出不起这么多钱。师姐，你要是也想去，我们一起也行。算了，我和师弟你去就是累赘，等我实力强大了，一定来找师弟你。若是师姐你来，就直接来道玄宗找我，我准备加入道玄宗。好，一言为定。天灵宗果然比九灵宗强大不少。好了，我走了，师姐你照顾好自己。师弟，你也保重。先去神霄城看看能不能找到能让大牛灵魂肉体如何的丹药，若是不行，就直接去道玄域。问了10多家丹药店都没有我要的丹药，若是这神霄药房也没有的话，那整个神霄域大概率都没有了。先去看看吧。贵客，你来我神霄药房算是来对了。我神霄药房可是神霄宗丹峰峰主亲自开设的药房，你要的融魂丹，整个神霄域只有我们这里能买到。这融魂丹价值以何？另外效果如何？融魂丹乃是筑基极品丹药，而且极为珍贵，所以价格得40万块灵石才能买到。至于效果，完全足够寻常的筑基修士使用了。哦，40万吗？那给我来一枚。贵客，你确定？这可是40万灵石啊！而且得等半年的时间，因为这丹药只能我丹峰峰主炼制，最近他都没时间。什么？要等半年？我出60万灵石，能不能请丹峰峰主现在帮我炼制？什么60万？贵客，你莫不是开玩笑吧？我说真的。贵客息怒，这真的不是钱的问题，是峰主真的没时间。既然峰主没时间，那能不能把丹方卖给我？丹方？贵客是准备找别人炼制吗？恕我直言，整个神霄域能炼制这丹药的不超过3人。你就告诉我丹方卖不卖就行。这丹方其实是可以卖的，不过这价格最低也得50万块灵石。50万？怎么比丹药还便宜？丹药无法复制，但是丹方可以，很多地方都能买到这融魂丹的丹方。不过我们这里附带有我神霄宗峰主的笔记。原来如此，也是。这丹药之所以贵，是因为炼制的方法困难，就和那些寻常功法一般。哈哈，贵客说的不错，这也是为何炼药师高贵的原因。既然如此，那我要一份丹方和一份对应的药材，一共多少钱？一共55万灵石。贵客要不多买2份药材，一份怕是不够。一般金丹炼药师的成丹率在3成。也好，这里是100万的灵石，给我来3份药材和一份丹方，剩下的全部给我换成废丹。没问题。贵客稍等片刻，我去备货。一次性拿出这么多灵石，怕是少不得麻烦。不过只要我神魂修为也提升到阴魂境5重天以上，寻常筑基巅峰也不是我的对手。李长老，来大鱼了！一个散修居然拿了100万灵石来购买丹药。100万灵石？什么修为的散修？确定是散修？肯定是散修。连融魂丹的丹方都还要花钱买，背后绝对没有金丹宗门。我坑了他50万灵石，几万灵石的东西，你让他50万灵石买？周掌柜，你是越来越黑了。不过既然是散修，能拿出100万灵石也绝非常人。王长老说的是，这不是有王长老你在吗？您筑基巅峰的修为，区区散修还不是手到擒来？给他的东西你做好标记，等他离开神霄城再动手。毕竟若是被宗门发现，这大鱼可就没我们的份儿了。属下知晓。我已经下好千里追魂引了，只要在神霄宗附近，都逃不过我们的追杀。做得不错，下去吧。属下告退。贵客，这是您要的东西，都在这里了。好，钱货两清，那我告辞了。贵客慢走。这神霄药房居然也干杀人越货的勾当。看来这宗门和那九灵宗也没有什么区别，都不是什么好东西。罢了，先修炼。
等筑基之后，让他们知道，我敢拿出100万灵石，是因为有足够的实力。厉长老不好了，千里追魂引的标记消失了！消失了？这怎么可能？那可是筑基极品灵符，除非是阴魂境后期的魂修或者金丹强者，不然不可能发现，更不用说是抹除了。现在的灵气比之前纯净了7倍，居然10天不到就达到了炼气巅峰，是时候炼制筑基丹突破了。差点把你忘了，罢了，看得心烦，给你个痛快吧。我要突破筑基的话，需要的筑基丹1米可是不够。那黑魂使灭了整个宗门，获得的筑基丹足足20枚，全部提炼成完美品质的话，绝对足够我突破了。完美品质的筑基丹足够了，那就是筑基材料了。我要铸就一个强大的道基，仅只是这些筑基上品的材料绝对不够，得用灵根之气升级一下。金丹上品的筑基材料铸就的道底居然如此强大，这随便一拳的威力，绝对比寻常筑基7重天全力一击还要强。现在我若是全力爆发，怕是能和寻常筑基9重天甚至10重天战斗了。既然如此，也是时候炼制融魂丹了。吸收灵魂之气，提升悟性的同时炼制丹药，居然一次性就炼制出筑基极品的良品丹药，用鸿蒙空间炼化成完美，绝对能让大牛成功复活。好好睡一觉吧，等醒了就是新的人生了，到时候要过什么样的日子，你自己决定。不知不觉，距离离开已经快1年了，村子还是没有太大的变化。到家了，大牛。这修仙界尔虞我诈，没有背景和实力，最终逃不过死亡的命运。这里的金银足够你衣食无忧一辈子，还有几千灵石，未来的路如何走，看你自己了。我这是在家里，什么情况？这是……叶哥，你果然没死，没想到你居然是阁主的弟子，怪不得阁主对我们这么照顾。可是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你还活着，害我担心那么久？你放心，我会好好活着，等着见到你的那一日。只是我不甘心。
为什么师父这么好的人会不得善终？为什么？我要为师父报仇！就算魂飞魄散，我也要灭了黑魂宗所有人！让我看看，是神霄宗的什么人，居然敢来打劫我！等一下见到他，直接斩杀，不要节外生枝。那是自然。这肥羊能拿出那么多的灵石，手中肯定还有存货。这次我们怕是发了。终于来了，这么快的速度，看来实力不弱。贵客，我们又见面了。掌柜的不远千里来找我，不会是因为多收了我的钱，准备来退钱吧？哼，牙尖嘴利的小子，不过只是个筑基一重天，居然如此嚣张。长老和他废话做什么？直接杀了他不就行了？正好用你们来试试看，我现在的实力到底有多强。神魂法相，阴魂境巅峰，你到底是什么人？自然是杀你们的人。阴魂境巅峰又如何？本长老先灭了你的肉体！什么？筑基巅峰，也不过如此。我的神魂境界达到阴魂境3重天，对付不修炼灵魂的寻常筑基巅峰修士，已经足够了。至于术法境界，刚刚爆发全力，也只是勉强挡住对方的攻击。对了，这人的雷系天赋很强，不知道能不能把他的雷灵根也融合了。五行灵根居然和雷电灵根完美的融合了，灵气强度比之前翻了1倍不止啊！现在我的灵根得叫做五行雷灵根了，虽然等级依旧是上品中等，不过比寻常的极品灵根凝聚出的真气都要强大。不过这神霄宗居然坑了我几10万灵石，离开神霄域之前得把这个仇报了。不好，李玄长老死了。前不久他的师弟才刚刚陨落，大长老气还没消，这下麻烦了。这衣服不合身还真是不舒服。黑魂宗、神霄宗，一个神霄域最强大宗门，一个最强大魔门，不知道若是打起来会是什么场景。雷系果然不愧是寻常元素之中对魂体杀伤力最强大的，这一招下去，黑魂宗估计得死上1000个弟子，也是时候走了，不然就走不了了。陈霄宙，好，好，好！神霄宗，你们居然胆敢对我黑魂宗驻地直接出手，找死！魂主，属下请求出战，属下也请求出战，杀！听说了吗？黑魂宗率领大军要攻打神霄宗。当然听说了。现在2个宗门在那黑山涧对峙，这要是神霄宗输了怎么办？还能怎么办？逃命啊！黑山涧吗？去看看。
魂主，你我两宗井水不犯河水，为何要攻打我神霄宗？哼！你神霄宗敢炸我黑魂宗，今日不给个说法，你我少不得一战！哼！那我2个徒儿被你黑魂宗执事斩杀的仇又该如何？那又如何？我黑魂宗杀人，还要请示你们不成？你什么意思？等等，不对劲！我神霄宗的确没有炸你黑魂宗，我们正在百宗大比，断不可能在这个节骨眼对你们动手。哦，你的意思说有人想要我们2宗打起来？不错，很有可能。你我相争2败俱伤，对于很多宗门可都是好事。不如你我现在退去。什么？撤退？哼！不想退的可以留下。哼！这件事本魂主会回去好好查查。若是真是你们神霄宗干的，我届时还会再来。这人是谁？好强啊！是啊，这么强大，没见过啊！黑魂宗所有人撤退！怎么撤了？这黑魂宗被打怕了。这么多尸体，要不是天空之中还有那些金丹强者，我把他们全部炼化，应该能凑齐我突破到金丹的灵气了。师兄，原来是你！我刚刚看到你杀了好多魔修。你们是准备回去了吗？是的，师兄。我们准备把这些师兄弟的尸体先集中起来，然后一起送回去。就是现在还没找到护送的长老。为何没有长老护送？那些长老和实力稍微强一些的师兄，都还要清点自己的战利品，怕被别人冒领了功劳，一个个都推脱。可是我们实力低微，万一路上被邪修盯上，我们都得死。我师兄为了宗门战死，没想到宗门竟然连送他回宗入土都要推脱。原来如此，既然这样，不如由我护送这些师弟回去吧。是啊，我刚刚也看到了师兄的英姿，有师兄护送，那绝对没问题。好了，你们去把其他师兄弟的尸体都送到我这里，等一下我就出发，尽快送他们回家。好，师兄，我们这就去。师兄，麻烦你等等。好了，我先回宗门了，剩下的东西就交给你们了。嘿嘿，我就说来找这些师兄哭诉，他们肯定会心软。这师兄要是知道我们算计他，会不会生气？哼，他们这些核心弟子拿着宗门最好的资源，给宗门做事也是应该的。就是，凭什么杀敌时候我们冲在前面，打扫战场拿攻击的时候他们来？不过话说回来，这师兄走了，他的功绩岂不是没人认领？对啊，那我们岂不是可以把功劳冒领了？对对对，反正他也不可能知道是谁抢了他的功绩。对，快点去，不然等登记结束，可是就轮不到我们来冒领了。虽然储物袋都被拿走了，但是这些尸体可都是筑基境界的。上品上等5行雷灵根，而且无限接近极品灵根。哼，不过话说回来，那些弟子还真以为我看不出他们在演戏，一个个演技那么差，真以为我在九灵宗被骗这么久是白过了。现在2大宗门估计都猜到是有人捣乱了，估计很快就要开始排查整个神霄城，再不走就来不及了。趁现在离开神霄域，等达到金丹之后再回来灭了黑魂宗，希望别出什么变故哦。这位前辈，我要乘坐传送阵，麻烦帮忙开启一下。我神霄宗的传送大阵已经关闭，要传送的话，1个月后再来。为什么关闭了？能不能通融？我真的有急事，可以多花钱。
这一次正邪大战，宗门高层怀疑有人暗中挑拨，导致我神霄宗死伤惨重，再多钱也别想走。怎么，这么急着走？难不成你有问题？前辈说笑了，您看我有那个实力吗？我看你问题大得很，先给我回宗门说清楚。前辈息怒，你看这是什么？传送一次价格是3000灵石，这里2万灵石，多余的就孝敬前辈你了。小友看来真的有急事，既然如此，我会行一个方便。多谢前辈，我去青木域。青木域嘛，可以，小友去阵法之中等着就行。这小子一个筑基一重天，为了离开竟然舍得花这么多钱，难不成真的有问题？可恶，早知道要他3万灵石了，要少了。管他是不是有问题，让执法长老去抓回来。只要有问题，我还能混个功劳。到时候就说这小子是宗门消息下发之前就离开的，就和我没关系了。这样，要是这小子隐藏底牌什么的，我也不会有事。师叔，既然那小子有问题，为什么不当场拿下？哼，要是我拿下了，那灵石还有我的份儿。况且，万一他有什么强大底牌，你我都得死。还是师叔你想的周到。这就是青木玉，据说是建在一株生长了足足10万年的古树灵植之上。不过这灵植据说除了单纯的大一些之外，没有任何的神异之处，不然的话早就被那些元婴甚至化神大能带走了。这青木玉炼药师众多，正好把这一次收获的法器和丹药全部处理了。虽然那些个神霄宗弟子的储物袋都被其他同门搜刮了，不过我斩杀黑魂宗的那些魂修的时候，可是爆出来了不少的物资。正好这青木玉灵植很多，多买一些废弃的药材，提升实力。贵客，我是万木阁筑基极品鉴定师，你有什么好东西都可以拿出来。那个，我要出售的东西都在这里，你给我估个价。好的，贵客，我这就给你好好看看。好多的法器和药材，贵客您稍等，我得好好看看。请便。筑基极品雷系长剑，品质良品，价值30万灵石；筑基上品丹药，价值5万灵石；筑基上品法器，价值6万灵石。所有东西全部加起来255万灵石，算260万灵石，您看如何？这个价格已经是整个青木域能拿出的最高价格了。这个价格还算公道，就个价格。多谢贵客的礼补。对了，我们万木坛今天晚上有一场拍卖会，贵客您要是参加的话，我给您留一个贵宾室。拍卖行都有些什么好东西？这一次不仅有各种金丹材料，甚至还有一张破戒符哦。破戒符？那是什么东西？贵客有所不知，最近我们玄天州和天极州的交界处出现了一片虚空乱流，据说是某位大能路过导致的，所以传送阵已经用不了了，寻常飞舟也过不去。只有使用破戒符才能安稳横渡。传送阵用不了，那绕着传送呢？或者绕着飞行也不行吗？贵客真会开玩笑，要是绕着飞行，最少几10年；绕着传送的话，多花上百万灵石，还得多花1年时间，还不如直接买几10万的破戒符呢。原来如此，那就麻烦给我留一个位置吧。好的，贵客，这是令牌，您今天晚上准时过来就行。天字1号房。好。我晚上一定来。欢迎各位来到我万木阁10年一次的金丹拍卖会。我们万木阁将会为你们献上35件金丹级别的拍品。这第一件物品就是这狂言刀，乃是金丹下品良品品质的法器，起售价10万灵石，每次加价不得低于5000。我出11万。老子出15万，我出20万。贵客除了破剑符，也可以看看我们这里的法器哦。
金丹级的魂系、雷系法器有的话，我可能会要。至于其他的就算了。那贵客您算是来对了，我们这一次还真的有。你看，这不就上了？接下来是我们的第13件拍品，乃是魂修之中的念师专用的飞刀类武器——紫蛟梯形雷刃。金丹上品级别，蕴含强大的雷属性，底价50万灵石。什么？蕴含雷属性的魂刃？好东西，我出60万。已经60万了，还有没有人加价？魂修的雷属性武器，这东西还真是特地为我准备的。我出80万灵石。老夫出85万。我出100万。100万？谁呀？这么有钱啊？100万，已经100万了，还有没有人加价？可恶，哪里来的小子居然坏我好事？这可是100万啊！老夫出105万。我出120万。120万，肯定是有钱的主，不然怎么可能天字1号房？老夫不要了。恭喜天字1号拍下这件珍品。接下来我们拍卖下一个拍品——冰魄剑。哼，别有命买，没有命用。公子，你花这么多钱，就不怕破戒符被炒得太高吗？你不是说破戒符只要几十万吗？是几十万，不过只是起拍价。而且这一次铁木家的少主铁心可是都来了，他家有半步元婴的强者。这一次为了让铁心去道玄宗拜师，怕是准备了不少灵石。哦，去道玄宗拜师？难道公子你不是要去道玄宗拜师？是去道玄宗，不过我不一样。你和我说说他们去道玄宗怎么拜师的。公子真逗，拜师还能有什么不一样？既然公子好奇，那我就和公子说说。这道玄宗乃是天极州最强大的宗门之一，每隔10年会有一次收徒大典，而这次大典正好是在2个月后，所以这破戒符的价格才会水涨船高。原来如此，那看来我得多花点钱了。公子财力雄厚，肯定能拿下这破戒符的。或许吧。接下来就是我们最后的一件拍品，也是这一次的重头戏——破戒符。此符的效果可以让诸位在虚空乱流之中存在1个月的时间，足够诸位横渡虚空乱流了。起拍价50万灵石，每次加价不得低于5万。终于来了！我出60万。哼，才加10万，你不如别加。我出80万。可恶，我出90万。长老，你有种根啊！110万。铁心少爷出110万，有人加价吗？他就是铁心，看上去也没你说的那么有什么实力啊。那是自然，比起公子差远了。公子你准备出多少钱？我不拍。什么？公子你不拍？不错，这东西在我眼里不值那个钱。那公子要如何穿过虚空乱流？这个是秘密。另外这里有200万灵石，给我全部换成废丹和废弃药材。200万，全部都换？怎么？没有？有，公子您稍等。好，既然没有人出价，那110万第一次，110万第2次，第3次。恭喜铁心少爷夺取破戒符。刚刚天子1号怎么没出手吧？有可能，毕竟刚刚才花了120万。可能对方就不是冲着破戒符来的。刚刚那小子怎么没加价？看他样子似乎很有钱啊。那还用说，肯定是没钱了呗。不对，这小子该不会打着要黑吃黑的主意吧？不会吧，少主，真要是那样，你我要不要叫老祖来？怕什么？小爷我可是觉醒上品上等兔木灵根的筑基巅峰，寻常金丹都不是我的对手。对啊，少爷这么强，家族都放心让你一个人来。这小子若是敢来，直接宰了。对，就是如此。不，我的意思是，我们直接去找他，他手里的飞刀送给我娘做礼物，正好。没错，这种好东西让他拿着，可是暴殄天物啊！少爷，到时候我打头阵。公子，你买的东西，包括那武器，都在这里了。东西不错，既然如此，那我就走了。公子慢走，有空就来玩哦。那是自然。既然来了，就别鬼鬼祟祟的躲着，出来吧。既然找死，那就成全你。小子，你应该也认识本少。既然如此，交出储物袋和身上所有值钱的东西，本少可饶你不死。认识你？你算什么东西？也配我认识？哼！宰了这小子！2个筑基7、8重天的废物也敢对我动手，让你们看看什么叫做木属性。
怎么回事？地面怎么了？不好，我感觉到一股强大的木属性灵气。小心，这里不对劲。五行属性的木质灵气，你居然是五行灵根！怎么，现在知道怕了？小子，我可是铁木家族的少主，我爷爷是半步元婴的强者，你别过来！半步元婴，那也得找得到我再说。我有坠魂印，你杀了我，你也跑不了。是吗？那我可得好好试试。前辈看了这么久，也是时候出现了吧？五行同修，若是寻常修士，怕是10个筑基巅峰也不是你的对手。前辈不也一样？阴魂境大圆满，40-50个筑基巅峰都不是你对手。小子，你居然能看穿老夫的修为，不简单呐！看来对付你得用一点手段了。不巧，晚辈我也略懂一些魂修的手段，请前辈赐教。前辈可还好？要是没死，我再送你一程。臭小子，没想到你居然也是阴魂境大圆满，而且已经快要杀魂境了。所以，前辈你准备好受死了吗？小子，你虽然强，还是太年轻了。你没有发现周围一切都有些不对劲吗？看来小看前辈你了。小子，老夫给你上最后一课课，想要黑吃黑，就得做好十足的准备。多谢前辈赐教，只是前辈这一课应该给自己上。怎么回事？给我开！前辈，你这阵法还真是不简单。若是几天之前的我，还真的挣脱不了。这位小友，恕才相戏耳，老夫只是和你开个玩笑。你看你的脑袋像不像玩笑？像的话，我也给你开了。小友饶命啊！老夫修仙不易啊。修仙哪有容易的？破戒符，金丹上品灵符，怪不得价格这么贵。有了这个，横渡那虚空乱流就简单多了。居然只有2个人找我麻烦，我离开万木阁的时候可是一点都没有隐藏啊！看来这万木城的民风比神霄城好一些，还想着多来几个送死的。罢了，先离开吧。这铁木家族可不简单，别被他们的老祖给抓到了，那就死定了。这老东西居然还有个藏宝图，居然还是1000年前青木域最强大的无敌元婴强者玄雷尊尊的秘境。怪不得泽老东西非要买那把飞刀，估计是和这个秘境有关。既然如此，那我就去看看。不过走之前正好七铁木家族的秘密藏宝库逛逛，正好手里的钱都花完了。果然不愧是一个金丹家族的秘密宝库，这么多的东西，加起来得几百万灵石了吧？这下算是便宜我了。动静这么大，铁木家族的人应该已经堵住出口了，看来只能先去鸿蒙空间躲一躲了，正好处理一下这一次的所有收获。可恶，到底是谁？
果然不愧是半步元婴的家族，居然让我的灵根提升到了上品上等5行雷灵根，去那遗迹也有更多的保命手段了。什么情况？什么？这小子哪里来的？一个金丹3重天，2个筑基巅峰吗？还好。不好！应该就在这附近了。不过话说回来，这一道裂痕绵延数万公里，好像剑痕，到底是什么级别的存在才能砍出来？这里就是陨雷秘境了吗？把秘境建立在这种地方，这陨雷尊者的实力果然非同凡响。就是不知道这所谓的传承是什么，希望别搞什么夺舍的戏码吧。金丹级的傀儡吗？看来得用全力了。行雷灭！神霄九雷灭！这些材料虽然只是金丹中品的材料，但是数量却极为庞大，全部炼了不知道能给我提升多少的灵气。这门这么大，要怎么才能打开？这东西居然还能听话，好大的剑啊！这得多大的力气才能拿得起来？小子，实力不错，连我的密罡傀儡都能击败。前辈说笑了，那傀儡不过只是金丹3重天的实力而已，击败他倒也不是什么难事。若只是单纯击败那傀儡，的确不是什么难事。但是你可知道，那傀儡的实力是按照比你高一个大境界来定的。按照我的境界来定，那就是我得越级一个大境界才能击败他。这能有几个人能击败？不错，所以我这个传承数千年了还没被人获得，就是这个原因。而且我这里设置了阵法，只有20岁以内的筑基才能进来。前辈要求这么高，就不怕自己的传承断绝？哈哈哈哈！断绝又如何？总比把本尊的传承留给废物来得好。这倒也是。所以前辈准备给我什么传承？小子，你就不怕我夺舍你？前辈说笑了，自然怕。不过我相信前辈不是那种人。哈哈哈哈哈！你小子看样子也不是什么善类，应该是有什么底牌吧？不过你放心，本尊若是想要夺舍，就不会把传承要求设置的这么高了。所以我才说，我相信前辈。毕竟要夺舍，得趁着刚刚死的时候，灵魂之力最强盛的时候夺舍。几千年之后，再强大的灵魂，怕是也很虚弱了。是啊，还好等到了你，不然我这传承就真的失传了。好了，废话也不多说了，本尊先和你说说本尊的传承有哪些。此乃陨雷剑，乃是元婴极品法器。你认主之后，可调节其重量，最高可达1000万吨。1000万吨，这么重，寻常元婴巅峰怕只能勉强拿起来吧？不错，所以这就得需要修炼我的另外一个传承秘法了。神魔之躯，这是什么功法？修炼到第3层，居然能以元婴巅峰的修为击败出鞘。本尊在玄天州被称之为无敌元婴，靠的就是这强大神通。
只可惜遇到了那主修邪术的血魔老祖，被他阴了一手。虽然灵魂逃离，但是肉体估计已经被他炼制成傀儡了。血魔老祖吗？晚辈有机会一定为前辈报仇。那老东西现在要是还活着，最少都是出窍境，再加上本尊的肉体炼成的傀儡，寻常出窍后期都不一定能拿下他。你日后能达到那个实力的可能性并不大。那是自然，打不过的话，也就只能对不起前辈你了。你小子倒是一点也不客气。好了，我的时间也到了，你以后就是这剑的主人了。云雷剑，元婴极品法器吗？好强大的威力，我就调动了一点点的寻常雷属性而已。这要是使用5行雷属性，威力还能提升数倍。陨雷前辈虽然没有留下什么的多的资源，但是这些顶级法宝和秘法，就算是几百亿下品灵石都买不到。这一次算是赚大了。先去道玄宗，一路上修炼的话，不知道能不能提升到筑基5重天以上。这就是虚空乱流，居然如此恐怖，怪不得寻常人无法穿越。还好我去了青木域，弄到了这破戒符，不然的话，要横渡这一片虚空乱流，绝对必死无疑。这破戒符虽然等级不高，似乎专门克制这等乱流。这一片区域据说是强者出现导致的，可是什么级别的强者，仅仅只是路过就能弄出如此恐怖的动静？这沿途上死亡的人加起来，怕是有1000亿不止了。这些雷似乎都不是寻常的雷霆，越发强大的雷霆越适合炼体。既然如此，这段时间就用来修炼一下我的神魔金身。仅仅只是第1重天，我的肉体力量居然足足提升了3倍不止。现在的我最少拥有300万公斤的力量，而且这20天的修炼，境界也提升到了筑基5重天了，神魂也阴魂境大圆满。不过，这也快要到天极洲了，等加入道玄宗之后，再想办法突破煞法境了。果然不愧是化神大宗所在的驻地。这次来对了，我有鸿蒙空间，在这种地方才能快速成长起来，而且也用不着杀人越射。不过道玄宗的收徒大典还有几天的时间，正好去买一些材料，把我的灵根提升到极品。极品5行雷灵根，这个等级的灵根，即使是参加考核不使用令牌，也能加入道玄宗了。若是能考进去，自然比走佛门好不少，也用不着受人白眼。这就是大宗门底蕴吗？这测灵石居然这么大一根。另外，周围的人实力居然都是筑基7、8重天以上，我的修为反而是最低的。居然是不到20岁的金丹境界。是萧天，萧家大少爷，据说他是传说之中的地灵根。看来这一次的道子位置非他莫属了。道子位置，那是什么？此次收徒大典，天赋最强者可成为道神宗道子。这道子是什么东西？道子就是可以直接成为道玄宗老祖的弟子，这种机会1000年不遇。若是寻常要想成为道子，得在宗门核心弟子大比之中拿下第1才行。
多谢兄台解惑，不知兄台高姓大名？断剑宗洪剑。我看师弟你应该也是剑修吧？身上剑意如此强大，等加入了剑锋，希望和你有机会一战。倒下的人全部淘汰，剩下的人一个个来测试灵根，上品灵根者留下，上品以下的灵根若是单属性可入外门，剩下的全部淘汰。一群废物，大爷我给你们打个标。火属性地灵根，而且还是单属性的，和传说之中果然一样。是啊，果然不愧是萧家大少。很好，火属性地灵根，资质顶级。哼，好了，下一个上来测。上品上等木属性灵根，资质中等，可入下一轮。下一个，上品中等金属性灵根，资质下等。下一个。变异雷属性灵根，这好像是紫霄玄雷啊！紫霄玄雷，5品异种雷霆，有意思。切，极品下等灵根，就算变异又如何？也是垃圾。哦，居然是异种雷霆，这天赋相当于寻常单属性普通灵根的极品上等，很不错，资质顶级。哼，就他也配和我一样顶级？哈哈哈哈！好，好，好！极品上等变异剑灵根，资质顶级。哼，这位长老，你该不会是老年痴呆了吧？极品上等的剑灵根是顶级也就算了，刚刚那小子不过只是极品下等，凭什么也是顶级天赋？你莫不是收了人家好处？是啊，这地灵根也只是顶级，极品下等凭什么也是顶级？对啊，对。哼，尔等是在质疑老夫不成？那剑灵体本身就是变异属。比寻常单属性灵根地灵根攻击力还要强大，而这变异雷属性灵根，则是因为雷属性本就比寻常属性强大，而这变异的紫霄玄雷更是雷属性之中王者，其攻击力虽然不如地灵根，却也差不了多少，因此老夫将它定位顶级天赋，有何不妥？哼，那又如何？都是两个废物。本次收徒大典成功晋级的人数为3000人。晋级者全部随我来。简直是鬼斧神工，这得消耗多少的人力才能建出如此雄伟的天梯？果然不愧是化神大宗啊！此乃道玄天梯。有化神神念镇压，这第2轮只是考核道子标准，只有走到我们面前，才有资格成为道子。只要超过1000层天梯，可直接入内门；3000层可直接入核心。区区9000层的台阶，本大爷直接登顶给你们看看。不错，今年我道玄宗可是出了3个天才，多亏了宗主您想的好办法，用道子名额吸引天骄。殊不知这道玄天梯，我道玄宗从未有人能登顶。哈哈哈哈哈！还是宗主你骗人技术强，就是有点不地道，是吗？那这里面那个变异雷属性的天才，我可是就分给术法峰了。什么？变异雷灵根？宗主，你说真的假的？真的假的和你有什么关系？你一个炼体的，把这么好资质的天骄给你，岂不是误人子弟？来我术法峰才是最好的选择。放屁！我虽然主修炼体，但是我惊雷峰可是属于雷属性大峰，炼体只是我的个人爱好而已。好了，霸品主修雷法，
这惊雷峰又有先天雷罡之气，这小子去惊雷峰也是不错的选择。哈哈哈哈！还是宗主你好，这小子我要定了。选法，你小子要是想抢，就和我打一架。当然，就算你赢了，我也不给你。和你这个疯子打架，我脑子还没出问题。罢了，这小子就给你了。但是那萧天，你们可是不能和我抢了啊！哈哈哈哈！那小子嘴那么臭，要是我弟子，怕是早就被我锤死了。这性格配你正合适。那红剑我要了，谁想要可以和我一战。那是自然，这天生剑体和师弟你天生契合，只要日后好好培养，或许就是我道玄宗的剑锋下一任锋主了。这些废物连1000层之前都这么费劲，到了宗门也是打杂的命，也不知道来做什么。可不是谁都和你一样投了一个好胎，你的天赋去那些渡劫合体大宗照样也是废物。我要是废物，那你就连废物都不如，还是一个被灭宗的丧家之犬而已。小子，你又是哪里来的？神霄玉。神霄玉，那个连元婴都没有的穷乡僻壤，果然是个废物。你要是再聒噪，我不介意送你回第1层。废物！你居然敢和本大爷如此说话，找死！我操，好强的肉体力量！这小子也是体修，还有这萧天也太废柴了吧！不是，你哪里看出来废柴的？我们纯术法的被你们体修近距离偷袭，被秒了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去，就算如此，金丹3重天被筑基6重天秒了，就算是被偷袭的，那萧天也还是废物一个。霸天这话不无道理，不过不能说萧天废物，只能说这孩子不简单，他的真气强度甚至比肩你我。什么？真气质量比肩出阙？这怎么可能？他才筑基啊！除非他是传说之中的天灵根，不然绝对不可能。是啊，宗主，你该不会想要和我抢徒弟，所以特地编出来骗我的吧？如此离谱的事情，你当我们傻啊？师兄说的不错，而且这小子还有强大的剑意，即使是比起红剑那剑灵体，也弱不了多少。等等，长风，你小子什么意思？是要和我抢徒弟不成？若是他愿意拜我为师，我不介意和你一战。可恶啊！长风，你有种不用剑，真男人就是要拳拳到肉的战斗才爽。好了，师弟，你已经有红剑了，就别和霸天抢了。况且，到时候拜谁为师，还要看那小子自己的决定。小子，我要你死！他可是萧家少主，家族之中有出鞘强者，师弟就不怕得罪了他？他萧家再强，还能比道玄东强大不成？这倒是，不过你还是小心，宗门之中可是有好几个萧家的元婴级别长老，另外他还有一个哥哥，实力非凡。多谢提醒，接下来就要进入3000层，得小心。这么快就3000层了，这叶灵风和红剑的肉体不错，只是第300层之后，考核内容就变了，考核的真元强度，肉体反倒没有那么重要。道玄天梯9000层，想要走到顶端，需要同时肉体、真气、灵魂同时超越同等级的寻常修士至少7个大境界，这绝对是不可能的事情。以往能达到6000层的人，每一届不过1人而已。师兄刚刚不是说了，我这徒儿真元强度比肩出阙，绝对是第一个达到6000层。叶兄，你先走吧，用不着等我。既然如此，那我在顶层等你。顶层，我怕是这辈子都没机会了。不试试怎么知道？那我先走了。哈哈哈哈！你看，我就知道，我这徒儿绝对是最强的。那红剑小子都差点不行了，他和没事人一样。不过这最后3000层才是最难的，这里考验的是神魂和心境，只有信志坚定且神魂足够强大，才能走到我们面前。废物一个，让你2000层也爬不过我，看我怎么追上另外那个小子。萧天终于追上来了，作为法修第2阶段，对他而言很简单。哼，你懂个屁！那红剑主修意境，一旦踏入6000层以上，如鱼得水，到时候你那徒弟连他的屁都闻不到。
给我开！怎么，走不动了？刚刚不是很狂吗？有说话的力气，不如多走2层。叶兄都已经8000层以上了。为什么师傅你不来救我？是你害死了我，害死了宗门所有人。害死你们的人，不是林无涯吗？就和你当初带入宗门时候教导我的一样，修仙界实力为尊，稍有不慎被人打杀也只能认命。当然，话虽如此，若是真的有朝一日我有逆转阴阳的实力的时候，我会复活仙师你的幻境梦。居然让我都无法挣脱，只能依靠心境才能破除。宗门手段果然强大，不过若是只有这等水准，那这97层的天梯不足为惧。8500层了，这已经破了我道玄宗的记录了。哈哈哈哈哈哈！8800层了！完了，8900层了，马上就上来了。登顶难道不好吗？当然是好事，可问题是，登顶他就得成为道子，拜入老祖门下呀。啥玩意儿？我这徒弟没收成，反而成我师弟了？等等，老祖必死关，这件事他老人家并不知晓吧？是啊，我为了招到其他大洲的天才，特地放出的消息。本想着没有人能走通道玄天梯，谁能想到失算了。嘿嘿，要不这样，反正老祖闭关，我们先忽悠这小子一手，让他先拜我为师，等老祖出关，再让老祖收他为徒，如何？对啊，我怎么没想到？霸天，你哪里来的多余的智慧？师兄，你什么意思？那个，我没有这个意思。先这么办吧，总不可能让老祖出关吧？这就是最高层吗？风景果然不错。好小子，知道你强，没想到这么强。体修、魂修、法修3系统还能到如此高的水准，相当于同时拥有3者的地灵根水准了。前辈说笑了，晚辈只是稍微有点机缘罢了。你也不必过谦，萧家小子用了秘宝，也没有达到你的成就，足以说明你的天赋之强大。不过现在需要和你说一下道子的问题。前辈请讲。按照我道玄宗的规定，你能到这里，可直接拜我道玄宗老祖为师。只是老祖恰逢闭关突破，他老人家不在，收你为徒只能暂且等等。不过你放心，你的待遇依旧是按照道子的待遇来计算的。所以你现在要在我们这些人里面选一个封主，暂时当你的师傅。当然，你选谁都可以，看你自己想法。不过我可是整个道仙宗最强大的体修，还是雷属性的。你不用有压力，想要选谁都行。我是剑锋封主，所有人之中战力最强。我是术法封封主，来我这里，你能学到最强大的雷系术法9天神霄咒。放屁！那咒法我惊雷锋的才是正版。还有无风，你除了剑还会什么？会什么不重要，我有一剑足矣。放屁！若是有剑就够了，那还要其他锋做什么？宗门设立你一个剑锋不就够了？那也可以，倒是我赏你一个长老当道。你们2个够了。我说过，一切以林霄自己的选择为主。叶小子选我呀！我二徒弟是整个道神宗最漂亮的，多少核心弟子为了见他，可是天天在惊雷峰下等着。到时候我把他介绍给你做道侣。前辈说笑了，弟子暂时还没找道侣的想法，不过拜前辈为师倒是可以，正好我最近主修肉体和雷法。哈哈哈哈！好，你拜我为师，我一定把最好的雷法传授给你，绝对让你的实力比现在强几倍。既然凌霄你已经有了选择，那自然最好。你别看霸天粗鲁，但是他手下的2个弟子可都是我道神宗最顶级的天骄。宗主，你终于说了句人话了。当然，缺点就是有可能被他的臭嘴连累，然后被打死。好了，既然决定了，我就先带我的宝贝徒弟先回惊雷峰了。好徒儿，这里就是我惊雷峰了。
我惊雷峰人数不多，只有不到1000人，而住在山顶更是只有我们师徒几人。你还有一个师兄和师姐，人少一些好。我这人不喜欢热闹。哈哈哈，所以说你来对了。我操！师傅，你还真的骗来了一个师弟啊！你小子会不会说话？什么叫做骗？师傅，你看看周围，不骗谁会来我们这里？你小子懂什么？修仙之路艰难，只有吃了足够的苦才能成为强者，和你们师傅我一样。是啊，吃了苦就有吃不完的苦。废话这么多做什么？红绫那丫头去哪里了？居然又失败了！这金丹中品的法器怎么这么难？红绫，你来的正好。这小子是刚刚入门的师弟叶凌霄，以后就麻烦你带带了。以后就麻烦师姐你了。师弟用不着客气，我惊雷峰终于来了个长得像人的男人了。师弟不应该我这个做师兄的来带吗？红绫他一个就喜欢练气的人，能带什么人？让你带？我们惊雷峰已经有你和师傅2个肌肉男了，我不想再看到第3个。红绫说的没错，你会带个锤子的人。不过话说回来，师弟你对炼气感兴趣吗？师姐我可以教你哦。炼气没有学过，不过炼丹倒是会一点点。会炼丹？那可太好了！我们惊雷峰最缺的就是丹药了。为什么？我们这么少的人，怎么还会缺丹药？说起这个，就要问问我们尊敬的师傅了。问师傅？什么情况？有一次丹峰给我们丹药只有不到1成，师傅就把丹峰峰主和所有长老揍了一遍。丹峰放出话，我们惊雷峰要丹药只能自己买，宗主都没办法。还不都是那群废物炼丹师自己炸炉多了，损耗量大，就照着我们惊雷峰人少的欺负，也不看看老子是那吃亏的人吗？原来如此，这样的话也怪不得师傅。哈哈哈哈！不过徒儿你别担心，你是道子，他们还不敢克扣你的丹药。我操，师弟你是道子？不对啊，师弟是道子的话，怎么会拜你为师？师弟该不会是你骗来的吧？嘿嘿，你们师弟的确是道子，只是老祖闭关，所以我暂代师傅一职。而且还是你们师弟主动选的我，所以说天骄的眼光都是毒辣的，一眼就看出我的不凡之处。没想到还真的是你骗来的。死丫头，废话这么多做什么？好了，这是9天神霄咒，你好好教教你师弟，等学会了就带师弟去万雷池，你们3个一起去。哟，师傅你终于舍得开启万雷池啦！我入门这么久就去过1次。那是我不让你去吗？是你自己承受不了好吧？你看看你师兄，只比你早入门10年，都去5次了。那还是算了，我可不想和你们一样全部变成肌肉男。师弟你也悠着点儿，长这么帅，可别练毁容了。我知道了，师姐，我会小心的。不过这万雷池是什么东西？这万雷池乃是我惊雷峰数千年来的祖师爷聚集无数雷属性天才地宝，再加上这一片雷池之地的雷霆洗炼才凝结出来的至宝，地位仅次于宗门的悟道池。好了，师傅你就别吹了，我先带师弟去到处转转，师傅你们继续在这里撸铁吧。师弟，这是9天神霄咒，你先修炼看看，我就住在你隔壁，有什么问题直接来找我就行。等你入门之后，我带你去万雷池。麻烦师姐了。这惊雷峰人虽然少，不过倒也都很热情。那万雷池似乎是个好地方，等到时候看看能不能多弄一些属性的灵根之气。现在先修炼吧。这9天神霄咒一共3层，最低的都是金丹极品法术，第3层的九霄雷动居然是初血极品的法术。只要学会第1层，我的战斗力都会提升好几倍。天雷灭！什么情况？红莲那个死丫头又炸炉了吗？这次炸了什么？怎么动静这么大？什么？我操！天雷灭的气息！凌霄，刚刚那天雷灭是你打出来的？你把第1层的9天神霄咒学会了？这才几天啊！我学东西比较快一点，勉强学会而已。这叫比较快？
这速度比寻常人在悟道池修炼都快了。师傅，你不是说我学会了就可以去万雷池吗？我现在可以去了吗？哈哈哈哈，当然可以。等我叫上你2个师兄师姐，我都有些好奇，你能在万雷池里面坚持多久？这万雷池越深的地方，压力越大，同时承受的雷霆洗礼就越发恐怖。凌霄，你肉体虽然强大，但是境界太低，到时候小心为上。是啊，别学大师兄，差点给自己电死在里面。好了，你们先下去，记住我的话，量力而行。要是坚持不住出不来了，就立马使用我之前给你们的保命符。师傅放心，我可不会再犯同样的错。嘿嘿。我就在这里了，师弟，你还能坚持吗？还可以。哈哈哈！师傅说师弟肉体强大，没想到这么强，才筑基6重天就能承受这么强大的雷霆。好，那我就在这里停了，你别把师弟给弄丢了。那师妹你小心，我先带着师弟下去了。师弟你还行不行？这里都100米了。还可以，没什么感觉。我操，师弟你这肉体怎么淬炼的？这都没感觉？可能是我对雷电免疫能力强大吧。毕竟我是变异雷属性。这倒也是。好，那我们继续向下。师兄，我身体到极限了。终于到极限了吗？好家伙，你这肉体比我金丹3重天的时候都要强大了。我先停下了，师兄，你就不用管我了。好，你小心一点，要是承受不住就向上游，游不动就捏碎师傅给的符纸。好的，师兄。这里的雷霆之力虽然强大，但是真的只是单纯的吸收的话，速度还是太慢了。看来还是得用鸿蒙空间炼化才行。才一次就总涌到了30万道灵气，这么多的雷属性灵根之气，这要是把整个雷池抽干，我的5行雷灵根怕是能达到极品上层，甚至地灵根了。一次的收获就这么多，不过真的把雷池抽干的话，肯定很麻烦。当然，若是只抽取一部分的话，肯定没问题。怎么回事？雷池的水量怎么消耗的这么快？这1天的消耗量比我下去修炼1个月都多了。铁塔那小子又突破了不成？不可能，就算突破也不至于变化这么大。等等，难道是凌霄那小子吸收的？这怎么可能？吸收了1/3的雷池精华，炼化出来的雷霆之力，足够我把神魔金身修炼到第2层。臭小子，这一次居然待了足足1个月，不错啊！嘿嘿嘿，那是当然，我惊雷体已经3层巅峰了，现在寻常金丹上品的法器都伤害不到我。都1个月了，凌霄怎么还没出来？师兄，不是让你看着师弟吗？他人呢？我也不知道啊，我下到一半，师弟承受不住就和我分开了。我出来时候没见他，还以为他上来了。只是半个月的时间，居然就达到了神魔金身第1层巅峰。虽然只是第1层巅峰，但是现在寻常金丹后期的强者全力一击都无法伤害到我，就连肉体力量也达到了金丹7重天的体修水准。等我成功达到金丹境界，寻常金丹巅峰，怕是都能碰一碰。不能出去太早，毕竟这一次消耗了这么多的雷池之水，肉体又提升了这么多，要是出去太早的话，反而麻烦。正好把境界提升一下。1个月筑基9重天，还算不错。
师傅，小师弟不会出事吧？他的魂牌还在，人没事。我下去看看吧，没事的话我再上来。不好意思让你们担心了。哇，师弟你这身形怎么练的？居然没有练成大快户。我就是正常的修炼，可能个人体质特质不同吧。话说你小子跑哪里去了？我适应了100米深的位置后，就去了更深的地方。金身境界，你小子肉体境界居然已经达到了金丹中品，已经快和铁塔这小子都差不多了。我操，金丹中品，师弟你吃仙丹了？你才多大呀？师兄问这个做什么？我今年刚刚17岁。才17岁？我17岁的时候炼体修为才刚刚筑基巅峰啊！师弟，你简直是个怪物！师弟，你这天赋，怪不得能当道子。以后你发达了，可是得罩着师姐我啊！好了，你先换套衣服吧，这可是道子才能穿的。好。师弟，你简直帅爆了！天天对着2个大块头，终于能让我养养眼了。哈哈哈哈！师弟，你这颜值，再加上是道子，以后追求你的人得排到宗门脚下。师兄师姐，你们就别逗我了。不好意思，师傅，这一次多消耗了一些雷池的水。雷池的水本来就是给你们修炼用的，别说就用了这么点儿，就算用完了也没问题。是啊，师傅虽然大大咧咧的，但不是小气的人。好了，为了奖励你们这一次的出色表现，师傅我请你们去玉女峰吃大餐。走！师傅，你等等我。去玉女峰？你是去吃饭还是看女修？师弟，我们也走吧。终于达到筑基巅峰了。上一次去万雷池弄到的灵气数量太多了，短时间内根本用不完。不过雷池的水被我用了这么多，怪不好意思的。对了，都快2个月了，我作为道子的资源怎么还没发下来？去问问去。师傅可是说我的资源每个月有1万中品灵石，那可是1亿枚下品灵石啊！原来是道子殿下，不知道子您前来所为何事？我的资源为何2个月还没下发下来？资源？您的资源不是发给你师傅了吗？难不成被他贪没了？你是在找死吗？道子饶命啊！道子，我就是开玩笑的。资源我没动，是被术法峰的长老萧长风拿走的。他是元婴巅峰的萧家强者，我得罪不起呀！你得罪不起区元婴巅峰，就可以得罪我师傅一个出岫强者。看来还是我师傅脾气太好了，让你们这些狗杂碎居然连他都不放在眼里。小人鬼迷心窍，道子饶命，道子饶命啊！晚了。哼，萧长风，那不就是萧家了？看来应该是那个萧天授意的，连我的资源都敢动。原本不打算和你计较，既然你找死，那就怪不得我了。我去，这才是核心弟子该住的地方吧？怪不得傅叔说惊雷峰留不住人，对比其他峰能留得住人才怪了。得找个机会多赚点钱，改善一下居住环境。萧天敢动我的资源，就要做好被杀的准备。那叶凌霄成了道子又如何？拜了一个只有蛮力的傻哥哥为师，资源照样不还是到了我手里。我师父现在是术法峰峰主，他能怎么办？他敢怎么办？叶凌霄，你敢来我的大殿闹事，你不怕宗门执法堂吗？本尊现在是道子，乃是所有核心弟子的大师兄，有权随意进出任何人的府邸。倒是你，见到我不下来行礼，不怕宗门执法堂吗？你什么东西，居然敢让我行礼？真以为你一个假的道子名头就能吓唬住本少？本少的师傅也是峰主。峰主，那又如何？你私自冒领我的资源，按照宗门规定，我杀了你，你师傅也拿我没办法。想杀我？先和我这8个手下比划比划吧。这8人乃是我萧家暗卫，每一个都是金丹3重天的强者，联手之下，寻常金丹5重天都不是其对手。给我上！宰了这小子！一群废物，居然连一个筑基9重天都打不过。在我看来，你和他们一样，都是废物。哼，认不清楚自己的蠢货。既然如此，本少就让你见识见识，什么叫做地灵根。哼，
火卷残云。火，不巧，我也会一些火焰法术。无形之火，这不可能！动我可以，动我的资源，找死！这些储物袋都是指元婴法器级别，可都是好东西啊。不过话说回来，这萧天怎么没有守护法器？这种大家族天骄不都是各种守护法宝吗？对了，这里是他的府邸，有阵法守护，能破开阵法最少都是出窍级。要是真的出窍进来了，他的那些护身法宝也没用，而且这些法宝还会无时不刻消耗真气。不如先藏起来，这样说来，反而让我捡漏了。雷霸天，把叶凌霄给我交出来！雷蛮子，你敢动我！凌霄是我的徒弟，而且是宗门道子，杀他一个冒领资源的废物，还轮不到你玄法来管。能管他的只有宗主和老祖。下次敢再来找事，别怪我无情。哼，敢来我惊雷峰闹事，真以为我脾气好？对不起了，师傅，我给你添麻烦了。臭小子，和我还客气什么？再说了，这件事也怪我，居然不知道你的资源被人冒领了。多谢师傅。不过话说回来，师傅你之前说过，我们惊雷峰缺丹药，具体缺多少？缺多少嘛？这得好好算算。正常内门弟子1个月10块中品灵石的丹药配额，我们得花30块中品灵石买。整个惊雷峰1250人，相当于每个月得多花3万多中品灵石。那不就是3亿块下品灵石？这还是现在人少，最开始每个月缺口50-60万的中品灵石，这就是为何100年时间我们惊雷峰的人数从上万掉到1000的原因。当然，这些和你没关系，是我这个峰主该考虑的事情。我知道了，师傅。等等，那好像是道子的衣服。我去，真的是道子！据说前2天他杀了术法峰主弟子，术法峰峰主去惊雷峰讨要说法，也被打了一顿。清理毒丹剑，毒丹是毒素超过70%的丹药，这种丹药服下之后，不仅无法炼化出任何药力，反而会损坏身体和腐蚀真元，对身体损害程度极大。所以这种丹药一般都是外包给火属性修士焚烧的，只是焚烧过程之中产生的毒气极为庞大，稍有不慎吸入几口，比吃几枚毒丹危害都大，所以一般没有人接这个任务。不过对我而言，这任务简直就是量身定做的，能炼化一些灵气，还能解决惊雷峰丹药短缺的问题。师弟，你这造型是怎么回事？谁给你打成这样？还能是谁？就是那雷蛮子啊！他纵容徒儿杀了我徒儿萧天不说，还打我！你是说萧天冒领了凌霄丹药的事情吗？宗主，你知道这件事？我自然知晓。原本我想看看你这个师傅知道之后该如何处理，只可惜你让我失望了。宗主息怒，我一开始也不知道。可是你后来知道了，你不会不知道，我道玄宗戒律冒领弟子资源，不管是什么人，一律死罪吗？他萧天不知道，你这个师傅还不知道，他的死完全是你害的。好了，这件事就此作罢。当然奉劝你，凌霄天赋强大，你若是不想得罪一个日后的化神强者，就去赔礼道歉。下去吧。多谢宗主提点，我这就去。道子殿下，这里就是废丹县了。周围的丹药都是宗门积攒了几十年没有处理的废丹和炉渣，有大量的丹毒。您贵为道子，没必要以身试险啊。无妨，我修炼的灵火极为强大，正好需要单独来淬炼灵火。既然道祖您决定好了，那老夫也不多言了，只是您千万小心为上。好多的丹药，
不过却也不能明目张胆带走，还是先烧吧。好多的灵气啊！居然一下子就炼化出200万道纯净的灵气。按照现在的灵气质量算，已经相当于5亿枚灵石的灵气量了。而这仅仅只是整个毒丹线里面不到1/10的毒丹。若是将整个毒丹宴的毒丹全部炼化，相当于白嫖几十亿下品灵石。这还只是宗门最近几十年的存货，宗门存在几万年，浪费的毒丹太多了。当然，最主要就是还能炼化出大量的2品以上丹药。等清空了这毒丹线，获得的丹药足够惊雷峰使用几十年了。不过坐吃山空可不行，得把这些丹药换成灵石，再用灵石换取更多的药材和资源。红绫，你们2个怎么来了？师弟有好消息告诉你。师弟，你快讲讲。有好消息？什么好消息？说来听听。师父，我惊雷峰不是缺丹药吗？所以我这一次炼制了一些丹药，可以按照成本价出售给惊雷峰的弟子。哈哈哈，那感情好。有多少丹药，师父我买下了，也用不着成本价，就按照市场价就行。师父，你确定全买？我怕你没那么多钱。臭丫头，你师父我还没那么穷，寻常几十万中品灵石还是能拿得出手的。几十万够了，那我就拿出来了。师父，你退后点。退后？不就是几枚丹药吗？我操，好多的丹药！凌霄，你打劫丹峰去了？师父，这些丹药你看看价值多少钱？你的钱买不买得起？都是2品以上，而且都是筑基级别的丹药，这么多全部加起来得价值几百万中品灵石了。凌霄，你从哪里弄来这么多丹药的？不会真的抢了丹峰吧？师父，你想什么啊？丹峰连你都抢不了，师弟这实力怎么抢？嘿嘿，这倒也是哈。不过师弟，你哪里来的这么多丹药？这些丹药都是我自己炼制的。什么？都是师弟你炼制的？这怎么可能？哈哈哈，凌霄，你小子还挺会开玩笑的。你看，把你师姐都给骗了。我没有骗你们，都是真的。等一下你们就知道了。师父，你们让让。你小子不会要炼丹吧？可是一个人就算炼药技术再高，也不可能短时间内炼制出这么多的丹药吧？别人做不到，不代表我做不到。我操！五行雷属性灵气，这怎么可能？我操！凌霄，你这是炼药还是炒菜？怎么全部倒进去了？我虽然不懂炼药，但是这好像不对吧？师父，师弟这么多金丹药材一起炼制，这要是炸炉，不会把我们炸死吧？我也不懂，我又不会炼药。不过我肯定是没事的，你师弟可能也没事，你就难说喽。师父，你又吓我！你在这里还能让我出事不成？哈哈哈哈哈！知道你还怕什么？好好看不就行了？还算成功，一次性炼了100丹药。师父，你看看。我了个操！你小子给我来真的呀！真的成了！师弟，你
是怪物吧？师姐，你这怎么还骂人啊？还不是你太变态了！这一次性炼制100枚金丹下品的丹药，这要是被丹封的人知道，还不得吓死？你师姐说的没错，你就是怪物。好吧，你们要这么说，好像也没毛病。对了，师弟，你现在1个时辰就能炼制100枚丹药，岂不是说1个月就能炼出几万枚？1枚金丹下片丹药的利润最少10块中品灵石，你1个月就能赚几十万了。啥玩意儿？1个月顶我干10年？哪能炼制那么多？不过要是有足够的废丹的话，我用来回炉，我1炉能炼制几千枚。那我们惊雷峰岂不是以后都不缺丹药了？死丫头，你要让你师弟耽误修炼吗？惊雷峰的丹药是我的问题。师傅，你不用担心，我炼药的过程中需要大量消耗真元，从而加快修炼速度，而且还能淬炼神魂，对我而言其实是好事。对，我炼体的时候也是能提升炼体速度。既然如此，丹药的出售和药材的购买就交给我，你安心修炼就行。那就多谢师傅了，我要废丹，大量的废丹，还有药材，另外毒丹也可以，我用来淬炼我的灵火。至于丹药的价格，我准备市场价7折。7折？那不是亏大了？是啊，师弟。那萧天冒领我的丹药肯定是丹峰授权，不然萧天绝对拿不到。而且他们既然针对我惊雷峰，那就砸了他们的饭碗。再说了，我成单率很高，大不了少赚点。不愧是我徒弟，那就干他们！对，干他们！本峰主召集各位来，只有一件事，那就是宣布一件大事。从今天以后，我惊雷峰的所有丹药恢复正常供应。恢复供应？难不成丹峰和我们惊雷峰和解了？太好了！这样一来就用不着峰主天天去猎杀妖兽赚钱养我们了。可是丹峰有这么好心？废话，总不可能是峰主一个人供应全额丹药吧？不用猜了，丹峰的那些蠢货自然不可能给我们丹药，所有的丹药都是道子炼制。今后惊雷峰所有人每月丹药配额为30块中品灵石，而且购买丹药一律市场价5折。什么？每个月30块中品灵石，而且还所有丹药5折购买？道子哪里来的这么多的丹药？你操心这些做甚？道子殿下和峰主大人敢说，自然是有足够的丹药。道子万岁！道子万岁！峰主万岁！这是怎么回事？今天来买丹药的人都去哪里了？人都不见几个。是啊，平时的话都卖出去几万块中品灵石了，今天到现在居然还不到1000灵石。难不成去其他峰的店铺买了？难不成其他峰敢和我们丹峰抢生意？哼，真要是这样，这个峰就等着丹药配额降低吧。惊雷峰的丹药是真的好啊，价格还只有丹峰7折，以后再也不去丹峰买了。死贵就算了，还得看他们脸色。惊雷峰，雷麻子的峰，可恶！他居然敢和我们丹峰抢生意！好，这惊雷峰胆子越来越大，得罪了术法峰，还敢来得罪我们丹峰，他就不怕以后一颗丹药都买不到？走，去看看什么情况。所有丹药一律7折，而且都是良品丹药，要多少有多少。别抢啊，人人都有。先给钱那小子，你钱给了吗？不好意思啊，师姐，太开心忘记了。出什么事了？所有人一起来！峰主，那雷蛮子不知道哪里用来大量丹药，正在和我们丹峰抢生意，还是7折的价格。这种事情还来打搅我？他雷蛮子能有多少的丹药？让他卖几天家底掏空了不就行了？他无非就是想要给我们施压，让我们降价，他好暗中收购。这么低级的套路，你们都看不清楚？我们原本也是这么想，可是他已经卖了1个月了。什么？1个月？他这1个月卖了多少丹药？大约500万中品灵石的丹药，是我们3个月的销售量。500万银石，难不成他去其他宗门买的低价丹药？可是哪个宗门敢坏规矩？不管如何，不能降价。另外，他除了卖丹药，还做了什么？还收购废丹，还有药材，赚的钱都买这些了。看来他是把这些废丹和药材全部拿出去宗门之外卖给散修，赚取差价，再用钱来搞我们丹峰。传令下去，把丹峰所有的废丹都给我卖给雷麻子，看他有多少钱能卖出去多少。峰主英明啊，我们这就下去办。对，等他那些废丹卖不出去，看他压那么多怎么收场。师姐，你这么神秘干什么？这一次的丹药到底卖了多少钱？师弟，你绝对猜不到。不过你可以往大了想，
应该是300万中品灵石吧？按照计算，大致就这个价格了吧？你猜错了，师弟，是500万。500万？怎么会这么多？还不是丹峰那些老东西，他们上个月刚刚以原材料涨价为借口，所有丹药价格涨价50%。我们虽然7折，但是价格比之前还贵。原料涨价的话，丹药涨价倒是也合理。哪里涨价了？都是那些丹峰老东西为了抬高价格找的借口而已。事实上，不仅没有涨价，反而压价，药材成本比之前低了30%。这些丹峰的老东西是真的黑啊！果然，这些炼药师都是一个德行。不过话说回来，宗主不管吗？宗主也不敢过多插手，毕竟这些炼药师都抱团，宗主一旦管得太狠，他们一个个都摆烂不干活，宗门直接停摆。要我是宗主的话，给他们全收拾了。师姐说的不错，这种人就该好好收拾。对了，这是师傅收购的材料，说起来也多亏了丹峰压价，所以师傅多给了1成的钱，灵芝峰的弟子都抢着出售。居然这么多！师姐你们忙活了这么久，我给我们分一部分酬劳。你给惊雷峰弟子了那么多丹药，我们不过只是帮一下忙而已，这要是还要拿钱，我们师徒还有在道神宗混吗？你好好修炼，尽快突破金丹才是最重要的。那我就不矫情了，师姐放心，有这些资源，10天之内我绝对能突破金丹。那正好，1个月后就是宗门大比，到时候前10能入宗门悟道池修炼，进入悟道池修炼1天，抵得上在外面修炼1年哦，你可得抓紧了。1天抵得上1年？这悟道池什么来头？这悟道池可不简单，是我道玄宗一处连接了天地法则的天地裂缝，有法则巨限能大幅度提升人的悟性。可惜了，你师姐我是没实力进去了。原来如此，看来这悟道池我必须去看看了。师姐，那我先走了。师弟，这么晚了，要不直接在师姐这里休息多好。那个，师姐别开玩笑了，我先回去修炼了。这一次收获的资源比之前所有加起来还要多10倍，足够我将灵根等级提升到极品之上的地灵根了。升级灵根所带来的强大力量，不知道能不能助我突破金丹境界。是时候了，鸿蒙空间，给我练！我去，师弟这是突破金丹，怎么比别人突破元婴动静还大？对啊，这气息，我感觉能一拳打死我。不过话说回来，我惊雷峰的漫天玄雷都被震散了，这不是亏大了？哈哈哈！这些紫霄玄雷可不是天地异象变成的，而是这一座惊雷峰凝结而成的。只要惊雷峰还在，这雷就永远都在。师傅，我成功突破了，就是不小心炸了一座山。哈哈哈哈哈哈！只要你能突破，别说炸一座山，就算是10座、100座也没问题。师弟，你突破动静那么大，到底凝结的是极品的金丹？极品金丹？这要怎么看？有什么区别吗？金丹等级一共9品，每提升1品真气凝练1倍，9品金丹同级比1品金丹强大9倍。你只需要看金丹之上的道纹有几条就可以了。1条道纹1品，我的怎么是10条道纹？难不成是10品？可是师傅不是说只有9品吗？师弟你怎么不说话？你的应该最低都7品，甚至可能8品吧？我的4品金丹可没那么强大的气势。臭丫头想什么呢？还8品金丹？就算是那些合体甚至渡劫大宗都难以出现一个，你怎么不说9品？我想想都不行吗？万一是真的呢？
其实，我的金丹的确是8品。我操，真的是8品！师弟，你没开玩笑吧？那可是8品金丹啊！你也是和我们开玩笑吧？等等，要是真的是8品的话，那是不是就意味着你小子现在的真气强度相当于金丹4重天？再加上你是5行雷属性，原本就是一种极为逆天的强大属性，这战斗力不能和金丹巅峰差不多？不是，师傅你怎么也开始开玩笑了？我哪里开玩笑了？不信你让你师兄和凌霄打一场试试看。那个，其实我能感觉到师弟的实力远比我强大的多，我可不想被师弟揍。师兄，你说笑了，我揍谁也不会揍你啊。所以你现在的实力已经有了争取你悟道池的资格，不过你得小心一个人，就是被你杀了的萧天的哥哥萧玄，他有可已经突破到元婴了，还是极品上等灵根，实力非凡。师父放心，我一定小心。老祖，您安排我们的事情已经完成了，我们已经买通了宗门的任务堂长老，那叶凌霄就算是道子，也必须完成这一次的任务。我们安排的人，绝对能够让他悄无声息地死在神霄域。很好，不过要记住一件事，那小子怎么说也是道子，安排的杀手一旦失手，第一时间离开，千万别被赶来的宗门强者抓到。老祖放心，我是一鸣找的血砂堂的天字号杀手，绝对能不留痕迹。那要是还失手，我们不是白花钱了？只要能拖延那小子一段时间，让他赶不上宗门大比就行。作为道子，即使是到不了前10，也有机会进入悟道池。他天赋本来就强，若是让他再进入悟道池，萧儿很快就会被追上。原来如此，老祖英明啊！好了，下去吧。记住这件事必须把我萧家摘干净，我萧家的人一个不能和血砂堂的扯上关系。老祖放心，我已经安排好一切了。宗门任务还是强制任务？我都道子了，怎么还有强制任务？等等，这个任务是去神霄域，还是神霄宗发来的求援？需要协助他们剿灭黑魂宗，有意思。这任务怕不是宗主故意给我发的吧？也好，我和黑魂宗的仇怨也是时候清算了。见过道子殿下，老夫乃是宗门派过来协助您完成任务的护道者。那我的安全就麻烦长老你了。道子客气了，既然如此，那我们就出发了。好，那就出发吧。想好了没？九灵宗弟弟的传承到底是谁拿走的？我说了很多次了，是黑魂宗的黑魂使带走的。好，好，好，冥顽不灵。既然不说，那就别怪我了。怎么回事？这是什么鬼东西？不好，这血有问题！快跑啊！吴长老，这一次宗门要接待什么强者？居然连宗主和老祖都来迎接。据说是化神大宗道玄宗的上仙前来，很有可能是传说之中的元婴大能。我们能跟着见一面，已经是天大的机缘了。什么？道玄宗？那可是化神大宗啊！我们居然能见到这等存在。是啊，是啊，还好当初我们没有和叶萧和晴雪那2个蠢货一起回去，不然现在骨灰都找不到了。那是自然，跟着老夫肯定没错。是道玄宗的强者吗？好气派的非洲，我的非洲在他面前简直就是垃圾啊！不知道这一次来的是不是传说之中的元婴大能？要是来一个年轻的宗门天骄，看上我的话，我岂不是发达了？别说话了，小心惹得上仙不开心。
有强大的气息，仅仅只是走路带来的气息都压得所有人喘不过气来。这位天骄才多大呀？等等，你们有没有发现这位天骄有点眼熟，特别是那双眼睛？师兄，你是不是想要说像夜宵的眼睛？像是夜宵？你小子魔怔了！你看谁眼睛像，难不成就是那夜宵？夜宵才什么境界？这位天骄可是最少金丹巅峰的强者。我也觉得有点像是夜宵的眼睛，那种感觉简直就是同一个人。见过两位道玄宗上仙。拜见道玄宗上仙。这位是我道玄宗道子，老祖亲传弟子。这一次剿灭黑魂宗，由道子殿下出手解决。什么？道子殿下？传说道子可是道玄宗未来的宗主啊！居然是这等大人物，我道玄宗这一次可是走大运了。宗主，还不快请两位上仙去大殿？居然是吴峰他们，没想到他们居然还加入了神霄宗。说起来，九灵宗除了他们，也就只剩下我和晴雪，还有大牛还活着了。道子殿下大驾光临，我道玄宗三生有幸，还请道子殿下去我神霄大殿稍作歇息。说说吧，你们是如何和那黑魂宗打起来的？据我所知，你们和黑魂宗之前不是已经和解了吗？没想到道子连这些都知道。您说的没错，原本我们的确是和黑魂宗和解了，可是没想到那黑魂宗居然撕毁协议，劫杀了我神霄宗运送尸体的天才。运送尸体的天才，那不就是我吗？说说现在的情况。回禀上仙，我神霄宗的那位天骄被劫杀，数百个宗门天才弟子的尸体被劫走，宗门的弟子自然不答应，毕竟谁也不想为了宗门还身首异处，我们只能和黑魂宗开战。我知道了，这件事我会处理，你们不用理会，区区几个金丹巅峰而已。多谢道子殿下，多谢道子殿下。对了，道子殿下，我神霄域的天灵宗前不久被灭门的事情，小人想要和你汇报一下。什么？天灵宗被灭了？哼，一个区金丹宗门灭了就灭了，这等小事你们怎敢来叨扰道子殿下？上仙息怒，上仙息怒，只是那天灵宗被灭的极为蹊跷，所以小人才想要和上仙说一下，绝对不是叨扰上仙。哦，被灭的蹊跷，说来听听。回禀道子殿下，这天灵宗是一言间被冻结成寒冰的，而且据一些天灵宗幸存弟子所言，天灵宗远远看去，宗门内有一个至少1000米高的寒冰巨蛋，肯定是某种化神甚至合体大妖的蛋。什么？1000米高的寒冰巨蛋？这个大小的蛋绝对是化神级大妖的蛋，那蛋现在还在天灵宗。小人后面去看过，的确有一个蛋存在过的冰晶痕迹，但是那蛋已经不见了。不见了？不过也是，这等蛋肯定有大妖守护，你们没被杀都算是幸运了。道子提点的对，刚刚是老夫有太过激动了。这等大妖的蛋，除非老祖前来，不然老夫的实力还没有资格染指。对了，你说天灵宗有人幸存，幸存者在哪里？已经被玄天宗的出破上圣带走了，小人也没见过人，只是听说而已。好了，多余的事情用不着再多说，时间紧迫，我们这就去解决了黑魂宗。之前说好的供奉在哪里？多谢两位上仙，这是早就准备好的灵石，一共中品灵石5万，道子殿下请过目。不用看了，区5万灵石而已。好了，今天内我会解决黑魂宗的事情，黑魂宗的地盘你们明天去接收就行。走吧，张长老。没想到时隔半年，我又回来了。哦，道子殿下，您和这黑魂宗有恩怨不成？的确有点，不过都是小问题。好了，你退后，我要动手了。怎么回事？我感觉到了一股极为强大的气息在我黑魂宗之上。魂主大人，您多虑了吧？我黑魂宗的阵法那可是金丹极品阵法，就连寻常的元婴强者都不能一下子打碎。话虽如此，但是这一道气息总感觉没那么简单。怕什么？就算是这阵法能破开，我黑魂宗内可是还有那3位大人。这倒也是。不对，这气息是元婴大能。好恐怖的剑！这剑怎么好像是传说之中失传的陨雷剑啊？哦，长老认识这陨雷剑？当然认识，那陨雷尊者乃是你的师父雷霸天的好友，
只可惜1000年前被人所害。陨雷尊者，居然是师父的好友。这陨雷剑不是雷锋主给你的，难不成是道子殿下从陨雷尊者的遗迹之中得到的？这也太巧了吧！那遗迹到现在都没有人知道在哪里，机缘巧合罢了。好了，接下来才是真的生死之战，长老你可得准备好了。生死之战？道子殿下，您这是什么意思？等一下，你就知道了。这黑魂宗不是被道子殿下你灭了吗？黑魂宗的确被灭了，但是黑魂宗之中可不仅仅只有黑魂宗之人，若非我神魂等级不低的话，还真的发现不了。看来是有人想要我死。血砂堂，是谁让你们暗杀道子殿下的？既然知道我们是血砂堂，那就应该知道我们是不可能告诉你们任何消息的。哼，不过一个元婴一重天，2个金丹巅峰而已，真以为老夫是吃素的？我们不需要击杀长老你，只需要拖住你，再将这小帅哥杀了，我们的任务就结束了。你们血砂堂就不怕我道玄宗老祖出关灭了你们？我血砂堂虽然没有化神，但是出鞘杀手也有数十人。况且你道玄宗可没那么大魄力，毕竟你们老祖到现在还在闭关，谁知道能不能活着出关？你们居然连这个都知道，到底是什么人告诉你们的？好了，不是要杀我吗？那就试试看，你们有没有这个实力了。这老东西就交给你们了，那小帅哥我亲自解决。给我站住！张长老，你的对手是我们，要去追，得先杀了我们。你们这些杂碎，找死！小帅哥，你的速度还挺快的，可惜只是金丹1重天，姐姐我可是金丹巅峰，你是逃不出姐姐我的手掌心的哦。是吗？你能追上我再说吧。不见了，怎么可能？到底去哪里了？怎么一瞬间就不见了？又是这一把元婴法器，你要是金丹后期还能杀了我，可你只是金丹1重天。这是元婴极品法器，不可能！你的实力怎么会调动如此强大的元婴法器？不要！金丹巅峰果然不俗，居然能在我的攻击之下坚持这么久，看来不能小看任何一个修士啊。也不知道张长老那边如何了。好强大的波动，道子出事了吗？张长老不过只是拿1个月几千块的俸禄而已，用不着如此拼命吧？哼，废话少说，老夫和你们追求的不一样。老东西，给我们死！不好，是血砂杖！哼哼，这老东西。该不会以为我们2个拿他没办法吧？和他战斗的时候，我们早就在他周围布下了足够的血砂杖。什么？血珠那个废物，居然连一个金丹1重天都杀不了。他的确是废物，不过在我看来，你们也差不多。小子，你该不会以为我刚刚救不了血煞吧？我不过是想着少一个人分钱而已。不愧是杀手，果然狠厉。是萧家派你们前来杀我的吧？除了他们，我得罪的人里面，也就他们会请你们血砂堂的人来杀我了。你既然知晓我血砂堂的强大，那还不乖乖受死？既然你们血砂堂做的是生意，那我出更多的钱买我的命，你觉得如何？哼，小子，你以为我血砂堂是见钱眼开之人？在杀手界，信誉才是最重要的。你就算出2倍，
3倍甚至5倍的钱也必须死。那若是我出20倍呢？什么20倍？不错，就是20倍，不管他们出多少。小子，你可知道20倍是多少？是足足200万中品灵石。寻常出鞘强者所有积蓄都没这么多。20倍才200万，也就是说，我一个道子的命只值10万。我说，你们血砂堂穷疯了吗？小子，你敢侮辱我血砂堂？侮辱你又如何？回答我。若是我给你200万中品灵石，能不能买下我的命？若是你真的能拿出这么多灵石，我饶你一命又如何？所以说嘛，都是为了钱而已。说什么原则？难不成为了原则连钱也不要？哼，小子，说这么多，你拿得出那么多灵石吗？我说了，区区200万而已。萧家难不成没有告诉你，现如今整个道玄宗的丹药都是我供应的吗？什么？都是你供应的？我血砂堂的情报居然是真的！好，你快点给我灵石，我拿到钱马上离开，甚至可以护送你回道玄宗。好，这可是你说的。这里面有200万灵石和一些材料，记住你的承诺。小子，你阴我！200万我就算有，也不可能给你啊！作为一个杀手，一点职业操守都没有，还元婴杀手，能活到今天，也算是你运气好，没有早点遇到我了。也不知道张长老死了没？中毒了，看样子不是寻常的毒素，不然张长老一个元婴3重天的强者，也不至于差点被毒死。你运气还算不错，我手里正好有一枚之前收购到的元婴下品驱毒丹，提炼成精品之后，正好能解了你的毒素。要是没有的话，即使是我现在炼制也赶不上了。道子殿下，是您救了我。我刚刚好像中了传说之中的血砂杖，恰好手里有一枚解毒丹而已。你别忘记了我是干什么的。多谢道子救命之恩，老夫无能，没想到居然还要道子殿下救我。对了，那些杀手人呢？我手里正好有师父给我的护身符箓，他们被我杀了。原来如此，那就好。对了，这一次我出来的事情，萧家是如何知晓的？道玄宗保密手段这么弱吗？萧家？难道血砂堂是萧家请来的？若是萧家的话，一切就说得通了。那任务堂的执法长老乃是萧家之人，这任务大概率是他发布的。看来萧家在道玄宗的势力不简单啊。萧家老祖曾经乃是我道玄宗老祖的师弟，只是在争夺宗主位时候闹掰了，所以独立了出去。虽然独立了，但是只要有天骄，都会送到我道玄宗来。不管他们势力有多厚，既然要杀我，那我也不可能让他们好受。萧家请杀手，一来有可能是为了杀道子殿下，二来有可能只是想要拖延时间。毕竟马上就要宗门大比了，他们肯定不想你进入悟道池。悟道池吗？既然他们不想让我去，那我还真的得去一次。对了，他萧家不是还有个天骄吗？正好在这一次宗门大比之上宰了。道子殿下别大意，那萧玄怕是已经元婴了，其实实力怕是连我也不是其对手。这么厉害吗？那我更加得见识见识了。好了，走吧，先回到道玄宗再说。唉，这道子殿下和他师父一样，也是个冲动的人啊。可惜了，最强大的那个元婴级杀手炸成渣了。不过要是不炸的话，以我现在的实力，还不一定能拿下他。居然炼化出这么多的灵气，粗略估算，大致相当于7万中品灵石的量了吧？看来他们把所有的钱财都放在自己身上了。也是，作为杀手，怕是连自己亲爹都信不过。这血砂堂实力强大，看来以后出门要小心了。师父，我还好好的活着，叶哥救了我，你放心，你的仇我一定会给你报，就算是粉身碎骨，我也绝对会去给你报仇。当初我被那黑魂使攻击的时候，这玉牌好像亮了一下，虽然不明显，但也正是因为这样，我才没一下子和师父一样被杀。而且
我身上多出来的这雷霆之力，似乎也是这玉牌给我觉醒的。这玉牌是当初师父送我的拜师礼，据说是他家传的宝物，难不成真的是什么强大的法宝不成？你在想什么啊，大牛？所谓的仙家法宝，哪有那么容易获得？不管如何，这是我唯一的机会，就算是妄想也要试试。你是何人？本尊乃是陨雷尊者。小家伙，是你唤醒了本尊。你和张家是什么关系？张家？师父的家族吗？我师父是张家的人。原来如此，那你也算是我后人的弟子了。这么说来，这坟墓里的就是你师父。我感觉到了他身上属于我张家的血脉。什么？您就是师父曾经说过的那位张家老祖？不错，正是老夫。当初老夫为了后人安全，将他们隐藏于九营宗，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族人还是灭绝了。唉，天意呀！晚辈张万军拜见师父的老祖，老祖节哀。修仙修仙，不是你死就是我活。本尊已经看透了，毕竟我也只是一道残魂而已。不过既然还没彻底死，那也得做些什么。小子，你能觉醒我藏于养魂牌之中紫霄玄雷，雷系潜力也绝对不差。你刚刚说要报仇，本尊可助你。老祖，您若是能助我灭了那黑魂宗，我大牛就算是粉身碎骨，魂飞魄散，也绝对报答您的恩情。哈哈哈，好，你小子能说出重情义的人，你师父没有白收你为徒。有本尊教导，在这神霄域还没有报不了的仇。师父，这神霄宗真的有我要的东西吗？这神霄宗乃是当初我一个记名弟子建立的宗门，里面有我当初留下的一道紫霄玄雷本源。吸收之后，你的紫霄玄雷威力能提升数倍，运气不错的话，甚至有可能灵根升级。灵根升级我就不想了，能提升境界就行。我现在才勉强炼气9重天，还是太弱了。3个月的时间达到这个水准，仅仅凭借我的指导基本不可能。你那兄弟留下来的丹药帮了大忙啊，居然都是精品的丹药，而且还那么多。那是当然，我叶哥的师傅可是炼药大师。不过话说回来，这考核好像也没那么难。废话，修炼了我的神魔金身，虽然距离入门还很远，但是你的肉体寻常筑基3重天也不是你的对手。对了，师傅，你之前说感应到你的法器的气息，那是什么意思？难道这神霄宗有弟子获得了您的传承？神霄宗弟子的天赋，就算再强大几个等级，也不可能获得我的传承。应该是被玄天州的某位天骄获得之后来过这里。你且小心行事，多谢道子殿下出手，为我们解决黑魂宗这等邪魔宗门，还我神霄域一片净土。我神霄宗上上下下所有弟子感激不尽。好了，我们也要离开了。对了，还有件事得麻烦一下宗主你们。道子殿下请讲。能为道子殿下做事，是我们神霄宗所有人的荣幸。我有个朋友是九灵宗的，听说九灵宗被灭了一些长老和弟子，到了你们宗门避难，还劳烦宗主稍微照顾一下，也用不着特别优待。原来如此，怪不得道子殿下您亲自前来。殿下您放心，他们既然加入我九营宗，那就是我九营宗弟子，绝对不会厚此薄彼。那就麻烦宗主了，走吧，张长老。没想到在这神霄域还能碰到其他我九灵宗的弟子，你小子居然也活了下来，不简单啊！放心，到了这神霄宗以后，我们就是自己人，有什么事情和老夫说便是。多谢吴长老。对了，吴长老来这么久，可否去过神霄池？你小子懂什么？那神霄池，别说我等，就算是核心弟子要进入一次，都得排几十年的队。什么？得排队几十年那么久？我说的是核心弟子。你小子想什么呢？是宗主和各位长老。拜见宗主，拜见各位长老。两位可是九灵宗来的？是的，您是宗主大人。不错，正是本宗。你们九灵宗的老祖曾经和本宗那可是生死之交，没想到多年未见，九灵宗居然落得如此下场。放心，那黑魂宗已经被我们请的强者灭了，也算个给九灵宗复仇了。什么？黑魂宗被灭了？不错，是被道玄宗的道子殿下亲自出手灭杀。尔等可得念着道子殿下的好啊！道玄宗，那不是化神大宗吗？没想到居然是道玄宗强者灭的，
太好了，宗门之中的师兄弟也能瞑目了。对了，你们现在可否有什么需要的，尽管提出来，能满足的，我们神霄宗自然都能满足。宗主说笑了，我们能加入神霄宗已经是莫大荣幸了。用不着客气，让你提要求就提。那个小人，我现在也100出头了，还没有个道侣。不知道宗主您能否给我介绍一个？那个是有点唐突哈，这小事而已，本宗主会给你撮合。多谢宗主。那少年，你又有什么需要我们神霄宗给你做的？若是可以，弟子想要去神霄雷池，弟子愿意进行考核。这神霄雷池可是我神霄宗至宝，怎能如此轻易进入？少年，你可知道，这神霄雷池只有核心弟子才能进入，而且还得排队几十年。若是不行的话，就当弟子没说过。既然本宗说了你们可以便提，那自然可以。不过神霄雷池可不简单，你的实力下去可不一定能上来。多谢宗主能给我机会，弟子只要能下去，生死不论。既然如此，3天后你来宗主大殿找本宗就行。唉，小子你糊涂啊！吴长老，你这是何意？你呀，你还是太年轻了。宗主他们只是客气一下，你怎么能提出这等无理的要求？宗主不答应你，这么多人看着多没面子。这要是答应你，心里肯定不高兴。没办法，我总不可能真的等几十年吧，只能赌一把了。他们就算真的要迁怒我，也得等我从神霄雷池里出来再说。唉，罢了，你小子到时候多说几句好听的就行。对了，话说回来，这宗主他们怎么突然对我们九灵宗来的弟子这么好？我九灵宗不过只是个筑基宗门，什么样的老祖能和宗主当生死之交？看来我的猜测是对的。猜测？什么猜测？道玄宗的道子殿下昨天降临我神霄宗，你没赶上。那神霄宗可是化神大宗，其道子就是日后的宗主。只是我看他的长相很像我九灵宗的一个人。他长得和谁像？造化阁主的弟子叶霄。你说什么？造化阁主的弟子？不错，就是造化阁主的弟子。对了，我想起来了，你是那张道远的弟子，曾经在造化阁当差，那刀子是看在你的面子上才对我们照顾的。应该不是，他应该不知道我在这里。毕竟，若是叶哥知道我在这里的话，绝对会来找我，绝对不可能就这么走了。看来我的传承是被这个所谓的道子给带走了。对了，大牛，你和那所谓的道子认识？是的，师父，叶哥和我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兄弟。我之前其实和收父一起死了，好在和肉体都在，是叶哥求他师父才救下的我。原来如此，那等这一次从神霄雷池之中出来，我们就去道玄宗去找你好兄弟罩着，顺带我也去见见我的好友。好浓郁的寒冰之气，这到底是什么妖兽的丹？居然能冰封方圆千里的大地！不得了啊！这蛋给我的感觉远比寻常的化神大妖的蛋还要恐怖，难不成是合体大妖？而且破壳应该不久，难不成是被玄天宗带走了？只是没想到这天灵宗的人竟然都死了，不知道师姐如何了。道子殿下，难不成有熟人在这天灵宗？不错，有个好友前不久刚刚到天灵宗，我本想这一次来接他的，没想到还是来晚了。罢了，既然没有活口，那就先离开吧。那之子，我们就先敌。啊！不好，有危险！这巨蛋居然主动守护我们。不管如何，这一次怕是麻烦了。来人至少都是元婴8重天以上的强者。萧家3长老，没想到你萧家居然真的敢暗杀我道玄宗道子，难不成要和我道玄宗开战？萧家3长老，元婴大圆满。血砂堂的那些废物果然靠不住，
还好老夫留了个心眼，没有听萧郎峰那个废物的话，不然的话，还真的让你们活着回去了。老东西，今日我若是不死，萧家我必灭之！小子，你的天赋虽然不错，但是日后撑死也就是个出鞘。而我萧家老祖在你的这个年纪已经快元婴境界了，况且你就算天资更加强大，也得活下来才行。更金符，给我活！没想到你小子体魄还挺强，那元婴的老东西都快死了，你一个金丹竟然还活着！狗东西，要杀我还没有那么简单！给我死！就这。这下总该是死了吧？嗯，那是什么东西？荀之子，这不可能！那老东西人呢？我刚刚身上的衣服发出金光就晕了，居然连进入鸿蒙空间都没有机会。看来以后不能冒险了。这是怎么回事？你是宗主，你怎么在这里？这是你的身外化身，你是化神强者。本宗距离化神还差得远，这不过只是一种神通罢了。没想到那萧家居然真的敢派人来杀你。等等，宗主，你早就知道萧家会派人来，你也早早做了准备。他们搞的小动作，我要是都不知道，就没必要当这个宗主了。放心，你作为宗门道子，要是这么容易就被暗杀，我道玄宗早灭亡了。吓我一跳，差点以为这一次死定了。你小子也是够胆子大的，区金丹3重天，竟然敢和对方一个元婴大圆满动手。那个级别的强者，就算你手上的陨雷剑也无法破防。可是我这个陨雷剑不是元婴极品的法器吗？怎么这么弱？的确是元婴极品，但是你太弱了，连他1/10的能力都无法发挥出来。当然，就算发挥出全部力量，也不是对方的对手。不管怎么说，至少我也算是活下来了，而萧家却是损失了一个长老。的确如此。好了，我的力量耗尽了，你尽快回宗门。若是再出现什么变故的话，我只能在宗门给收尸了。这一次的伤势有些重啊，还好可以用木属性灵根之气快速修复伤势。这摊子的衣服也能去自己修复和清洁，还挺方便的。这蛋壳这么好的东西，居然没有人拿走。既然如此，那就便宜我了。萧家，你们给我等着！长老，那叶凌霄回来了。回来了？那血砂堂的都是废物不成？这大比都还没开始，居然就让他赶回来了？好像是宗主大人将他的非洲给叶凌霄用了。还有玄机子的事情，可恶！看来这玄机子早就看穿了我们的伎俩。若是我没猜错的话，很快宗门就会出现针对我萧家的行动。长老说的没错，刚刚宗主已经下达法令，撤除了任务堂长老的所有职务。另外什么？另外就是，不仅是您，我萧家所有长老的职务也都被撤求了，而且停封10年。什么？全部被撤除，还停封10年？他玄鱼子疯了不成？长老息怒，宗主把这一次我萧家和血砂堂合作的事情公之于众了，我们没被逐出宗门就已经不错了。都怪那叶凌霄，若非是他，我们也不会被玄机子找到把柄。大少爷怎么说？大少爷说让我们别再干这种蠢事了，他会在宗门大比上光明正大的杀了叶凌霄。要是我们再敢惹事的话，大少爷怎么说？大少爷说我们再惹事，他会亲自动手解决了我们所有人。看来我们的确是操之过急了，给大少爷添麻烦了。好了，传令下去，停止一切行动。我知道了，长老，我这就传令下去。我知道了，长老，我这就传令下去。叶凌霄，
好得很。就算你能回来又如何？照样得死在大少爷的手里。你这臭小子，出去做任务也不告诉你师傅我，害得我担心了好几天。可是宗主的飞舟太快，我想要去追也追不上。虽然遇到了几个血砂堂的杀手，不过有惊无险。什么？遇到血砂堂的杀手？师弟你没受伤吧？特别是这脸没事吧？你可是得靠脸吃饭的。师姐放心，我没事。那萧家一群穷鬼，就花10万中品灵石，能请到什么像样的杀手？全部被我宰了。哈哈哈！其实也不是萧家穷，而是花太多钱的话，宗门很快就能查到他们的头上，所以只能拿出10万灵石。当然了，他们不知道玄机师兄早就在注意他们的动向了。他们估计也没想到宗主会帮助我对付他们吧。对了，师弟，明天的宗门大比你就不要参加了。你作为道子，能直接进入悟道池，这可是宗主颁发的法令。不错，那萧天已经成功突破，据说还掌控了出阙级异火。真的打起来，你没有胜算的。什么？出窍级别的异火？你不说这个我还不想去，看来必须得去了。我的好师弟啊，这萧玄可不是那些寻常的元婴，你就算是8品金丹，也不可能打得过金丹7、8重天的他，别说是元婴级了。放心，我有分寸。况且我也不是金丹1重天，而是已经金丹3重天了。什么？金丹3重天？师弟你开玩笑吧？你突破才不到1个月啊！你克仙丹都没这么快吧？我操！真的达到了金丹3重天，而且根基如此之稳固。凌霄，你小子真的克仙丹了？你们忘记我是炼药师了吗？最近炼制了一批精品丹药，再加上正好功法有所突破，所以境界提升快了。就算快，也不至于这么快吧？好了，既然凌霄你决定了，那就去干那小子。师傅，我相信你。不过这块令牌你拿好了，必要时候可以保命。我去，师傅你连惊雷令都给师弟了！哈哈哈哈！放心，你和你师兄也有，反正大比成绩什么的无所谓。你们的目标就是给我好好活着回来。多谢师傅，我肯定会活着回来。诸位，今日是我道玄宗10年一次的宗门大比。本次大比一共分为3轮，第1轮为淘汰赛，只有前1000的弟子才能进入第2轮的擂台战。擂台战一共10个擂台，只要能成功守队，皆可入我道玄宗的造化池修炼1个月的时间。居然还有3轮，就是不知道考核内容是什么。这一次若是我能成功进入无道池，并且感悟1个月，我必将彻底掌控那幽冥玄火。届时等老祖出关，我就是真正的道子了。现在我就为各位介绍一下第1轮的大比内容。7天之前，青云州遭福大变，出现兽潮，被妖族入侵，为首的妖兽乃是一尊出窍境界的大妖，以及数百个元婴妖族，同时还有数以万计的金丹级妖族。你们的任务就是猎杀足够的妖族，猎杀的越多，积分越高。当然，所有人需要携带一块留影石，全程记录你的猎杀过程。不记录在册的，将不计入成绩范围。居然连出窍级别的大妖都有，宗门也不怕我们全部被妖兽杀了。就算我们再强，也不可能对不了出窍大妖吧？宗门肯定有他们的计划，我们大概率是见不到那个级别的存在的。但是元婴级别可就不一定了。师弟，你可是得保护师姐我啊！那是自然，那是自然。就是不知道我们被传送过去之后还能不能在一起。不过我们都有传讯符，等到了之后，大不了我去找你们。那师姐我就等着被师弟你包养喽。红玲，你好歹是师姐，居然还要师弟保护，你害不害臊？哼，不叫师弟保护我，难道让你吗？遇到金丹巅峰甚至元婴级的大妖，你打得过吗？这倒也是哈，那师弟到时候你可是也得保护保护师兄我。好了，所有人准备好，本长老这就开启传送大阵。诸位，此次妖兽来袭，上面已经禀报给了道玄宗，我等一定要守护到援军到来。这一段时间，就劳烦各位再努力一下。
希望道玄宗援军能早点抵达。居然这么多的金丹妖兽，这一座城怕是死的差不多了，得尽快将这些妖兽斩杀，这样还能少死一些人。同时，这些妖兽也能全部练了。哼，元婴异重天的蛟龙，这才有挑战性。受死！九天神霄咒，万雷灭！你们看，好像是援军到了，有人正在和妖兽战斗，那黑云蛟已经被斩杀了。真的有人在战斗，好强的气息！有救了，我们有救了！这绝对是一个元婴大能，我们云海城有救了！哈哈哈！各位随我出去协助强者杀敌！多谢前辈！雷鸣岩狮，没想到居然还有这种异种。元婴三重天的实力果然强悍，元婴一重天的城主在他手中一招都撑不住，想要杀他可不简单啊！这掌控变异雷属性的妖兽，实力比同等级的妖兽至少强大数倍。若非我的陨雷剑乃是元婴极品，根本不可能破防。就是不知道他的妖核能炼化出什么好东西，就是可惜他的尸体基本都炸成渣了。原来是道玄宗的大人降临，真的太感谢大人了！要不是您的话，我们这座城怕是都要被灭。无需客气，我来这里的目的就是为了剿灭这些妖兽。对了，城里还有多少的妖兽在肆虐？回禀大人，城内的妖兽已经被大人一人灭了70%了，剩下的都是一些小妖兽，不足为虑。只是什么？只是我们这一座城虽然有救了，但是还有很多城都被妖兽侵犯，特别是百里之外的永天城。那永天城的城主是我好友，3天前就发来传讯，永天城已经破了，他估计已经战死，还请大人前去搭救。我知晓了，既然这座城已经没事，那剩下的交给你们了。多谢大人，多谢大人。等结束之后，小人定当去道玄宗求见大人。多谢道玄宗大人。用不着说什么感谢的话，你们现在去把我斩杀的所有妖兽的尸体给我带来就行。好的，大人，我们这就去，绝对不会漏了大人您的妖兽尸体。这些金丹妖兽的尸体蕴含的能量，最少也相当于100万中品灵石。希望那永天城的妖兽也能多一些。恭送道
大人，恭送道玄宗大人。这永天城居然没有一个修仙者的气息，看来修仙者都被击杀了。可是还有很多普通人没死，我要是大规模攻击的话，会误伤很多的凡人。看来只能将所有的妖兽引出城了。果然，所有的修仙者都已经死了，只是把所有妖兽引出来，看来得给这些妖兽单独炼制一颗能吸引他们的丹药才行。万兽血丹，这东西集齐了大量妖兽的精血，一旦催发，方圆100里之内的妖兽都能闻到，到时候肯定能将所有的妖兽都吸引过来。届时斩杀这些妖兽的时候，也用不着担忧普通人的死活。终于来了。给我收！3头元婴级妖兽，几十坨金丹级妖兽，一次性居然炼化出来了这么多的灵气和灵根之气。这一次的考核时间应该最少1个月，这1个月内足够我的境界提升到金丹5重天以上了。等等，不对劲！看来刚刚的万兽血丹似乎引来了不得了的妖兽了，而且还不止1头。难道要离开？不行，离开的话，这一座城的人全都得死。罢了，等他们来了看看，打不过再跑也来得及。趁着这个时候将所有的妖兽全部炼化，正好我的灵魂马上就要达到相当于金丹7重天的煞魂境7重天了。突破之后对上这些主修肉体但是却不修炼灵魂的妖兽，有先天的克制，到时候要击杀他们也容易一些。仅只是2座城，就已经炼化出来了相当于300万中品灵石的灵气量。这些妖兽每一头所蕴含的能量都比同等级的修士庞大太多了。这还是因为大多数是金丹，若是元婴妖兽多一些的话，灵气还能更恐怖。而且这些妖兽的血脉之中同样能炼化出灵根之气，只是要提升到中品地灵根还是有些不够，还是先突破神魂境界吧。3位，声音这么大，也不怕扰民吗？人类，刚刚我们闻到的那一股血食气息在哪里？交出来，饶你不死！老大和他废话什么？连他一起吃了！要吃我，先追上我再说吧。速度还挺快，既然如此，尝尝我这一招。元婴妖兽，果
果然强大，就算有陨雷剑也打不过。三位，要不商量一下，你们放我离开，我给你们万寿血丹。人类，你当我们三兄弟蠢不成？杀了你，那什么万寿血丹也是我们的。没错，你现在把那丹药拿出来，我给你一个痛快。好，我给你们丹药。好香啊！这是什么丹药？居然这么香！小子，快点把丹药给我们！可以，只是这丹药我只有1颗，只有1枚，那自然是给本老大了。凭什么？这小子要不是我拦住，早跑了。这丹药该给我。嘿嘿，两位哥哥，我最小，实力也最弱，你们就当做照顾照顾弟弟我了。这丹药给我如何？放屁！我们只是拜把子，又不是亲兄弟，凭什么让着你？再说了，这又不是提升实力的丹药，你小子吃得明白吗？还得老大我来。哼，废话少说，既然只有1枚，那就打一架，谁赢了谁吃。好，好，好，为了1枚丹药，你们2个小子竟然要和老大我打架。既然如此，那我就不客气了。不自量力！这巨象虽然强大，但是太蠢了，连装死都看不出来。不过话说回来，这万寿血丹居然有如此强大的吸引力，看来以后得慎用。操！被那小子阴了！也算是捡漏了。这3头元婴级的妖兽实力都不是一般的强大，若是我动手的话，铁定是打不过的。不过可惜失去理智了，再强也没用。这一座城的妖兽死的差不多了，不过这里每一座城都有元婴级妖兽，得先去找到师姐他们。他们的实力，若是遇到元婴级妖兽，必死无疑。一头元婴异重天的妖兽是1万积分，我现在总积分已经24万了，应该是第1名了。哼，这独孤云之前被称之为第1天骄，现在还不是在我之下。只要他不达到元婴，那就永远不可能是我的对手。叶凌霄，杀了萧天那个废物的叶凌霄，他不是才金丹3重天吗？怎么会突然多了这么多的积分？对了，这惊雷峰最近弄到了大量丹药，看来是这所谓的道子用丹药请人给他充分。怪不得境界能提升这么快，原来是嗑药。这种吃药的速度，怕是用不了几年根基就废了。估计是为了在悟道池能多吸收一些悟道之气，同时能在大比上露露脸。哼，只会依靠外物的废物，就算积分冲到第1名，那又如何？照样是一个废物而已，不足为惧。我只需要小心那独孤云就行。叶凌霄和师弟一起入宗的那个，师弟说他们入宗的时候，这叶凌霄不是才筑基7重天吗？这才多久，居然就已经金丹3重天了？这积分居然超越了我，实力肯定强大非凡。只可惜我被这元星6重天的蛟龙拖住了，浪费了不少的时间，得加快速度了。
不然回去师傅又要说我了。我去，这里怎么这么多的妖兽尸体？难不成是排行榜前几的人刚刚在周围杀了妖兽？对啊，也就只有这些参加考核的弟子不需要尸体，毕竟他们都是为了积分而已。那岂不是说这些尸体都便宜我了？这么多的妖兽，比我之前杀的所有妖兽加起来数量都要多，而且这里还有异火的气息，看来动手之人80%就是那萧玄了。元婴级果然强大。对了，我可以跟在这些天才后面捡路啊！我一个人再强，杀妖兽速度也比不上所有人加起来快。这样一来，我积攒灵气的速度将会提升至少3倍以上，而且我的积分也足够我进入下一轮了，用不着再猎杀妖兽。收获不错，炼化出相当于700万中品灵石的灵气量，那可是700亿下品灵石啊！那萧天刚刚是从西方离开的，既然如此，那就追上去捡漏。咦，下面怎么好像还有一头妖兽？下去看看。居然是元婴6重天的蛟龙，这些剑痕，难不成是鸿剑的师兄独孤云杀的？这么多年来，独孤云对上萧玄的每一场战斗都是胜利，我还以为这萧玄晋级元婴之后能碾压独孤云，现在看来还是独孤云强大一些。若是他能在这一次的大比之中突破到元婴级别，那实力绝对甩萧天几条街不止。算了，不关我的事，我捡漏就行。这是什么东西？这好像是血脉，那一条蛟龙的血脉，而且如此纯净，里面的杂质已经被彻底炼化了。没想到鸿蒙空间居然连妖族的血脉都能提纯出来，这能力还是第一次见。不过，能让鸿蒙空间主动炼化出来的绝对是好东西，先吸收了再说。好强大的力量，居然在我神魔金身的基础上让我的肉体力量提升了3倍不止。要是再遇到那3个元婴级妖兽，凭借这单纯的肉体力量，我怕是都能和他们一战了。而且似乎还有别的能力，出去试试。这一次收获太大了，尤其是这蛟龙精血，让我的肉体强度比之前强大了数倍。而且好像还有一种特别的能力，试试看是什么东西。好快的速度，这速度至少就是我人类形态之下的数倍。我现在的血脉应该是最纯净的神龙一族血脉了，就是量太少了。不过也是，刚刚的蛟龙不过只是元婴而已。看来以后要是可能的话，可以多弄一些蛟龙一族的尸体，全部炼化之后，用来强化我的龙族血脉，能大幅度提升我的战斗力。只是这神龙形态还是别轻易使用，毕竟这可是神龙啊！要是被人当作神龙幼崽抓了，那可是就倒大霉了，怕是还会被契约成兽宠，甚至有可能会被抽筋扒皮给炼了。终于达到金丹5重天了，灵气充足的情况下，修炼速度就是快啊！这1个月来，我猎杀妖兽的同时，跟在宗门天骄后面捡妖兽，让我收获了1000多万道纯净的灵气。现在的灵气浓度一道抵得上2块中品灵石的量，相当于白嫖2000万中品灵石，这收获巨大啊！不过因为一直在修炼，排名已经跌到第7名了，距离第1差了足足10万积分。罢了，能到前10就不错了，正好隐藏一下实力。那是什么？好大的鸟，居然是元婴7重天的金翅大鹏。这要是杀了的话，我的积分能直接达到第1名。不过杀了它就得使用神龙血脉，而要把杀做我的积分就得全程留影。罢了，这积分不要了，但是这妖兽可不能放过。
这个月来，我炼化了几头蛟龙一族的血脉，这神龙血脉已经达到了半步出鞘大妖的血脉水准，对实力的增幅强大了很多。这金翅大鹏若是我动手的话，要杀难度很大，但是化龙之后居然如此轻松，只可惜不能人前使用。不过若是真的遇到生命危险，好歹也算是有个保命的底牌。对了，这考核时间也到了，先回宗门吧。师弟你好厉害啊！我看你都排行榜第5了。这算什么？第一天的时候，师弟都第2了。运气好罢了。对了，我之前问你们在哪里，你们怎么都不告诉我？我还准备去找你们的。我们之前也就和师弟你开玩笑，考核这东西要是都让你来带的话，那我们日后还怎么成长？红玲说的没错，你师兄我还没那么菜。那你们也得给我回个消息啊，我还以为你们出事了。我这不是怕你顺着传讯符的踪迹找来吗？哈哈，师妹你和我想一块儿去了。哼，只有废物才需要别人保护。你说的不错，只知道让家族保护的人，的确是废物。小子，你说谁靠着家族保护的？谁破框自然就是说谁了。怎么，师兄这么着急？难道被我说中了？也是，整个道玄宗也就只有你家族势力最大了。说你废物倒是也不错。小子，你找死！怎么，师兄你准备现在就和我打一场？师弟不回到底！不想淘汰，你们可以动手。哼！玄法，你这2个徒弟怎么都和疯狗一样喜欢骂别人废物？是家族传承吗？还是你这个师傅教的？我应该说你那徒弟吧，已经把我小徒弟杀了，现在怎么又来招惹他哥哥？我就这一个徒弟了。切，关我徒弟屁事！不是你徒弟主动惹事吗？这叶凌霄的境界怎么会提升如此之快？仅仅4、5个月，居然从筑基7重天提升到了金丹5重天，如此快突破到金丹，他的品级肯定不高吧？哈哈哈哈！我这徒弟的金丹品质可是比你的6品金丹还要强大的多，这个你就不用操心了。哦，难不成是7品金丹？若是真的能有7品金丹，那用不了1000年，或许我道玄宗就能多一个化神强者了。师兄，你等他们决赛就知道了。哼，就算7品金丹又如何？雷霸天你养得起吗？之前和我们丹峰打价格战，把你底裤都赔光了吧？供得起一个7品金丹的天才吗？赔光？丹匣子，你老糊涂了吧？赔光不是你们丹峰吗？这几个月怕是赔了至少1000万中品灵石了吧？我还好，小赚。雷麻子，你到底哪里来的那么多丹药？真的要和我丹霞峰鱼死网破不成？鱼死网破？你太看得起你丹霞峰了，最多你死我活。当初你克扣我惊雷峰丹药的时候，可是比现在嚣张多了。我还是喜欢你嚣张的样子。好，好，好，雷麻子，你等着，我就不信你真的还能继续坚持。好了，你们2峰的事情不要再说了，大家都是为了道玄宗发展，别伤了和气。宗主，雷蛮子可是在损害我道玄宗长远的利益啊！长此以往，炼药师没得赚的话，都没炼丹的动力了。到时候没有了丹药，宗门弟子去哪里买丹药？这倒也是，师弟，你这丹药价格确实是过于低了一点。哈哈哈哈！没事，我惊雷峰的丹药管够，给了他丹霞峰，我们也有足够的丹药应整个宗门。可恶的雷麻子，我看你能供应多久？今天起，我们丹霞峰不炼丹了。哼哼，不炼最好，我惊雷峰还能多赚点，你丹霞峰别到时候哭鼻子就行。哈哈哈！好，我丹霞峰等着那一天。你们啊，都几千岁的人了，怎么还一个个和小孩子一样？就不能成熟一点吗？师兄，你说这话就不觉得害臊吗？他们2峰打价格战，最开心的不是你吗？你看这几个月来宗门的整体实力水准提升了多少？唉，师弟，你小声点不行吗？我就算再开心，也不能在他们面前表现出来啊。诸位，第1轮大比已经出了结果，排名前3000位可直接参加第2轮的擂台赛，其余弟子退场。
擂台赛规则很简单，一共10个擂台，每个人有3次挑战机会。最终大比结束之后，能留在擂台上的人获得进入悟道池的资格，同时获得进入第3轮的资格。时间限制为每一场战斗1炷香，若是1炷香的时间内无法战胜对手，则守擂者胜利。3天时间结束，即使是还有挑战次数，也算作淘汰。擂台赛吗？有意思。那我先战一个。小子，有种就上擂台和我一战，输了可就没有机会进入悟道池了。要是不敢，以后见到师兄我就夹着尾巴做人。哼，师弟，你可千万别冲动啊！这萧玄明摆着是激将法。这个我知晓，不过他这么嚣张，我有点看不惯啊。师姐，你放心，我还有3次机会的。虽然有3次机会，但是师弟你要是被杀或者重伤，可就无法再战斗了。是啊，师弟，你杀了他弟弟，他绝对不可能放过你的。这个我自然知晓，不过你们放心，我的实力还没有那么弱，杀他绰绰有余。没想到你真的敢上来，看来我小看你了。你的确不是怂货一个。师兄过奖了，毕竟不上来，我哪里来的机会找你们萧家算一算你们请杀手杀我的事情？哼，那件事与我无关。不过既然是我家族之人做的，那我不会否认。既然已经是死仇，那今天你我之间只有一人能走下这个擂台。来得好！果然不愧是萧家大少，实力就是强啊！可恶的小子，你一个金丹5重天，怎么会有如此强大的实力？我的强大，难道你们家族的人没有和你说？还是说你真的以为我第1轮的时候冲到第2名真的只是靠运气？哼，实力又如何？运气又如何？你的实力若仅仅只是这么一点的话，今天就是你的死期！是萧家的炎魔血脉，萧师兄动真格的了。是啊，据说这炎魔血脉乃是萧家先祖的特殊血脉，使用之后实力提升数倍。呵呵，雷麻子，你那好徒儿可是要被打死了。这炎魔血脉可是出阙级别的强大体质。哼，那又如何？我徒儿有仙人之姿，小小炎魔血脉，就算现在打不过，以后也绝对能轻轻松松秒了这萧玄。切，以后他能活着从擂台上活着走下来才有以后。这萧家和他叶凌霄可是不死不休，今天叶凌霄不死，以后死的就是萧家。萧玄没那么蠢。哼，你当我吃素的？有我在，他杀不了我徒儿。你要插手宗门大比？宗主，你看这雷毛子居然如此不把宗门规定放在眼里，还有玄法，你这个师傅不说句话？就是，难不成只准他叶凌霄杀我徒弟，不准我徒弟杀他叶凌霄？怎么，玄法你又想要找打了不成？萧天的事情和这一次不一样，萧天犯的是死罪。但这一次只是宗门大比，为了争强好胜，损失宗门天骄。长此以往，我宗门距离灭门也不远了。可是这不公平啊！他叶凌风日后要是找萧家算账，宗主你也要拦着吗？怎么，你是那萧家的客卿不成？还是说萧家给了你什么好处，这么急着给萧家说话？萧家找血砂堂之人灭我道玄宗到此，我道玄宗找他们麻烦就不错了，难道还要护着他们？真的当我道玄宗无人了？宗主息怒，老夫没有那个意思。话虽如此，不过这宗门大比可以杀人，也是宗门数万年的规定，我等也不好坏了规矩。这样我提议，萧玄杀叶灵雕我们不插手，但是叶灵雕要杀萧玄，我们也不插手，如何？好，我同意无风的意思。你们就这么看好那叶凌霄？说这话不就是为了让玄法不去救他徒弟吗？真以为老夫看不出来？哈哈哈哈！没错，就是如此。所以玄法你怎么看？要么都救，要么都不救。我也豁出去了，我也豁出去了，我就不信了，我辛辛苦苦教导出来的元婴徒儿，还不如那小子一个金丹5重天。你们两个当初做弟子时候就在比拼，现在成为了封主还要较真，唉，罢了罢了。既然如此，谁也不准插手这一次的大比，违令者严惩。炎魔血脉，难不成这萧家先祖还睡过炎魔？这口味有够重的啊！炎魔血脉，难不成这萧家先祖还睡过炎魔？这口味有够重的啊！不过这么说来，人族之中似乎也有很多特殊血脉，那我的神龙血脉只要不变成神龙，只是调用一部分能力，岂不是也很正常？小子，
给我死！来得好，给我醉！那是什么东西？什么？那手好像是龙爪，这叶凌霄难不成有蛟龙血脉？哈哈哈哈哈！我就说我这徒儿的肉体怎么强大的离谱，原来是蛟龙血脉。玄法，你儿子现在可是麻烦了，我这徒儿的血脉好像更强。蛟龙血脉，这什么情况？雷霸天，你阴我！明知道自己徒儿有特殊血脉，居然还和我打赌！你可是别诬陷我啊！我之前也不知道，我可以对天道发誓。再说了，这打赌你也同意了，难不成要反悔？宗主，我刚刚的打赌能不能作废？我就这么一个徒弟了。胡闹！你当本宗说话是放屁吗？你为什么就一个徒弟？不就是嫌弃其他弟子出身不够好吗？术法峰有最好的弟子资源，你但凡收几个普通家族的天才，术法峰早就压过剑锋了。可是宗主，我没有可是。那萧家狼子野心，这萧玄和萧天加入我道玄宗，你难道不知道他们打的什么主意？若是让他们成为下一任宗主，那我道玄宗日后就要姓萧了。好好想想到时候你们的处境。唉，罢了罢了，都是他萧家自己自作自受。我这个做师傅的，到时候给他们兄弟办一场风风光光的葬礼算了。哼，有你这个师傅，还真是好福气啊！那你有种上啊！连丹药都卖不过人家，好意思说我？好，好，好！连你玄法也敢来讽刺我？你术法峰的丹药别想要了！不要就不要，我大不了找雷蛮子买，还比你便宜。哈哈哈哈哈！你术法峰来买弹药，我肯定给你优惠价。两个可恶的家伙！那是什么东西？就许你有血脉体质，难道不准我有？好了，让我看看你这所谓的炎魔到底有多强。有血脉体质又如何？你今天套样得死！不可能！我怎么可能会输的？绝对不可能！这就是你的遗言吗？就算死，我也要拉你陪葬！师傅，这令牌果然有用。要不是有这东西的话，我只能跑到鸿蒙空间躲一下了。只是这出窍级符箓果然恐怖，一下子就把这令牌给废了。可恶！这萧玄居然动用出窍级符箓，他居然公然违反宗门规则！都要死了，他肯定得先保命啊！哼，你笑什么？你以为我徒儿就这样死了？你以为我没有给徒儿留保命手段？哼，那你还好意思说人家萧玄？你不也违反规则？宗主，我建议取消这叶凌霄入悟道池的资格，不然对其他的弟子不公平啊！死了，也死了，哈哈哈哈！我现在算是一个徒弟都没有了。叶凌霄使用的是护体玉牌，若是正常情况下打不过使用，的确算是违规。不过这萧玄违规在先，叶凌霄属于正当防卫，所以符合规定没有任何问题。丹匣子，你这老东西气死了吧？宗主可不是站在你那边的。哼，那又如何？死的又不是我徒弟，死了也就死了。玄法，你看这老东西说的这叫人话吗？要是我的话，肯定揍他了。丹匣子，你这老东西什么意思？什么叫死了也就死了？杀你徒弟的人是雷蛮子的徒弟，你有种找他呀！我要是打得过他，还用得着找你？吃我一拳！霸天的智商怎么感觉最近提升了不少，连挑拨离间都学会了。霸天之前只是觉得没必要动脑子而已，毕竟拳头大才是硬道理。现在有了个拿得出手的弟子，也得注意一下自己的形象，不是？师弟，你没事吧？刚刚担心死我了，这萧玄居然不见武德偷袭你这个师弟。我没事，惊雷令给我挡住了所有的伤害。哈哈哈，还好师傅是有先见之明，给了师弟你令牌，不然师弟你可是就交代了。不过话说回来，师弟你好厉害啊！而且你居然还有蛟龙血脉，那萧玄简直不堪一救。你之前怎么不说？和师姐我你也藏着。我也是这一次大比才觉醒的天赋，之前一直都不知道，不然也不可能瞒着你们。这倒也是。对了，师姐，你们还不去挑战擂台吗？唉，我们也想去啊，不过实力不允许。我才刚刚突破金丹5重天，
比起那些老牌师兄，他们差远了。没事，我们还年轻，等下几次再去也没事。这样吗？对了，师姐，宗门大比可以用丹药吗？可以的，不过最多只能用金丹级别的丹药，而这个级别的丹药能提升的实力并不强，还有后遗症。是的，所以师弟你就别管我们了。你说了，那是寻常良品丹药，丹药是精品丹药，最少能吃3枚，而且若是再加上强化肉体的丹药，一次性吃5枚也没有太大的问题。我操，精品丹药还是4、5枚，那得几百万灵石了吧？没那么多，我的成本也就几万灵石。这里一瓶有3份丹药，等时间快到的时候，你们挑一个实力最弱的去挑战。这里面还有消除副作用的丹药。师弟，你居然连精品的金丹极品丹药都能炼制？其实用不了这么多，我距离最弱的那个也就差一点点，刚刚差点就赢了。不过我们这么做是不是有点不地道？哪里不地道了？我们又没有违反宗门规定，就算不地道，能去悟道池，老娘也认了。还有谁准备上来挑战？赵长老，你这徒儿术法天赋不错啊，还好当初没有跟着选法，不然可就废了。雷峰主客气了，我这徒儿比起道子殿下可是差远了。哈哈哈哈！比起凌霄自然差得多，那小子可是有仙人之姿。我来请教一下。原来是红灵师妹，你不过才金丹5重天，难不成想要挑战我这个金丹9重天？还是说，你以为我战斗了这么多场，已经没力气了？我可不是乘人之危的人，你要恢复真气的话，可以随便，师妹我等你。哦，师妹这么有信心，那我就不客气了。我操，红灵，你吃了多少丹药？你不想活了？要死也得先把你打下去！苏凡无图！我操，红灵这死丫头不要命了，一下子吃那么多丹药！雷峰主，你这徒儿怎么不讲武德啊？说好等我徒弟恢复视线的，怎么偷袭？那个兵不厌诈嘛，谁让你徒弟说什么就相信的？这也算是一堂宝贵的人生教育课。金丹极品的精品丹药，而且不是寻常的精品。雷麻子，你到底从哪里弄来这么多丹药的？而且还有这等神丹，你是不是获得丹道大能传承了？哈哈哈哈！丹匣子，你可是别给我引祸水啊！我的所有丹药可都是我那好徒儿叶凌霄一人炼制的，而且是我亲眼看着他炼制的。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他一个金丹怎么可能炼制出金丹极品的精品丹药？霸天，你说的若是真的，那这凌霄的丹道等级日后绝对是化神甚至合体级别，这等炼药大师足以让我道玄宗腾飞。即使是不提他的炼药实力，就是这强大的五行和雷法同修的恐怖天赋也绝对非凡。那宗主，你的意思是要好好培养我徒弟喽？那是自然，虽然我本来就打算将他当作宗主培养，而现在却不一样了。若是炼药水准是真的，我将调动宗门所有资源，让他在最短时间内成为化神境界。昂雷灭！还有谁要上来挑战？好强！这铁塔嗑了什么药？居然这么猛！是啊是啊，之前和李师兄战斗的时候可是败了，现在居然把李师兄给秒了。那边的红灵师妹也是一样，都杀疯了。第2轮考核时间到，还在擂台上的人成功获得进入悟道池的资格。从悟道池之中出来之后，将会从你们10人之中角逐出最强之人，最强者可进入宗门宝库挑选一件珍宝。这里就是悟道池了，而悟道池之中拥有天地规则所孕育的悟道之力，再加上我盗用数万年来坐跨的出窍强者的功法感悟，在这里修炼1天，抵得上在外界修炼几年。你们有1个月的时间，这1个月的时间里，你们能吸收多少的悟道之力，就看你们自己的能力了。记住，越深的地方，虽然悟道之气越浓郁，但是却也越危险，所以量力而行。那不就是和我惊雷峰的惊雷池一样？既然如此，那我先下去了。师弟，我们也走吧。
这些就是悟道池的前辈感悟，居然有大量的功法和术法，以及武器修炼的感悟，就是太过驳杂了。师弟也别担心，只要剔除那些用不上的，吸收那些有用的就行了。话是这么说，但是这样一来的话，浪费的时间就有点太多了。这已经很不错了，即使是浪费一些时间剔除那些驳杂的灵气，我们这1个月也能获得相当于在外界苦修100年的感悟了。这倒也是。师弟，你们下去吧，我到这里就是极限了。不是吧，师兄，你这就不行了，我都没什么感觉。这里的水考核的似乎不是肉体，而是悟性。悟性越强，能下潜的距离越深。师弟说的没错，我脑子笨，到这里就是极限了。师弟，我也就在这里了，你们继续。你的悟性很不错，这都1000米了，居然还能坚持。师兄也不赖嘛，要不师兄我们2个比一比，谁的悟性更强？正有此意。这独孤云的天赋果然强大，这1500米的深处就已经压力很大了，他居然和没事人一样，看来只能用灵魂之气提升悟性了。这怎么可能？终于甩开那独孤云了，直接到悟道池的底部，到时候直接炼化悟道池的池水。这样一来，不管是功法还是术法的感悟都能留下来，而且炼化之后再吸收速度能提升很多倍。这里就是悟道池底部了，居然种植了这么多的1000年乃至万年的灵草。不过这里最珍贵的还是池水，吸收它1/10应该问题不大吧。这银色的灵气就是悟道池吸收出来的力量，和空间之力的银色力量还略有不同，不知道吸收了有什么效果，先试试看吧。悟道池的池水居然下降了这么多，是谁吸收速度这么快？难道是那独孤云？不对，独孤云的天赋和他师父差不多，他师父当初也就让悟道池下降了半米而已，这才几天就几米了。看来只能是叶凌霄了。看来霸天的话应该是真的，这叶凌霄的确能炼制出金丹极品的精品丹药，只有这等强大的悟性才有可能吸收悟道池水这么快。不过这也是好事，天赋越高越有培养价值。这银色的灵气居然如此恐怖，仅仅只是修炼了1天，居然就将9天神霄咒推演到了第3重。要是吸收灵魂之气修炼的话，最少也得3个月的时间才能达到这个水准，已经是单纯的吸收灵魂之气的100倍了。这种效果已经达到了传说之中的顿悟，就是这消耗有些多，1天的时间消耗了1%的悟道泉水，不行，不能这么浪费，得把这悟道之气的价值提升到最高。对了，我的功法修炼的还是之前在90老祖的密室里获得的道玄宗基础功法，整个道玄宗适合5行同修的功法一部都没有。既然没有，我还不如自己推演。虽然之前也想过这么做，但是之前仅仅只是依靠灵魂之气的话，虽然也能推演出功法，但是推导的速度完全赶不上我修炼的速度。等我推演出元婴级别的功法，可能我都出糗了。但是现在有了悟道之气，一切就都没有问题了。还好之前到了宗门第一件事，我就是去藏经阁将所有功法都记了下来，数千部宣布功法之中记载的感悟加起来，足够我推演出一部适合我的强大功法了。这1个月来炼化了悟道泉水1/3的水，希望出去之后宗主别找我拼命。不过足足1个月的推演，终于是有成效了。五行轮回现！
这一次不仅推演出来一部五行雷属性的出鞘上品修炼功法，同时还推演出这五行轮回的神通，威力比初秋极品的术法9天神霄咒还要强大数倍，让我的攻击力大幅度提升。再加上这一次1个月的顿悟修炼，我的境界直接提升了3个小境界，达到了金丹8重天。就算是那独孤云突破到元婴级别，对上我也没有丝毫的胜算。不错，你不仅剑意达到了4重，而且还提升到了元婴。这一次的大比冠军非你莫属。多谢宗主夸奖，是不是冠军还得比了才能知道。那叶凌霄的确非常人所能及，不过他的境界必究还是差得远。况且元婴和金丹差距甚大，他或许不是你的对手。萧玄也是元婴，不也照样输了？这倒也是，等到时候就知道了。不是说第3轮10个人晋级吗？怎么直接上来就决赛了？你还不知道吧？其他的知道这一次大比打不过道子殿下和独孤云师兄，所以全部弃权了。师兄，你既然修炼的是剑法，那师弟我也就用剑法和师兄讨教讨教。道子客气了，按照辈分，应该我叫你师兄的。既然道子有雅兴，那我们就先玩玩。师兄用不着留手，师弟我的剑道水平虽然不如你的强大，但是却也不弱。既然如此，那我也就不客气了。师弟可是要小心了。哈哈哈哈！吴峰，你徒弟虽然精通剑法，但是我看怎么也就那样啊！我这徒弟在剑道之上已经不落下风了。霸天，你别开心的太早，这独孤云的剑意还没施展，等使用剑意的话，凌霄在剑法上可不是对手。哼，就算施展出来，我看也白搭。我这徒儿的蛟龙血脉也没动用，要是用出来，独孤云撑不过3招。没想到你徒弟的境界又提升了，这一次独孤云或许真的要败了。不过剑道一途，还是独孤云最强。果然不愧是道子，剑意居然达到了2重剑意。师兄过奖了，你的3重剑意不是更强？而且我看你应该还有所保留吧？应该是4重剑意，要不施展出来给我见识见识？既然道子想要看，那我也不藏着了。停！我操！4层剑意，吴峰，你的徒弟这么厉害的吗？连4重剑意都领悟了？我也才发现，应该是这一次悟道池里面领悟的。看来这一次的战斗还是有点悬念的，或许有可能会赢。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我徒儿有仙人之姿，你徒儿怎么可能是他的对手？你徒弟不可能赢的！哈哈哈哈哈哈！你这蛮子，就不能让我开心一下？好歹这也是我培养了几10年的弟子。凌霄还是我精心培养几个月的弟子呢。再说了，你剑锋前几届都是第一。我惊雷锋就这一次，我笑一下怎么了？哼，小人得志的嘴脸，可怜我那好徒儿啊，渣渣都没了。道子，得罪了。这就是4重剑意，果然强大。不得了，不得了啊！这4重剑意竟然如此之强大
四重剑意的确比三重强大至少3倍。可是，雷蛮子，你这徒弟是怪物吗？他竟然使用出来3重剑意了，连蛟龙血脉都没用。我说了，凌霄有仙人之姿，哈哈哈哈哈！肉体、神魂、剑道、术法，每一项都是顶尖天赋，每一项都比寻常地灵根要强。这等天赋综合起来，即使是在合体大宗也是天才了，更何况还是5行雷属性。霸天，这凌霄剑道天赋太强，你把握不住，要不我也教导他。没事，师傅还是你，我只是教而已。哦，吴峰，你说真的？要是真的话，自然可以啊！你的5重剑里，在整个天极州都没几个人比得过。自然是真的。对我而言，是不是徒弟无所谓。或许日后我还得和他请教剑道，正好他不是缺个像样的护道者吗？哈哈哈哈哈哈！那感情好，你守护他，比我可是靠谱多了。等等，你们看到了吗？就那一瞬间。看到了，我还以为是我的错觉。既然你看到，那就是真的了。啥玩意儿就看到了？你们说的是什么？我怎么没看到？难道我的好徒弟受伤了不成？4重剑意，叶凌霄刚刚那一瞬间展出的剑法，居然有了一丝4重剑意的雏形。我操！吴峰真的假的？那我徒弟岂不是要逆天了？仅仅凭借剑道就要碾压独孤云了！哈哈哈哈！4重剑意，这怎么可能？万剑归宗！我操！赢了！赢了！道子殿下赢了！好恐怖的实力！还有那是4重剑意吗？道子殿下居然连第2轮的蛟龙血脉都没有使用就赢了！是啊，这实力太恐怖了！赢了！哈哈哈哈！我就说凌霄能赢吧，蛟龙血脉都没用，就这实力，谁人能提？的确如此，这等天赋，就算是放在周围几10个州之中，都是最顶尖天骄。日后成为化神，我道玄宗就飞黄腾达了。是啊，这下宗主你就不用担心老祖出关，发现你搞的什么道子而生气了，肯定得开心坏了。哼，那是自然，老祖只会开心而已。没想到独孤云输得这么彻底，这天资远比我想象之中的恐怖，居然在战斗之中推演独孤云的戒意，如此短的时间内将戒意从3重提升到4重，简直不是人。悟道池被他吸收了3成，或许是悟道池水的效果还没完全消失，吸收了悟道池水3成，怪不得这等悟性已经是我的10倍不止了。看来我就算教导他，也教导不了多久，就要被超越了。什么？吸收悟道池3成池水？我那2个孽徒是给我招惹了什么敌人？哈哈哈哈哈！玄法，你放心，你我虽然有冲突，但是怎么说也是多年好友，我会给你求情的。没想到霸天，你还能不计前嫌给我说情。毕竟你死了，我以后揍谁去？赢了，师弟赢了，太好了，师弟最帅！哈哈哈哈哈哈！这4重剑意，没想到还能染发。你看其他的师妹都快疯了。道子殿下，我要和你做道侣。道子殿下，我爱你。可恶，这些小妮子居然想要和我抢师弟，看我不去揍他们！师妹，你息怒啊！现在师弟是全宗偶像，你总不能把所有女弟子都揍一遍吧？再说了，只要你主动，谁能抢得过你？对啊，我怎么没有想到？哼，这些臭丫头要身材没身材，要颜值没颜值，而且我还和师弟住一起，我怕什么？哈哈哈哈哈！这就对了嘛！就算失败了，到时候师兄我给他灌醉，丢你房间。这可是师兄你说的，你到时候可得帮我啊。那是自然，不过我就怕到时候还没给师弟灌醉，我先睡着了。毕竟他实力可是比我强大多了，还有蛟龙血脉。吸收悟道之气战斗，对剑意的感悟速度是直接推演的数倍。
这悟道之气太离谱了，这么恐怖的感悟速度，什么功法学不会？现在的我掌控4重剑意，实力又提升了数倍。若是全力爆发，独孤云连接近戏我都做不到。就是悟道之气还是太少。之前在悟道池炼化出10万道悟道之气，推演功法达到出窍上品就花了7万，刚刚花了1万道，就只剩下最后的2万道了。要想让功法提升到化神，就算把悟道池抽干，估计也做不到。弟子见过宗主。无需多礼，恭喜你击败独孤云，成为了我道神宗这一届宗门大比的第1。那我是不是比有什么奖励？那是自然，除了可以去宗门宝库之中挑选一件物品，同时我个人决定，你可以随便再提一个要求，只要能做到，我都会尽量满足你。所以，你可以好好想想，想要什么？什么要求都行。那我能不能再去一趟悟道池？若是其他的自然没问题，唯独这个不行，因为之前你吸收了太多的悟道曲水，100年内悟道池都无法再开启了。你若是再进入一次，这悟道池有可能会被废了。这悟道池有可能会被废了。那个，原来这悟道池水恢复这么慢，我还以为有足够资源就够了。自然不是，悟道池之中的药材什么的，不过只是辅助，最主要的是里面的仙族感悟和天地规则，这2个都无法短时间内补充。感悟和天地规则，那有没有什么东西是可以承载这2者的？自然有，那就是出窍境以上修炼者的元婴。出窍境就是元婴和天地规则渐渐融合，可以脱离肉体生存，因此这等级的元婴自带天地规则。当然，虽然出窍强者的元婴虽然蕴含天地规则，但是却无法炼化，很多邪修绞尽脑汁研究数亿年都没有研究出来。你小子可是别打歪主意啊！宗主说笑了，炼化尸体神魂的邪修勾当，我怎么可能做？哈哈哈，我也就开玩笑，你身上没有一丝怨气，自然不可能做那等事情。好了，你再想想其他想要做的。既然悟道池无法进入，那我可否能和宗门合作，开一间出售丹药的店铺，将丹药出卖到整个天极州，甚至其他州，出售给其他宗门？可是你只有1个人啊，供应我道玄宗怕是都难。你要如何弄到这么多的丹药？实不相瞒，我所修炼的5行雷属性，可以将废丹和独门之中的单独驱除一部分，变成合格甚至良品。什么？5行雷属性还有这等逆天的能力？这5行雷属性比天灵根还要稀少得多，能做到这一点，好像也不是那么不可思议的事情。利润的话，宗门和我5-5分成就行。宗门3成就已经足够了。若是确定你说的所言非虚的话，我会代表道玄宗去天极州的天极城开设店铺。对了，店铺的名字你想好了没？那就叫它造化阁吧。这里就是我宗门的宝库，在这里罗列了我道上玄宗数万年来最顶级的宝物，每一件拿出去最低都是价值100万灵石，其中甚至有可能有隐藏的秘宝。这么多东西，只能拿1件。大比冠军的奖励就是1件，当然你若是想要多的，大可用宗门贡献值换取。宗门贡献值的话，是1块中品灵石1个积分，要兑换1件物品需要300万积分。什么？那不是相当于300万中品灵石？什么？那不是相当于300万中品灵石？有点贵啊。所以就要看你的眼光了。若是眼光可以的话，自然能赚不少。当然，要是眼光不行就亏了。这倒也是。那我能不能用丹药换？我这里得到丹药全部加起来，就按5折也价值1000多万。哈哈，自然可以。这么算下来，我还赚了。既然如此，加上原本的1个，你可以选择5个东西。那我就不客气了。我可以沟通鸿蒙空间，看到这些物品之中蕴含的灵气。不过和宗主说的差不多，虽然这里的东西价值都很高，但是大多数蕴含的灵气也都是在100到1000万中品灵石之间。好浓郁的木属性灵根之气，这一株幼苗居然蕴含了相当于上品地灵根的灵根之气，而灵气量不过只有不到1万块灵石的量，说明这一株幼苗的年份不到10年。10年皮的灵植有如此浓郁的灵根之气，这东西绝对不简单。若是成熟，其等级怕是能达到合体级别，甚至更高。怎么样，凌霄，看好需要哪些东西了吗？看好了，我就要这几个。好小子，既然将这里最值钱的几种东西全部找到了，果然不愧是天才炼药师。不知宗主可否告知这一株幼苗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我只能看出它不凡，却不知道具体是什么。其实我也不知道这东西是什么，找了很多鉴定大师，都只是说等级不凡而已。连鉴定大师也没见过吗？这东西居然这么神秘，难不成是什么好东西？我还以为你选它是认出来了它是什么，有可能是好东西，也有可能就是一株稀有的灵植。不过现在它是你的了，能否发掘出它的价值，就看你了。好了，我们先出去吧。哇，这就是道子大殿吗？好奢华啊！比起这里，我们惊雷峰简直就是猪圈一样。师妹，你这就夸张了啊！我们惊雷峰虽然差一些，但是还不至于是猪圈。不过这里的确看着顺眼多了，真羡慕师弟啊！这道子峰还是挺大的，要不你们都搬过来，我一个人也住不下。我就算了，还得在惊雷峰练体，师傅也不会来。不过师姐可是最擅长照顾人了，就让你师姐留在你这里吧。就是不知道师姐愿不愿意。我当然愿意。你们两个这对话怎么感觉有点怪怪的？不知道的还以为你们要结婚了。师兄，你又开玩笑了。走吧，师姐，我们先到处转转，熟悉熟悉周围的环境。你啊，我的手好痛！师兄，你拍我干什么？那个，我就试试看师弟你的肉体有多强，没想到这么厉害。师兄，你要是的话和我说啊，我平时都是运转功法的，你这样偷袭很容易受伤的，要不重新来？不来了，不来了，你这怪物，我怕是用法器都无法给你破防。那你下次想要试就找我。师兄，你怎么这么弱啊？说好打晕师弟的，怎么自己还受伤了？我咋知道师弟平时也运转功法？而且我看这情况，就算是没运转功法，我也打不晕他。能不能拿下师弟，只能你自己来了。这东西要是直接炼化的话，似乎是有些太浪费了。但是这么小，我要是给它种下，不知道得什么时候才能长大成熟。对了，任何的灵植成长都需要灵气，灵田之中一般都会埋下灵石，让药材成长速度提升。灵石的品质越高，成长速度越快。而鸿蒙空间的灵气比极品灵石的灵气都要纯净100倍不止，或许可以用来直接催生药材。我这鸿蒙空间好像没有能种植的地方啊，要不去外面弄点土进来？我去，这鸿蒙空间然还能随意变化，之前怎么不知道有这个能力？而且这些土里面居然还蕴含如此浓郁的灵气。这么浓郁的灵气，这灵植的生长速度应该会很快的吧？仅仅1炷香的时间，居然就消耗了足足3万道灵气。不过，这转化率居然是100%，这药材之中蕴含的灵气量和注入的灵气量没有任何区别。也就是说，我催生出大量药材，就算用不了也可以炼化，不会有任何损失。既然如此，那就没必要节省了。试试看这一株灵植成长到成熟，到底是个什么东西。300万道灵气，要是给我吸收的话，怕是足够我境界提升到元婴了。可是这小树才刚刚到万年的大小，不过这蕴含的灵气量已经堪比寻常的化神灵植了。不知道这果子有什么功效？这果子居然有问物的效果，虽然远远不如鸿蒙空间炼化出来的悟道之气，但是这一枚的果子效果比寻常人在悟道池1个月的感悟效果都要多。这灵植难不成是传说之中的悟道果树？有顿悟效果，那就意味着能炼化出悟道之气。用灵气换悟道之气，这一笔买卖血赚啊！看来以后我不缺悟道之气了。真正3万道悟道之气，相当于100道灵气可以转化成1道悟道之气。
性价比极高。之前花费了5个时辰让树长大，不知道要让这树再次结果，需要多长的时间。1天的时间就能催生悟道果树万年的树龄，这鸿蒙空间简直逆天了。也就是说，以后每天我都能获得3万道悟道之气。不过这300万道灵气相当于1000万枚中品灵石。虽然这一次从宗门宝库赚了1000多万枚灵石，但是我现在所有灵气加起来也不过只是500多万道而已，还是穷啊！看来造化阁得提上日程了。宗主，大事不好了！天机城出了个什么造化阁，把我道玄宗的所有炼药师都抢走了。没事，用不着理会。宗主，你糊涂啊！宗门炼药师都被抢光了，还没事？这样下去，我道玄宗都要完了呀！我道玄宗又不缺丹药，没有了炼药师又如何？宗主，你真的相信那叶凌霄一个黄口小儿就能供应我整个道玄宗的丹药？就算那5行雷灵根真的有逆天的能力，他的实力最多也就供应金丹级丹药，可是元婴和出窍级丹药又要怎么办？丹匣子，你先看看这是什么？精品破阴丹，这可是元婴上品的丹药里最贵的，1枚就价值几百万灵石。宗主您从哪里弄来的？当然是凌霄炼制的，而且是当着我道玄宗除了你之外所有炼药生的面炼制出来的。不可能，这怎么可能？他怎么可能炼制出来的？等等，除了我所有人，也就是说那造化阁……不错，造化阁主就是凌霄。现在道玄宗所有炼药师都是给凌霄打工，现在你还认为他无法供应我道玄宗的丹药吗？我不信，我不相信这是真的，肯定是宗主你骗我！丹匣子，我的丹药！看来宗主已经和叶凌霄穿一条裤子了，这种事情居然不告诉我。不过也不亏，这丹药可就是我的了。这叶凌霄连元婴上品的精品丹药都能炼制，看来我得做些什么了。这不是丹匣子峰主吗？怎么有空来我的道子峰？道子好手段，居然不声不响的把我丹峰给挖空了。人往高处走罢了，跟着峰主你的话，以后饭都吃不起了。他们自然会选择跟着我。峰主前来是准备和我兴师问罪。道子误会了，我这次前来是有大事找道子商议。哦，有大事，不知道是什么大事，说来听听。老夫听宗主说，道子殿下现在能炼制精品的破阴丹，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自然是真的。难道峰主你想要和我买丹药不成？这可不是什么大事。不，老夫其实这么多年来一直在钻研精品破阴丹，只可惜一直成效不大，所以老夫想要和道子殿下学习丹药炼制。哦，只是这等小事，自然可以。以后我炼制丹药，你可以在一旁观看。多谢道子殿下，多谢道子殿下。等等，你叫我什么？道子殿下，殿下有什么不对吗？你刚刚叫我道子殿下，我不挑你的理。现在你和我学习丹药，你该叫我什么？弟子丹匣子拜见师尊。弟子丹匣子拜见师尊。你也不傻吗？既然拜我为师，我这里有一些炼丹笔记，等一下你就去造化阁担任首席炼药师。多谢师尊，那弟子先下去了。现在造化阁也步入正轨了，有宗门的炼药师给我收过废丹和各种材料，我的丹药销量能提升数倍，后续每天的利润都能达到数百万中品灵石，足够我修炼的开销了。希望别再出什么变故。好，叶凌霄居然胆敢杀我2个麒麟孙儿，我要你死无葬身之地！祖，那玄之子欺人太甚，不仅护着那小畜生，居然还将我萧家在道神宗的所有人撤职了。现在的我们萧家弟子一点资源都拿不到手。哼，那玄机子早就想要搞我萧家，这一次只是找到了借口罢了。下一步他的动作估计就是要将我萧家所有人彻底赶出道玄宗。那老祖我们该如何是好？难不成就等着他们对我们动手？哼，
自然不可能。我那师兄已经闭关100年，要突破早就突破了。而且他早年修炼功法出岔子，寿元损耗了很多，现在怕是已经油尽灯枯。等我成功突破化神，就是我重掌道元宗的时候。老祖，可是那道玄子怎么着也是一个化神3重天的大能，若是没死，没死又如何？老夫我所掌控的异火已经晋级化人灵火，真的打起来，一个行究木的老东西不可能是我的对手。什么？老祖您的异火晋级了？太好了！这样一来，等您突破，我萧家就赢定了。传令下去，这一段时间让我萧家弟子都给我老老实实，别惹事。另外，老夫即将突破的事情绝对要保密，谁敢泄露，杀无赦！客官，来瞧瞧刚出炉的飞剑，削铁如泥；上好的培元丹，一力助击。护山大阵，保您一方平安。怎么回事？今天的丹药怎么到现在才卖出去这么一点？还有怎么一个客人都没有？师姐，我们的生意都被刚刚开业的造化阁给抢了。师姐，我们的生意都被刚刚开业的造化阁给抢了。他们的丹药品质都比我们的好，价格还只是我们的70%，太过分了。就是，他们这样损人不利己，到底为了什么？这造化阁什么来头？据说是道玄宗开的，现在所有人都去他们那里买丹药去了。我知道了，这件事我会去处理。你们继续守着店铺。这就是造化阁，我倒是要看看这里的丹药到底有多好。这位师弟留步。这位师姐，有什么事情吗？不好意思，师弟，我就是想要问问，这造化阁主是道仙宗的什么人？造化阁主。师姐问这个做什么？好奇而已。对了，我看你也是炼药师，你应该不是来买丹药的吧？难不成你也是被这造化阁抢了生意，来找他们算账的？不错，师姐你也是来算账的。不错，我是百花宗的。这造化阁破坏市场，害得我们百花宗一枚丹药都卖不出去。我倒是要看看这造化阁主是道玄宗的什么人。那个，这里毕竟是道玄宗的地盘，师姐你一个人来就不怕被欺负了？对啊，你说的有道理。要是这道玄宗不讲武德以多欺少的话，我们岂不是亏大了？走，师弟，我们摇人去。师姐，你等等我。诸位天极州的炼药师同僚或许都已经知道了吧？那造化阁用极低的价格来打压丹药市场，明显就是要砸了我们的饭碗。不错，这造化阁简直无法无天。要是都像他一样卖丹药，我们这些炼药师还赚什么钱？绝对不能让他再这样破坏市场。这丹药市场的价格，可是我们多少炼药师辛辛苦苦几代人才拉高到这个水准的。可是，我们要是去闹把价格提升上去，其他的修炼者也不同意呀。哼，大不了我们号召所有炼药师不再炼制丹药，我就不信了，这造化阁能供应整个天极州的丹药。不错。罢工，让他们都去找造化阁买。等他们拿不出丹药时候，那些修炼者肯定砸了他们的店铺。罢工！罢工！不错，我们所有人罢工。我倒是要看看，这造化阁能坚持到什么时候。各位一定要团结，只有足够团结，我们才能把这造化阁压垮。罢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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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这些炼药师要是知道我就是造化阁主，还不把我给撕了？这师姐的号召力居然这么强，果然不愧是号称天极州第一美女。罢工！罢工！罢工！宗主，你通知我前来，不知道所谓何事？凌霄来了，的确有件事需要拜托一下你。宗主直说就行，只要我能做到的，一定做。老祖闭关的事情，你应该也知晓了。实话说，老祖这一次闭关能顺利出关的可能性并不大，因为早年他修炼功法出现岔子，寿元已经不多了。也就是说，这一次老祖有可能无法活着出关。正是如此，而我道玄宗除了老祖之外，一个化神都没有，甚至出破巅峰都没有一个。若是老祖先逝，我道玄宗怕是会被其他势力吞并。宗主要我做什么，或者说我能做什么？多年前我获得了一枚灵兽果，这果子只是元婴极品的药材，却能延寿10年。若是炼制成增寿丹，甚至能延寿几十年。
可惜这一类的丹药必须精品。宗主，你连那些化神中品甚至上品的炼药师都不相信，就这么确定我能炼制出来这增寿丹？你的炼药术我看在眼里，只是炼制元婴级别的丹药，那些化神炼药师绝对不如你。况且你是自己人，比外人强多了。既然宗主都这么说了，那我肯定要试试。若只是寻常的元婴极品的话，我还是有70%把握炼制到精品的。我就知道，信你绝对没有问题。这增寿果和丹方，你回去先研究研究，先不急。对了，宗主，我今天回来的时候，怎么发现宗门大阵开着？是因为萧家老祖萧无痕突破化神了。什么？萧家老祖突破了？不错，那萧家老祖本是我道玄宗的天骄，也是那一届的宗主候选人。这件事我也听说过，据说是老祖觉醒天赋，将萧无痕击败，并且率先达到了出窍境界，所以才成为了上一任宗主。不错，正因为如此，那萧无痕才离开了道玄宗。不过即使如此，他萧家天骄一直加入我道玄宗，为的就是重新夺回道玄宗的掌控权。要是没我的话，他们的目标在未来应该能完成了吧？这倒不会，即使没有你，那萧天和萧玄日后也绝对不是独孤云的对手。那小子可不简单啊，当然比你还差了一些。等等，萧无痕突破，而我道玄宗老祖又不一定活着出关，宗主你是担心萧家对道玄宗动手？不是担心，而是必然。这也是我为何将增寿果给你的原因。现如今我道玄宗能否撑过这一次，只能看你了，凌霄。宗主放心，这件事因我而起，我一定尽全力。你不要自责，即使是没有你，那萧家也必然对我道玄宗动手。若是真的不可挽回，我会拼尽全力送你离开道玄宗。只要你活着，我道玄宗就还有希望。好了，宗主，那我先下去炼丹了。唉，希望凌霄能成功吧。老祖啊老祖，您老这一次若是不能成功出关，我们这些徒子徒孙都得凉凉了。这增寿果虽然只是元婴极品，但是据说一枚就能卖到5000万中品灵石，而且之前在宝库的时候都没有发现它的踪迹，看来是被宗主藏了。也是，这可是给老祖提升寿命的药司，被我选走，还不出大事了？炼制增寿丹，我直接吸收悟道之气炼制，悟性提升100万倍的情况下，绝对能炼制成功。可是，一枚怕是有些不够。这鸿蒙空间的灵田，连悟道果这等逆天的东西都能种出来，种植增寿果应该也没问题吧？果然可行，而且这灵气的消耗量比那悟道果的消耗量少太多了。相当于只需30万中品灵石的灵气，就能催化出一枚增寿果，而拿出去卖，最少5000万。也就是说，这利润足足100倍，比我炼化丹药的利润都要大很多。不过这东西可不能随便拿出，毕竟这么珍贵的东西，没有化神境界的实力或者后台，根本把握不住。不过至少来说，有了这么多的果子，我可以炼制一枚融合几颗果子的增寿丹。这样一来，老祖即使成功突破，也能多活最少100年。这一段时间，足够我成长起来了。开！这悟道之气果然恐怖，居然真的让我在金丹境界炼制出来了元婴极品的精品丹药。主要也是我的真气强度比寻常的元婴4、5重天都要凝厉，不然的话也做不到。这一枚丹药的药效是寻常增寿丹的至少数倍，希望能让老祖短时间内恢复活力吧。黑魔胶，那是萧家老祖的黑魔胶。快跑！萧家老祖上来了，我还不想死！萧无阳终于来了，可恶啊！这狗东西居然真的让他突破成功了，这下麻烦了。麻烦了。
凌霄刚刚才将丹药送给老祖，虽然那丹药比我想象之中的好很多，但是我见到老祖时候他已经油尽灯枯了。难不成丹药对老祖没用？那不是完了？非也，那丹药用处很大，绝对能恢复老祖的寿元，而且能让老祖多100年时光。可是也得时间啊，丹药起效最少得1炷香的时间才行。1炷香吗？既然如此，那我去挡住这老东西，就算用命填也要把他拦下。还是我来吧，在场之中，只有我才能拦住他1炷香时间。师兄，你辅助我拦住那黑魔蛟，萧家老祖交给我。我会动用宗门护山神兽辅助你，一切小心为上。我自会小心。道玄秘典，麒麟吞天。黑魔蛟杀过来了，宗主他们怎么还不出手？完了，黑魔蛟来了！很强大的剑意，不错。师叔，好久不见了。师叔，好久不见了。不知道这么多年，师叔你的剑法有没有长进？师侄特地来讨教几招。无风师侄居然达到了5重剑意，果然不愧是你啊！如此靓丽，宗主，你没事吧？没事，不过只是透支太多而已。这半步化神的黑魔蛟实力果然强大。敢杀我黑魔蛟，找死！现在怎么办？吴峰已经燃烧自己的真气了，但是比起那萧无痕，还是弱了太多了。我也不知道现在要怎么办，也不知道老祖那边情况如何了。希望已经恢复了吧？要是还没恢复的话，那我们道玄宗岂不是要灭宗了？我们这些老骨肉死了算了，但是那些弟子可都还年轻啊！不怕，我已经将我宗门的天骄全部送到传送点，一旦我们败了，他们会在第一时间被送走。从今天之后，世间将再无道神国。不好，那萧无痕这是要灭了我整个道玄宗啊！他疯了！宗主，你快点送凌霄他们离开。好，我这就。道玄金莲，道玄子是你，你居然还没死！这怎么可能？哈哈哈哈！太好了，老祖出手了，
老祖肯定已经突破了，这下我们用不着死了。老祖既然出关，那不管他有没有突破，这萧无名都必死无疑了。这下用不着担心灭宗了。希望老祖真的成功突破了吧。师弟，好久不见。师弟，好久不见。你还是如此之任性。道玄子，你少在这里教训我，告诉我你到底是如何恢复的？按理说你的寿命不是已经到极限了吗？你怎么可能还有如此之活力？既然师弟想要知道，那我这个做书香的自然要满足你最后的遗愿。叶凌霄你应该很熟悉吧？他炼制了一枚增寿丹给我，让我多有了100年的时光。增寿丹？不可能，我整个天极州能炼制的人一个都没有，那小子怎么可能炼制出来的？这个你就用不着知晓了。师弟，你我的恩怨今日也该有一个了断了。道玄子，你不得好死！赢了，赢了！老祖的实力居然如此之强大，那萧无痕居然一招就被秒了。老祖的实力非常强大，远比外界的传言要强大数倍。当然，知道这件事的人不多，不过今天之后，怕是要传遍天极州了。哈哈哈，那不是好事吗？有了老祖的实力做担保，我道玄宗有几个宗门敢招惹？话虽如此，但是老祖的寿元问题若是不解决的话，只能护佑我道宗100年。不过好在有了凌霄，希望他100年之内能成长起来吧。师弟，你我从弟子时期就一直争斗，今日终于是结束了。玄机子，带叶凌霄来见我。外面的声音好像没了，也不知道师傅他们是赢了还是输了。有师弟的丹药，老祖或许已经出关了，只要他出关肯定能赢。增寿丹只能增加寿命，但是老祖若是已经彻底油尽灯枯，或许没有太大的效果。那要是老祖没有恢复，我们怎么办？难不成真的只能逃离苟活吗？不是苟活，是保留火种。只有我们也活着，未来才有复宗的希望。师弟，是宗主发来的消息吗？外面现在什么情况？赢了还是输了？赢了，老祖出关，大获全胜。赢了，真的赢了！哈哈哈哈！我们不用逃走了，真的赢了！道子太厉害了！是啊，要不是道子的丹药，老祖也不可能出关。师姐，宗主发来消息说老祖找我，我先去看看什么情况。师弟你小心。好，我先走了。弟子拜见老祖。老祖，我把叶凌霄带来了。弟子叶凌霄拜见老祖。果然和玄女子说的一样，是一个俊逸非凡的少年啊！这一次多亏了你，老夫才能再次活过来。老祖无需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唉，只可惜老夫见不到道神宗崛起的那一日了。老祖，您这是说哪里的话？现如今有100年寿元，你只要突破到5重天，就能再活1000年了。老夫已经活不过100年了。老祖，您这是怎么了？怎么生机消散了这么多？不应该啊！我的增寿丹不可能药效过了。你的丹药没问题，是老夫修炼的功法出了岔子的原因。好了，玄机，你先出去，我和凌霄单独说几句话。老祖，可是您的身体……我活不过今天了，出去吧。让我最后和凌霄交代一些问题，我也能死而瞑目了。弟子知晓了，弟子告退。你应该好奇老夫为何会如此，还有为何会单独留下你吧？是的，老祖，还请老祖解惑。老夫年轻时候获得一功法，名为道玄天经，只可惜是残本。即使如此，其等级也是合体功法，只是正因为是残本，所以老夫修炼到一半就出了岔子，寿元大量损耗，导致我不到2万年的年龄却已经大限将至。正常我的境界可活4万年。残本都是合体级别，那完本得是什么等级？至少也得是合体上品甚至极品的功法吧。老夫留下你，就是想要把这功法和老夫毕生的修为给你。功法练不练取决于你，要把全部修为传给我。老祖，
你单独留下我，不知道所谓何事。老夫留下你，就是想要把这功法和老夫毕生的修为给你。功法练不练，取决于你。什么？老祖，你说要把全部修为传给我？修为这东西还能随便传给别人？寻常情况自然是无法传给别人的，但是我所修炼的道玄天境却有可以传输功法的篇章，只需要老夫燃烧神魂就行。燃烧神魂为代价将修为传给我？这天地间还有这种神奇的功法？这东西怎么感觉听上去有点像是夺舍啊？这老祖的实力比我强大太多，若是真的要夺舍，我甚至来不及将他拉入到鸿蒙空间，神魂就被吞了。可是老祖为什么选择我？我的境界就算是能承载你的修为，怕是也承载不了多少吧。我感觉宗主应该更合适。这老祖放着境界更强的宗主不传递修为，非要找我这么一个天赋更强的，这绝对有问题。哎，我原本的打算就是将修为传输给玄机子，不过现在有了更好的选择，你也不用担心会损害你的天赋，这种传输方法绝对安全。安全？哼！若是这道玄天经安全，老祖又怎么可能会变成这副死样子？凌霄，你这是何意？何意？老祖莫不是认为我年纪不大，就是个蠢货吧？自古传输修为会损伤根基这件事人尽皆知，而你放着宗主这个你一手培养之人不传输，反而要传输给我这个宗门未来的希望。凌霄，你误会了，这功法对根基没有损伤，但是却有其他的副作用。副作用？难不成是那种传输过程之中也会连带你的记忆一起传输过来的副作用？哼，这特妈不就是夺舍？老祖，你要夺舍，我也找一个好一点的理由啊，这样显得你很看不起我啊。唉，没想到你对老夫误会如此之深。罢了罢了，既然你有所顾虑，那传系修为的事情就此作罢。什么情况？这老祖居然放弃了？等等，难道说是想要我放松警惕？不对，以他的实力要强行夺舍我根本用不着废话，难不成我误会他了？好了，这是道玄天经的功法和我这么多年来收集的各种功法，现在都交给你了。难道我真的误会老祖了？还是说这玉牌里面有问题？不过仅仅只是玉牌的话，即使是有问题，我也能瞬间走到鸿蒙空间之中，用空间抽离有问题的东西。这就是道玄天经，果然玄妙无比。这就是道玄天经，果然玄妙无比。从这道玄天经之上的功法记载和功法运转路线来看，他的传输修为的能力似乎的确没有什么问题。但是道玄老祖可是化神4重天巅峰的强者，他若是真的要夺舍我，能瞬间将我灵魂搅碎，到时候我可是就没有机会将他拉入到鸿蒙空间之中了。可要是拒绝的话，他也有可能直接动手。对了，我可以将鸿蒙空间的力量笼罩在我的灵魂之上啊，这样他要是真的要夺舍我，就会瞬间被吞噬。你看完之后应该也知晓了吧？老夫并没有骗你，不过既然你有顾虑，那老夫还是不传输给你修为了。不过你这么警惕也是好事。不好意思了，老祖，之前是我太敏感了。无妨，你若是真的不要的话，就下去吧，让玄七子来见我。既然你不要这修为，我也不能浪费了，不是？老祖说笑了，弟子自然要，能节省我几百年的修炼时间，我怎么可能不要？还请老祖不要生气。哈哈哈，既然你相信老夫，那老夫也不会让你失望的。好了，随老夫来吧。虽然冒险，不过一个化神大能的全部力量，若是炼化，最少也价值几千万块中品灵石所蕴含的灵气量。赌一把。这里是老夫之前就准备好的阵法，这可是一个极为强大的化神上品大阵。这个阵法可以最大程度地将你的肉体稳定下来，能承载下我更多的力量。果然是化神上品大阵，只是这阵法似乎没有那么简单，除了稳定肉体还有其他的功能。可惜我的阵法等级有些低，看不出来。不过可以肯定这老祖绝对有问题。你去阵法中心坐下就行。好的，老祖。神魂夺天！
真的是灵魂灌注，这老东西果然要夺舍我。既然如此，那就别怪我了。鸿蒙空间，给我吞！这老东西居然一上来就直接用灵魂夺舍，还好我果断，不然怕是连把他送到鸿蒙空间的机会都没有。即使如此，我的神魂也差点被搅碎。这实力差距太大的情况下，引诱他夺舍，太过冒险了。以后千万不能再贪心了。这里是哪里？异空间，这是异空间！什么？这是灵兽果，而且足足一整棵树。还有另外这一棵金色的果树又是个什么东西？这果树所散发出来的灵压，居然比灵兽果的灵压强大数十倍不止。这绝对是某种化神甚至合体级别的强大灵植。而且这么多的灵兽果，要是我能全部吃了，寿元绝对能恢复几百年。你在这里做什么美梦？都死到临头了，还想着活几百年？小子，你到底是从哪里弄到这等异空间的？难不成你有如此天赋，就是依靠着这个空间不成？你猜的不错，的确是靠着这个空间。很好，既然如此，从今天以后，你的身体和你的这个空间就都是老夫的了。老东西，都到这里了，你还这么大的口气，真以为我的这个空间是吃素？实力不过只是金丹，老夫现在虽然很虚弱，但是要吞噬你的神魂还是轻轻松松的。哦，是吗？既然如此，那就让你知道，在这鸿蒙空间，我才是主宰。想捆住我，没那么容易。小子，你要做什么？果然不愧是化神大能，居然炼化出了30万道悟道之气。可惜太老了，能量也消耗的差不多，除了这悟道之气多一些，其他的都不怎么样。不过有珍贵的悟道之气就不错。不知道宗主对这件事知道多少，若是他也清楚这老东西要夺舍我的话，还真有点麻烦。果然，宗主是这老东西培养出来夺舍用的。宗主对此什么都不知晓，若不是我的突然出现，宗主或许早就被夺舍了。不过不得不说，这老东西还真是会选人啊，那么多强者不选，非要来夺舍我，随便选一个都绝对成功了。而且若是他是个好人，我不仅能让他突破，还能恢复他的寿元。可惜了，动静这么大，宗主他们应该察觉到了，到时候得找一个好一点的理由才行。对了，那按照老东西的记忆，那萧无恒的肉体和那黑魔蛟的尸体都还没有彻底损毁，得去找宗主他们弄来才行。也不知道老祖那边如何了，刚刚的那股气息，总感觉有些不对劲。宗主，吴峰伤得很重啊，筋脉全部都断了，这样下去有可能会成为废人。居然如此之严重，看来是因为吴峰修炼的是剑道，之前燃烧真气之后，剑气入体搅碎了他的筋脉，想要修复，难如登天啊！我去，严重，那怎么办？想要修复，除非使用百花谷的涅槃花作为药材，炼制出涅槃丹，不然的话，吴峰的筋脉不可能修复。而且就算是涅槃丹，也必须精品，且至少3枚才够用。什么？涅槃花？那东西不是不卖吗？是的，涅槃花的确不卖，就算卖也不会卖给我们道玄宗。啥玩意儿？为什么不卖给我们？我们道玄宗怎么着也是天极州第1大宗吧？凌霄和宗门合作开了一个造化阁的事情，你应该知晓吧？造化阁？这个我当然知道，可是这个和百花谷有什么关系？自然有关系，我们卖得太便宜了，所以整个天极州的炼药师都联合抵制我们道玄宗，他们现在恨不得宰了我们，怎么可能弄得到这涅槃花？我操，还有这事儿？这些炼药师也太小气了吧？那我们该怎么办？总不可能让吴峰废了吧？自然不可能，吴峰是为了我道玄宗，若不是他，我们等不到老祖出关，就算去跪下求，我也要求来这涅槃花。这涅槃花难不成其他州没有？不错，这涅槃花很稀少，附近几10个大洲只有百花谷有。凌霄，
你终于回来了！老祖找你说了什么？就是给我了一些传承，然后他就去试着最后一次突破，可惜还是失败了。唉，原来刚刚的气息是老祖再次尝试突破。我说怎么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凌霄，你来的正好，看看无风的筋脉，你能不能修复？好，我先看看。筋脉全部裂了，居然如此之严重，这种情况基本不可能救好。你也没有好的方法吗？难不成只能用涅槃丹？涅槃丹？原来你们刚刚是准备去找涅槃花吗？不错，我们刚刚就是在说这个，只是这涅槃花只有百花谷有，你也知道，我们道玄宗之人肯定买不到的。百花谷有涅槃花吗？若是百花谷的话，我或许可以去试试。你去？你要是去百花谷，刚刚到宗门口就被围殴致死了。你小子不知道你现在的名声在天极州炼药师里面有多臭骂。他们又不知道我就是叶凌霄。再说了，我不去试试，无风师叔可是就废定了。哈哈哈，凌霄说的对，又没人认识你，师傅我相信你能行的。既然如此，那就只能麻烦凌霄你了。记住，一切以自身安全为重，需要什么尽管提。正好，我需要这蛟龙尸体炼制兽血丹，不知道宗主能不能把这蛟龙尸体给我，我可以花钱。另外就是那萧无阴的尸体里面好像有异火，我想试试能不能炼出来。自然没问题，你带走便是。多谢宗主，那我就不客气了。对了，等一下霸天我们准备去萧家，趁现在他们还没反应过来，将他们斩草除根。你要不要也去？去萧家灭口？当然要去。好，那我先下去召集所有人，你们等一下去道玄广场集合就行。你们看，天空之中怎么多了那么多的非洲？好像是道玄宗的非洲，怎么来了这么多？这么多非洲一起来，不会是道玄宗要来攻打我们萧家吧？不好，这道玄宗来者不善啊！快去通知老祖。老祖好像不久之前出门了，还是先去找三长老他们吧。不好，你们看那些非洲开始攻击了，快启动护山大阵！老祖救命啊！我还不想死！可恶！道玄宗为什么攻击我们？可恶的道玄宗杀了我们萧家天骄，还要灭了我萧家不成？没想到这非洲居然这么强大，之前我去神霄宗的时候居然不知道，可惜了，有这非洲，那萧家三长老一炮就被我轰死了，还用得着被差点打死？哈哈哈哈哈！谁让你小子不好好看使用说明的？我哪里知道，非洲这东西除了能飞，还能攻击啊！其实你就算知道也没用，这非洲攻击固定的东西还行，若是用来攻击修仙者的话，根本打不中，除非像我们这样上来就偷袭。哈哈哈，师兄，要说不说你能当宗主呢？好了，现在也到我练练手了。道玄宗，使我萧火火一招，大佛火莲！你偷袭，你不讲武德！哼，哪里来的臭虫？以为多用几种异火就能元婴境界杀我一个出窍境？给我灭！我去，师傅这实力牛逼啊！这一人就能把整个萧家给灭了吧？你师傅霸天的实力可不弱，体法双修，又是变异雷属性，当年和陨雷尊者并称为天极州雷伐双尊。只可惜，那陨雷尊者陨落了，
那陨雷尊者估计是名字没起好，陨雷，这早早就陨落了。这话你可别当着你师父的面说，不然你小心挨揍。好了，这萧家的强者也差不多死绝了，你要不要也下去练练手？去当然要去，不过宗主，这萧家弟子很多都有异火，能不能把他们的尸体都给我？我试试看能不能把异火全部提炼出来拿出去卖。自然可以，我道玄宗这一次可是你救的，别说只是一些异火，战利品你全拿走都行。多谢宗主，我只需要炼药用的材料和一些尸体就行。那我也下去练练手。这萧家被师父杀得差不多了，不过刚刚获得那黑魔蛟的血脉，还没来得及炼化，正好炼化了之后看看我的蛟龙血脉能不能直接提升到化神等级。好浓郁的血脉之力，还有这幽冥玄火也是化神级别的异火，不知道融合之后能达到什么等级。我操！那是凌霄那小子，怎么这么残暴？一拳一个元婴级长老，他的蛟龙血脉难不成达到了化神？这肉体实力居然如此之强大！看来凌霄之前只是使用了一小部分的血脉之力，他的这血脉等级绝对是化神级，而且还不是寻常的化神蛟龙。有了这等天赋，希望凌霄能在其他宗门发现老祖动生之前达到化神吧。这萧家的长老也不过如此，就算元婴6重天，现在也承受不住现在的我一拳。这些萧家长老的尸体都送入到鸿蒙空间了，等宗门把战场打扫干净，到时候我的这异火等级还能提升些许。宗主你来了，是来给我送资源吗？你小子眼里就有资源。宗主你是知道的，我修炼5行雷属性消耗资源是寻常人的近100倍，不多弄点资源，日后出糗都难，别说是化神了。我自然知道，戒指里面有萧家的所有资源，大致2亿中品灵石。什么？萧家所有的资源？这是不是太多了？的确很多，不过你的贡献值得拥有这么多。况且我之前就说过，我道玄宗会全力供应你的资源，让你修炼。那我就不客气了，后续宗门有任何需要我的地方，我一定做到。你小子只要以后实力强大之后，还记得我道玄宗就行。只要你活着，并且实力强大，就是我道玄宗最大的底蕴。那我肯定要好好活着。对了，宗主，这下面快要到天极城了吧？我先下去了，等弄到涅槃花就回去炼制丹药。好，那我带着吴风在造化阁等你。好，那我先走了。希望那玉海棠还记得我，这样才有机会弄到涅槃花。就是不知道
悟道果或者灵兽果能不能换到这涅槃花？要是不行的话，怕是只能想其他办法了。不愧是百花谷，这店铺里面也都是花。你们看，来了一个好帅的男修啊！不知道他是来买什么的，我们可是好久没有开张了。我去问问不就知道了。这位客人，你来我百花谷是需要买什么丹药？我们这里什么丹药都有哦，而且价格实惠。我和你们大师姐玉海棠认识，不知道能不能给我通报一下，我要买的东西，你们可能做不了主。你认识我们大师姐？不知顾客您叫什么名字？你就告诉他叶宵来了就行了，他应该还记得我。什么？你就是和师姐一起抗议造化阁的叶宵？我这就去通知师姐来。我去，我的名字怎么连这小姑娘都知道？难不成我是造化阁主的身份曝光了？要不要先溜？别到时候被围殴了。真的是师弟你来了，之前忘记加你的通讯符好友了。之前召集炼药师的事情，多谢你的帮忙了。师姐客气了，我们大家都是炼药师，那造化阁如此欺负人，自然要给他们一个教训。说起这个就来气，这都2个月了，那造化阁居然一点事情都没有。我们这些抗议的人，反而2个月都没卖出去多少丹药，太可恶了。可能是这造化阁之前储存的丹药多吧。不过，我听说最近他们也涨价了。是涨价了，但是就从7折变成75折，和没涨差不多，还是没人来找我们买丹药。算了，不说那些讨厌的人了。师弟你来是要买丹药还是药材？我给你特惠价7折。我此次前来是为了给一位师叔求涅槃花的，他经脉撕裂，若是没有这涅槃花，可能以后就是废人了，多少钱都没问题。涅槃花，要是其他的还好说，这涅槃花我也做不了主。那还请师姐麻烦给我通报一下。这涅槃花对我真的很重要。好吧，我先问问看我师尊，不过你也别抱有太大的希望。这涅槃花我百花谷最近有大用处，可能拿不出多余的。难不成百花谷也有人受伤了吗？其实不是别的，就是涅槃花树出了问题。最近几年来，不知为何涅槃花树渐渐萎靡，甚至有些枯萎，产出的涅槃花少了很多，所以我们自己都不够用。涅槃花树枯萎，为何会如此？这花我记得不是化神上品的灵植吗？我们百花谷也疑惑为什么会如此。我们请了很多化神上品甚至极品的灵植师，都找不到原因。这要是真的枯萎了，我百花谷损失就大了。这不巧了吗，师姐？我师父是化神极品灵植师，我手里正好有他独家的秘制灵液，专门修复各种化上品甚至极品的灵植。什么？师弟你没开玩笑吧？化神极品灵植师最低可都是合体级大能啊！我怎么可能和师姐你开这种玩笑？若是师姐相信我的话，大可让我去试试。若是成了，我只需要1朵涅槃花就行。若是真的成了，别说1朵，就算是10朵，我师尊他们都会给你的。我用不了那么多，到时候再给我一些药材和丹药就行。好了，师姐，我们走吧，我师叔那里有些急。好，师弟，你随我来。海棠已经把事情都告诉我了，叶宵是吧？你确定你真的能救活我百花谷的涅槃花？若是涅槃花有任何闪失的话，你知道后果的。后果吗？不知道是什么后果。哼，自然是无法活着离开。你以为我不知道你的想法？不过只是想要借着医治涅槃花树的幌子来接近我这傻徒弟罢了。之前你也和他鼓动各宗的炼药师联手，也是为了接近他吧？师父，你在说什么？叶宵师弟是我去找他的，况且这一次的事情也是我主动和他说，他才知道涅槃花的。你这傻姑娘，哪里知道这些男人为了骗我们女人的心到底有多会演戏？他肯定是早就知道了。怎么可能？师父，我相信师弟。哼，蠢货，被这些臭男人卖了都不知道。前辈，你用不着对我这么大敌意。若是我救不活，要杀要剐随你。不过我动手前，还是先谈谈我的报酬吧。可以。海棠说你要涅槃花和丹药，既然如此，我百花谷的丹药随便你拿，总价值在2000万中品灵石之内就行。2000万中品灵石是不是有些少了？
你这涅槃花树若是死了，你们可是得损失几十亿。哼，你什么意思？难不成你还想要几十亿？还有，你之前不是说用不了多少钱吗？之前我看在师姐的面子上，就算只给我一朵涅槃花，我也会出手。现在嘛，没有价值3亿块灵石的丹药，你就等着涅槃花彻底枯萎吧。小子，你什么意思？居然要3亿？你可知道3亿中品灵石是多少？我自然知道，你百花沟所有的丹药加起来，大致应该差不多了。不过比起这涅槃花树的价值，3亿块中品灵石绝对不算多。别说我们能不能拿出3亿中品灵石丹药，就算能拿出来，为什么找你，而不是去请合体级的强大灵植师出手？你倒是去啊！若是我没猜错的话，你们请过合体级灵植师吧？只是他们要价更高，还不一定能治好。你这是吃定我们百花谷了，你就不怕我杀了你？谷主大可动手，我若是没有保命的手段，怎么可能一个人来你百花谷？你快点决定，再等一下可就不是这个价格了。再等一下可就不是这个价格了。这是怎么回事？涅槃花怎么开始枯萎了？这涅槃花之所以枯萎很简单，你们常年贼月用灵石催生，导致其内部已经彻底衰败。说白点就是内部腐朽，寻常灵液无法救活。再等等，3亿的灵液可是就不够了，得加钱。好，只要你能救活涅槃花树，3亿就3亿。师弟，求你出手救救这涅槃花树吧！之前的事情是我师父不好，我和你道歉。既然师姐都开口了，那我也不咄咄逼人。丹药你们用毒丹和废丹凑数也行。臭小子，还说不是冲着海棠来的，这死丫头一句话相当于直接降价1-2亿。谢谢师弟，我以后一定报答师弟你的恩情。朋友之间用不着这么客气。既然如此，那我动手了。这里面是鸿蒙空间炼化出来的纯净灵气液体，再加上1万道的木品性的根之气，救活这一株涅槃花树应该够了。这怎么可能？这怎么可能？你到底用了什么灵液，居然真的将这涅槃花树救了，而且这么快的速度，好厉害！师弟，你的师父居然真的是合体灵植师。我说了能救回来，就肯定能救。太好了！涅槃花现在不仅复活，而且还变得比之前生机更加旺盛。以后涅槃花的产量，怕是最少都能多产出几10朵了。自然可以，而且万年内你们不用担心再次出现枯朽的问题。叶小友，实在是不好意思了，之前误会你了，还请小友别生气。实在是这些年来，太多的登徒子以各种借口来我百花宗，骗取我百花宗弟子的信任。这个我自然理解，有所怀疑也是正常的。叶小友能理解自然最好。之前说好的报酬，我百花谷绝对不会食言，只是数量太多，要准备起来需要花费不少的时间。要不小友先在我百花谷等几天。我宗门师叔还等我拿孽花回去救命，只能过几天再来拿了。这样啊，那也行。小友3天之后来，到时候我准备好所有的丹药，这几朵涅槃花，小友就先拿回去。师弟，你快点回去救人，我会和师傅这边尽快把所有丹药给你准备好的。那就麻烦师姐和谷主了。既然如此，那我先走了。海棠，这叶萧和你到底是什么关系？之前居然只需要1朵涅槃花就能动手，你们2个该不会已经在一起了吧？我的师傅啊，我天天在宗门修炼，哪里有时间谈情说爱？我和师弟才见面2次，才2次，那就是一见钟情。那小子肯定是喜欢你，不然不可能如此大手笔。你可是得小心一点，男人都没好东西。师傅，你说啥呢？师弟只是当我朋友而已。再说了，我相信他是好人。哼，死丫头，别到时候被人骗了都不知道。走吧，先去准备丹药。3亿的丹药还得和宗门的长老们说清楚才行。师傅，你等等我！你小子居然真的弄到了涅槃花，而且还成功炼制出来，你是怎么做到的？那玉玲珑可不好惹啊！自然是靠手段，总不可能是靠我的颜值吧？虽然我长得也的确很帅，不过那谷主怎么好像很讨厌男人？据说那玉玲珑曾经有个关门弟子，
天纵奇才，只可惜被天剑宗一个天骄给骗了身体，最后离世了。所以任何想要骗他徒弟的男人，都会被他阉了。我去，还有这事？那我岂不是差点成太监？你小子现在知道怕了。好了，别说了，快点给吴峰吃丹药吧，他的情况很不乐观。放心，我这丹药一枚下去，保证吴峰师叔马上跳起来打一套剑诀。好强大的剑气！吴峰的剑意居然破后而立，突破到了6重，这等剑意足以在整个天极州称霸了。难不成吴峰师叔的剑意比那天剑宗的宗主还要强大不成？那天剑宗宗主只是5重巅峰的剑意，不过他修炼天赋强大，和我们年纪差不多，却已经化神境界。整体天赋而言，吴峰的确不如他。这倒也是，毕竟境界强才是最重要的。我昏迷了多久？我记得我受了很重的伤，怎么一点伤痕都没有？而且经脉居然比之前更加坚韧了。你运气好，凌霄去百花谷弄来涅槃花，并且成功炼制出涅槃丹，这才把你给救了。凌霄救了我，多谢师侄救命之恩。师叔客气了，你是为了救我道玄宗才受的伤，能救你，我自然不可能不管。成功突破了吗？老祖最终还是去了。他修炼的那部功法看样子问题很大，即使是有寿元丹，也只是让他在最后有了一战之力而已。老祖还是去了吗？那我们道玄宗接下来怎么办？没有化神的话，很容易被其他宗门吞并。有护山大阵在，寻常的化神级别的强者无法攻入我道玄宗。短时间内我道玄宗是没事的。这倒也是，老祖陨落的消息只要不被其他宗门知晓，稳个几十年应该没问题。只是几十年的时间，让我道玄宗再出现一个化神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啊！或许几十年够了。凌霄，难道你有什么方法吗？成为化神可没有那么简单。要成为化神境界，不仅需要境界提升到出窍巅峰，而且还需要极为强大悟性，凝练出身外化身才行。这些我都知晓。境界的话，我现在已经能炼制出出窍下品的精品级别丹药了。虽然只是下品，但是只要数量足够你们境界快速提升，且没有多少副作用。此乃悟道果，一枚就相当于在悟道池训练1个月，而且不会和悟道池一样待的时间久了会大打折扣。我这里还有几十枚，足够任何一个出窍巅峰领悟身外化身了。什么？悟道果？传说之中合体灵植悟道果？悟道果这东西，即使是在合体大宗，那也是顶级至宝。凌霄，你从哪里弄来的？几十枚给我们这些区出窍境的吃，是不是太浪费了？这东西的确珍贵，但是以我道玄宗现在底蕴，拿出去出售，无异于自寻死路，还不如用来提升实力。我道玄宗欠你的恩情是越来越多了，可惜老祖死得早，若是能有这等神物，或许有机会突破也说不一定。道玄宗强大，我也才能安稳提升实力。不过要炼制大量出透级丹药，就需要大量的资源。我的造化阁还是得继续扩炸才行。我道玄宗一定全力配合你，将造化阁扩张到周围的大洲。我从今天开始，就是凌霄你的贴身守卫，有我在，除非化神亲临，不然没有人能伤害得了师侄你。那我的安全可是就麻烦师叔你了。接下来一段时间，我应该会有很多危险。没想到师侄你居然在被百花宗通缉的情况下，和百花宗打好了关系，还真不简单啊！我根本没有和百花谷打好关系，确切的说是我不是以叶凌霄的身份，所以等一下到了百花谷，师叔你怕是得隐藏一下身份。原来如此，我就说百花谷那些记仇的人怎么可能这么轻易和你交好？既然如此，那我就隐藏一下吧。叶小友，你终于来了，我百花谷早就恭候多时了。他就是叶萧，居然能治疗好涅槃花。据说他师父是合体级的灵植师，不知道真的假的。宗主客气了，
不知我的丹药，宗主你准备好了没有？自然准备好了，只不过有个事情，还希望叶小友再帮忙一下，不然这3亿的丹药你可能拿不走。宗主，你这是想要赖账？你百花谷这是何意？一株涅槃花树价值何止10亿灵石？你们想赖账？问过我手里的剑没有？6重剑意，这怎么可能？师叔别这么着急，先听听看百花宗主到底要说什么。我相信他百花宗不是那种小人。哼，叶小友说的不错，我百花宗的确不会赖账。刚刚的话是事出有因。事出有因，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说来听听。只要不是赖账就行。小友你也知道，我百花谷乃是炼药大宗，宗门每天产出大量的废丹和毒丹，这些毒丹都会放在那废丹宴储存。而毒丹储存太多的话，丹毒就会过于浓郁。难不成是这废丹之中的丹毒爆发了？不错，下面的人看管不力，导致丹毒超过了阵法阈值，阵法已经要爆了。你也知道丹毒爆发的危害，若是蔓延开来，我整个百花宗都保不住。所以想问问叶小友，可否有解决方法？师弟，我师父的意思只是想要问问看你有没有办法解决，若是没有的话，这废丹可能得等等。不是说你不能解决，这丹药就不给你，我百花阁实在是没办法了。丹毒爆发，如此小的事情，我自然能解决。什么？真的能解决？太好了！若是能解决的话，我百花谷这一次有救了。不愧是合体大师的弟子。叶小友，你说的是真的？若是你真的能清除这一次爆发的丹毒，我百花谷可以再拿出价值1亿灵石丹药作为报酬。可以。另外，我还需要带走废丹宴之中的所有毒丹和废丹。若是可以，我现在就可以去将废丹宴清空。自然没问题，只要小友你能解决，连废丹宴一起带走都行。那我们出发吧。这里的废丹还真是不少，至少是我们道玄宗的几10倍。这一次来对了啊！师侄，这么多的废丹，你要如何处理？如此浓郁的丹毒，即使是我待久了，也会丹毒入体，危害根基的。师叔忘记了，我的5行雷灵根所凝练出来的5行雷火，能焚烧废丹之中的丹毒。我只需要将所有废丹全部焚烧了就行，还能提炼出一些有用的丹药。话虽如此，但还是得小心，丹毒不可儿戏。这个我自然知晓。好了，师叔，你可以先离开，去外面等我。等一下丹毒爆发，对你身体无益。好，那我去上面等你的消息。如此之多的废丹，不知道全部炼化，能炼化出多少的灵气？不知道全部炼化，能炼化出多少的灵气？这火焰难不成是5行雷属性的异火？可是这等异火，天地间存在吗？还是说叶小友竟然掌控了5行雷属性？这个就用不着宗主你操心了。宗主你还是先准备好丹药吧。酬劳的事情，我百花宗已经准备的差不多了。只是我怎么感觉这叶小友所掌控的5行雷属性，似乎和传闻之中道玄宗的道子叶凌霄有些相似。什么？和叶凌霄相似？这怎么可能？什么？和叶凌霄相似？这怎么可能？是又如何？不是又如何？这个不影响我们之间的交易吧？看来是我猜对了，怪不得阁下一个6重剑意的强者居然要隐藏身份。你应该就是道玄宗剑锋宗主无风道友了吧？不错，的确是我。我师侄无意和你百花谷为敌，所以才让我隐姓埋名。不然你以为就凭你百花谷有资格赖账？什么？你们真的是道玄宗的？也就是说，师弟一直在骗我？哼，我早就说了，男人都是喜欢骗人的。你现在相信了吧？那之前我在造化阁见到师弟，难不成
他是造化阁的炼药师。师侄可不是寻常的炼药师，而是我道圣宗造化阁的阁主。什么？造化阁主不是那丹霞子吗？怎么会是这小子？师弟就是造化阁主，那他还和我召集炼药师一起讨伐他自己？我也不知，或许师侄真的喜欢你吧。喜欢我？臭丫头，你脸红个茶壶泡泡，他可是在骗你啊！那个师傅，我觉得师弟他也是有苦衷的，不然以他的实力和身份，应该不至于骗我。死丫头，和你师姐一样，笨得要死！哼！终于清空了，这一次的收获还不错，相当于8、9个亿中品灵石的灵气量。这么多的灵气，足够我修炼到元婴巅峰，甚至达到出窍境界了吧？也是时候突破元婴了。之前用大量悟道之气推演出来的五行属性的功法，将我的真气变得比之前凝练了足足数倍。要突破得多吃一些化阴丹了。我操！不是，雷蛮子，你这徒弟是什么怪物？这才突破金丹不到半年，怎么就突破元婴了？而且这气势比我突破初寸境、刀境还要恐怖！哈哈哈哈哈！我说多少次了，我徒儿凌霄有仙人之姿！哈哈哈哈哈哈！好家伙！之前霸天你说这句话我还觉得夸张了，但是现在怎么感觉你说的是真的？凌霄还真的是一次次的刷新我的认知极限，看来他炼化那些丹毒的同时，也能从丹毒之中提炼出一些灵气，用来提升实力。我道玄宗看来对凌霄的培养已经帮不上什么大忙了，唯一能做的就是尽可能的给他收集资源。他的造化阁看来应该要推广到其他的大洲了。可若是如此的话，其他州的强者有可能盯上我道玄宗。吴峰，你怕什么？现如今老祖成功恢复寿元，还有100年寿命，有凌霄师侄在，老祖100年内肯定能突破。到时候寿命再次提升，守护我道玄宗到凌霄师侄成为化神，不在话下。哈哈哈哈！老祖能不能突破，尚且是个未知数，我等不要太过乐观。不过玄法说的对，老祖之前出手的威名尚在，短时间内不可能有人敢对我道宗动手的，所以我等要在这段时间内快速将那造化阁扩张出去。我等领命。从金丹巅峰提升到元婴一重天之后，真气的凝练程度居然比之前强大的7、8倍有余。按照这个强度的真气来计算的话，就算是寻常的出窍境的真气强度都不一定有我的强大。这就是6种属性的强大之处。不过这灵气消耗量又提升了，之前计算能达到出窍，现在最多元婴巅峰。怪不得所有人都说5行属性养不起，我这6属性更加是个吞金兽。不过这百花宗有那么多的废丹，其他宗门应该也不差，而且每个宗门都有各自的特色废品，或许可以这些宗门交易一下。凌霄，我道玄宗宝库之中的所有东西现在都归你了，我道玄宗能帮助你的也就这么多了。宗主说笑了，若非有道玄宗的教导和资源，我要达到现在的修为，怕是要很长的时间才行。你能这么说，我也就心满意足了。你的天赋太强，日后注定超脱我道玄宗。哪天你要是进入顶尖宗门，甚至那传说之中的圣地的话，我道玄宗也算是有大靠山了。宗主，难不成我还能加入所谓的圣地？自然能加入，绝仙大陆的修仙者都可以向上攀登，不过最少都得攀登2个级别。比如你原本出自于一个金丹宗门，寻常元婴宗门不会收你，只有出窍宗门才会。这是为何？
很简单，宗门最强者只差一个。有时候宗门整体实力其实差距不大。曾经有一些天才加入高一些的宗门之后，发现差距不大，等学成之后就会跑回去。也就是若是差距太大的话，这些人学成就看不上原本的宗门了。不错，你在一个化神宗门，即使是当内门弟子，也看不上一个元婴宗门的长老。两者能获得的地位和资源不是一个量级，而且有强大背景，不用担心被打杀。说白点儿，还是利益驱使。是的，修仙界最注重的就是利益。说直白一些，我道玄宗培养你，也是看重你的天赋，所以你不用有心理负担。宗主，你这话就见外了。宗主，你这话就见外了。什么人对我好，什么人利用我，我心知肚明。未来我若是能有一番成就，一定将道玄宗培养成第一圣殿。第一圣地，好好好，那我可是就等着那一天的到来了。对了，还有另外一件事，之前你不是让我联系其他宗门，问他们是否有废弃的资源出手吗？他们回消息了吗？不错，目前给我们消息的有2个化神宗门，就是这2个宗门都有些特殊，一个是天柱峰，一个炼气宗门，有很多报废的法器和材料，不知道你要不要废弃的法器？要，当然要，只要蕴含灵气的都要。那就好。不过另外一个宗门，也就是万寿宗要出售的东西就有些复杂了。难道说他们有很多受宠的尸体要卖？这倒不是，万寿宗的受宠尸体是非卖品，给再多钱也不买。不出售受宠尸体，那他们要出售什么？说了你别生气，他们准备出售的东西是那些受宠排泄的粪便，而且是积攒了几千年的粪便。什么？粪便？什么？粪便？这粪便其实也是好东西。粪便能是什么好东西？难不成那些受宠拉出来的都是灵石不成？自然不是，不过也差不多。这些受宠都是吃灵植长大，粪便之中拥有大量的灵气，是低端灵植师培育灵药的最爱。别看都只是粪便，其价值完全不输于低级灵土，只是数量太多，根本卖不完。长此以往，全部都挤压在宗门化粪池内。你要的话，他们便宜出。好家伙，我原本只想着收破烂，现在改成收大粪了。没办法，我原本也不想要的，主要是他们给的价格太低了，几乎是白送的价格。当然你不要的话就算了。要当然要，几乎白送的资源怎么不要？等我先去天柱峰回来再说，自然可以。对了，这里的东西你先拿走吧，都是你的了，想怎么用是你的事情。那我就不客气了。无风道友，道子阁下，这里就是我天柱峰的废弃池了。在这里有各种各样的废弃法器和废弃材料，你们想要多少拿多少。哈哈哈哈。若是可以的话，我们准备全部带走，所以还请铁峰主说一个合适的价格。全部带走，这可不是一个小数目。虽然都是废弃的，但也是积攒了数千年的废弃法器，这价格可不低呀。峰主放心，我手里的弹药和灵石还是很多的。道子殿下是我道玄宗现在唯一化石人，他能调动整个道玄宗的所有资源，地位只在老祖之下。什么？还有这种事？所以峰主尽管报价就行，当然能给个优惠自然最好。既然全部要的话，对我天柱峰也是好事。这么多的废弃法器，每年都需要大量的阵法输入来镇压其中的煞气。这样，你给7000万中品灵石全部带走。7000万吗？那也可。7000万，铁峰主莫不是欺负我们不识货？这里的东西撑死3000万中品灵石。没错，7000万那也太贵了。我去，这铁狂虎长得浓眉大眼的，没想到这么黑。哈哈哈，开玩笑，3000万就3000万，这价格可是最低了，已经不能再低了。3000万是撑死的价格，怎么？铁峰主你准备撑死？无风道友原来是行家，好吧，那就2000万算了。既然如此，那就2000万中品灵石。不过可以用丹药结算吗？丹药嘛，可是我天柱峰不怎么需要丹药啊。我们宗门的都是粗人，基本都是炼体的。要是炼体的丹药还行。淬体丹吗？当然可以。不过我这里或许有更适合你们的丹药。这丹药品质看上去不低啊，
不知道是什么丹药。此乃悟道丹，可大幅度提升一个人的悟性。一枚价值5000万中品灵石，一枚价值5000万中品灵石，你再给我补3000万就行。啥玩意儿？一枚丹药5000万？小子，你比我还黑呀！我这丹药童叟无欺，这丹药的效果就是在10天之内将悟性提升10倍。你若是炼气时候服下一迷，炼气等级能提升最少1个小境界，而且能提升1个品级。什么？提升悟性？这怎么可能？这要是真的，我砸锅卖铁也要买一枚。你可以试一试，若是我说的药效不对，我给你双倍赔偿。当然，得先付清全款。好，5000万就5000万。我这戒指里面还有炼制好的很多武器，算是我全部家当加起来最少也有3000万，加上这里的所有废弃法器，都给你了。好，钱货两清，你可以现在验货。验货？这怎么行？这等珍贵的丹药，我得沐浴更衣，然后调整好到最佳的状态才能服用，最少也得10天半个月之后了。现在吃了简直暴殄天物。难不成你还要我们等你10天半个月不成？这倒也不是。这样，你们先带东西走，等我准备好了，到时候找你们来做见证。就是得麻烦你们再跑一趟。自然可以，既然封主如此相信我们，到时候我给封主再赠送一枚静心丹，把药效发挥到极致。哈哈哈，痛快！果然不愧是道玄宗道子，就是大气。这里的废弃法器你随便打包带走，全部都是你的了。好，既然如此，那我就不客气了。现在就是真的钱货两清了，两位要不要再休息休息？不用了，我和师叔还有其他的事情，就先告辞了。这万寿宗果然名不虚传，到处都是各种妖兽。说起来，我道玄宗似乎没有御兽封吧？这是为何？别说是我道玄宗，就是整个天极州都没有一个化神宗门拥有专门的御兽体系，主要就是因为这万寿宗。难道是因为要学习御兽的都来万寿宗了？不错，这万寿宗拥有3大化神级妖兽，以及数十尊出教级妖兽，元婴级妖兽更是数不胜数。其综合实力水准远超我天极州任何一个宗门。哦，那为何我道玄宗反而还是天极州第1大宗，而不是这万寿宗？万寿宗虽然整体实力强大，但是却只有一个化神1重天老祖，而且3大化神妖兽加起来还不够我道玄老祖一招秒的。这倒也是，任何一个宗门还是顶级强者足够强大才能震慑其他宗门，其他的强者再多也是徒劳。所以这也是为何老祖的事情就连玄法都还不知晓的原因。师侄你也别说漏嘴了。那是自然，那件事我不会告诉任何人，希望能隐藏到我突破到出窍境界之后，或者你们有人能突破化神再说。希望一切顺利吧。走吧，前面就是万寿宗的宗主大殿了。两位，这就是我万寿宗的其中一个化粪池，这里的东西可都是宝贝啊，一共3000个这样的池子，每一个收你们1万中品灵石就行。也就是一共3000万嘛。好，我们全要了。师叔，这不讲价吗？这可是3000万啊！一些粪便用得着这么贵吗？3000万的价格其实很便宜了。这些东西和那些报废法器不一样，报废法器还得重新炼制，妖兽粪便能直接当做废料。既然如此，3000万中品灵石，我道玄宗全部收了。自然可以，不过这3000万，不知道可否换于一个方法支付。这和你之前和我师兄说的一样吧，宗主？你想要什么方法支付？无风道友别误会，我也是临时起意。天柱峰的铁峰主是我的化好友，他前2天给我传讯，说你们道玄宗的丹药乃是神药，所以我也准备求一枚丹药。丹药换，那自然可以。不知你要什么丹药？我是准备给我宗门的镇山神兽冰云蛟求一枚化龙丹，当然不是传说之中那种真的能化龙的化龙丹，而是一种失传已久的弱化版本，能让蛟龙血脉提升些许。哦，还有这种丹药，
不知丹方如何？我看看。还有这种丹药，不知丹方如何？我看看。这就是丹方了，道子过目。原来如此，这丹药等级不高，但却是必须精品以上，怪不得你找不到人炼制。道子阁下说的不错，虽然只是出鞘中品，但是因为得精品，我们找了很多化神中品炼药师，都说炼制不出来。当然，道玄宗若是也无法炼制出来，那就闲金结算就行。当然能炼制。什么？真的能炼制？道子阁下不是开玩笑？我失职的话，就代表我道玄宗最高意志。他说能炼制就能。的确能炼制，就是这价格可就不是3000万中品灵石了，这可是精品丹药。只要能炼制，别说是3000，就算是1亿，我万寿宗都愿意。好，那就1亿。另外，炼制这化龙丹需要万寿精血，精血越多，炼制出来的效果越好。若是可以，宗主你可以多准备一些妖兽血肉。哈哈哈，当然没有问题。我万寿宗的葬兽渊里埋葬着数万年来积攒的妖兽尸体，这些妖兽尸体道子你想要多少都可以。这些妖兽尸体道子你想要多少都可以，只要能炼制出最好的化龙丹。哦，那藏兽渊的妖兽尸体不是不对外出售吗？道子说笑了，我这不是没有出售吗？再说了，能为我万寿宗的正宗神兽的进化做出一番贡献，也是这些兽宠的福分。宗主说的不错，我没给钱，自然不算是出售。既然如此，那你去准备好妖兽尸体，我先收了这些污秽之物。可以，那我先告退了。没想到这藏兽渊居然有这么多的凶手尸骸，化神大妖的尸体都有不下10尊了吧？不错，一共12尊化神妖兽的尸体，都是我万寿宗的妖兽先祖。不过，若是你能炼制出化龙丹，那这些妖兽你全部带走都没有问题。既然如此，那我就不客气了。还好这一次带着的出鞘级储物戒多，不然这么多的骸骨，还真的无法全部收走。哈哈哈哈！道子果然财大气粗，这等储物戒，我整个万寿宗加起来都没10个，你一出手就这么多。宗主说笑了。对了，这些骸骨我都带走，到时候绝对炼制出一枚史无前例的化龙丹给你。不过最少5天的时间才行，这丹药等级不低。哈哈，不过区5天而已，我还以为得1年半载，5天自然最好。好，既然如此，那我们就告辞了。5天之后，丹药准时奉上。道子慢走。这一次的收获简直巨大，这些废弃法器和这么多的骸骨所蕴含的灵气全部炼化的话，最少都堪比10多亿的中品灵石。而我付出的代价不过只是些许而已。只是这些废弃的法器，要是直接炼化，性价比不高。这些法器若是能重铸成功的话，其价值能提升100倍不止。我之前也学过炼器，只是炼器的水平勉强达到元婴级别，这一次或许可以再提升一下。不过在此之前，还是先炼制化龙丹再说。万寿宗的蛟龙骸骨数量很多，炼化出来的这一道神龙血脉，比之前炼化黑魔蛟获得的还要多10倍不止。吸收之后，我的神龙血脉能提升到化神中品级别了。至于炼制化龙丹的话，只需要其中1小瓶就足够了。
龙族血脉就是强大，即使是没有彻底化龙，只是调用一部分的龙族力量，我的肉体都已经提升了足足10倍。太轻了，这原本对我而言重若大山的女雷剑，现在居然如此轻便。不过也是，这女雷剑不过只是一柄元婴极品的法器，我的肉体力量化龙之后，比起寻常的出鞘境体修都不弱了。看来是时候炼制一把属于我自己的武器了。突破出鞘之后，真气变得更加凝练，五行雷火所凝聚出来的丹露也比之前更加凝练了不要。先洗手悟道之气，炼制几把元婴级别的武器试试水。元婴上品的精品法器，这可是比陨雷剑的价值都要高了。威力的确比那陨雷剑强上3分，不过距离我的要求还是差远了，而且太轻了，得重新炼制。悟道之气的加持之下，5天时间足够了。一次性炼制100把，全部都是元婴级别的精品法器。等一下再将天空之中的那些法器全部回炉一遍，提升我的炼器水准。等炼器水准达到一定程度，就能打造我真正需要的法器了。诸位，我造化阁今日有一个大消息要宣布。诸位，我造化阁今日有一个大消息要宣布。那不是丹霞子大师吗？据说他就是造化阁主，不知道要宣布什么大事。有大事？难不成要涨价了？什么涨价？我还准备今年突破元婴呢，怎么能涨价呀？哼，我看肯定是其他宗门的那些炼药师施压了。我听说他们可是联合起来在对抗造化阁，简直岂有此理！诸位不要误会，我造化阁从未说过要涨价。我造化阁的定价虽然便宜，但是利润绝对够的。曾经的丹药价格贵，不过是因为被有心人抬高药价而已。所以诸位大可放心。什么？不是要涨价？只要不涨价，那就没问题了。造化阁大气啊，都打7折了，利润率还能保证？之前那些炼药师到底坑了我们多少钱？没错，现在还联合打压造化阁，活该他们一枚丹药卖不出去。今天要宣布的事情和诸位也是息息相关。从今天开始，我造化阁拓展法器业务，我造化阁将会推出大量的精品法器，价格依旧是市场价的70%。什么？精品法器价格还只是70%？真的假的？7折的法器，太好了！7折的法器，太好了！精品法器这东西本来就供不应求，平时都是涨价，这造化阁居然还打折！哈哈哈！若是真的，我今天就买一把。我的法器损坏很久了，一直没有机会更换。没错，还有我，还有我！诸位稍安勿躁，现在我给诸位展示一下我造化阁的精品法器。精品级别的元婴下品法器紫炎剑，7万中品灵石一把，同等级法器各种属性都有，不限量供应。我操，这是良品法器的7折！我操，7万的精品法器，这是良品的7折价格吧？怎么这么便宜？什么属性，什么类型都有，那我这雷属性岂不是也能买到适合的法器了？我这老伙计也是时候退休了。
出鞘中品的五行雷灵剑，终于成了！哈哈哈，师傅，好消息啊！哦，有什么好消息让你这么激动？说来听听。师傅，你可是不知道，你拿出来的那一批武器卖爆了，一天就销售额5200万中品灵石。按照这个速度，我道玄宗发了。什么？一天卖了5200万？你确定？什么？一天卖了5200万？你确定？哈哈哈哈，当然确定，每一把都是我亲自出售的。好，你做得很好。这5200万，3成是宗门的，剩下的7成拿出1成给造化阁弟子分，你来决定。师傅，这怎么能行？我能跟在你身边学习炼药就已经是天大的荣幸了，现在做这么一点小事，怎么还能收钱？让你拿着就拿着，这是两码事。好了，这是最新一批的法器，等级比之前的都高一个小境界。至于定价，还是和之前一样的7折来。高一个小境界？师尊，你的炼器等级又提升了？不错，稍微提升了一些。另外，让造化阁公布下去，开设新的业务，法器重铸。法器重铸？师尊，那收费是和新的一样吗？要是和新的一样的话，感觉更加费劲啊。每一件法器都相当于定制了。当然不可能一样的价格，不仅要更贵，而且还要收3倍的价格。啊，3倍？师傅，这是不是太高了？同样的钱，完全可以买一把全新的法器了。有几个人会花3倍的钱买2手重铸的？你是炼药师，所以不怎么了解。任何出窍级以上的法器都是要神魂温养，而新的可没有温养过。原来如此，我懂了。那些出窍境的强者，每个的法器都是使用了千百年，换新的又舍不得，继续用老的可能等级低或者损坏了。所以若是能重铸，他们肯定愿意消费。不错，正是如此。太好了，若是如此的话，这个生意绝对能卖爆了。特别是那些剑修，每一个都把自己的剑看得比命都重要，一个都不愿意换，现在肯定都得来求着买了。所以让他们换武器的任务就交给你了。师尊放心，我一定争取让天极州的每一个出窍强者都用上您炼制的法器。好了，下去吧，抽空去一趟万寿宗和天柱峰，把丹药给他们送去。好的，师尊，弟子告退。一天5000多万的收入只是暂时的，这相当于一天卖了几乎上百把法器，而整个天极州的元婴级强者也就几万个。等3成以上的人都买了法器之后，这生意也就到头了。还是得拓展其他州的生意，才能长久的卖下去。另外，这次法器重铸面对的不仅仅只是出窍强者，还有那些元婴甚至金丹级别的剑修一类的意境修士。若是能将天极州最大的剑道宗牌万剑剑宗的生意拿下，最少也有10个亿的纯利润。毕竟我的成本太低了。听说了吗？造化阁出法器重铸的业务了。听说了。虽然价格有些贵，但是物超所值啊。我的法器已经用了300年了，早就快要报废了。现在每隔10年就要去加固一次，最近100年来花的钱都能买3把了。谁说不是啊？我也一样，我运气更差，遇到个不靠谱的炼器师，给我法器核心锤裂了，等级和品质都下降了。那造化阁的业务若是真的，我也去换一把。现在的法器用着太糟心了。臭小子，你小声点！你不知道最近宗门严打去换法器的弟子吗？说什么法器是我们剑修的命，怎么能随便让别人锤打？好几个弟子都被丢剑种了。也不知道宗主怎么想的，宗门内那么多弟子，天天抱着旧法器战斗，经常剑毁人亡。现在好不容易有了便宜的重铸灵族，居然不让我们去。据说是为了让我们用残剑去温养老祖留下来的天极剑。什么？就那化神上品的天极剑，那剑不是早就报废了吗？你不知道，虽然报废了，但是只要一直用剑意温养，就依旧能发挥出巅峰时期的战斗力，是我万剑宗宗的保命底牌呀！诸位，今日召集所有人前来，还是那件事。我听说宗门内部最近出现了一些弟子，居然偷偷摸摸跑去把自己的武器重铸了。这等害群之马，诸位看应该怎么处理？怎么一个个都哑巴了？平时你们不是都很能说会道吗？难不成想要包庇那些孽徒？宗主说的对，这种害群之马就该好好严查。我建议让这些弟子去看守剑中100年，正好用自身剑意给天极剑温养。很好，不愧是我万剑剑宗的大长老，觉悟就是高。其他的长老也都得好好监督自己门内的弟子，切莫再出现这等事情。
宗主放心，我等一定约束门内弟子，没错，绝对不会让门内弟子去重铸法器的。哈哈哈哈哈！好，你们有这种觉悟就够了。既然如此，宗门内部就交给你们了。散会。终于走了，刚才吓死老夫。大长老，你有些不地道啊，居然提议罚那些去重铸法器的弟子镇守剑冢100年，那可是会把一个弟子废了。是啊，为了那残缺的天极剑，我万剑剑宗的弟子已经损失多少人的法器了？难道还要继续下去？没错，这损失的法器花费的钱加起来，都能再请人打造一把新的天极剑了吧？哼，你们真的是为了你们的弟子在这里着急，还是说只是打着为弟子着急的幌子，实则是害怕自己也去重铸法器的事情被发现？大长老说笑了，我们怎么可能顶风作案？我们可都是严格遵循宗主的法令的。严格遵循？那赵长老，你的剑怎么从元婴上品变成极品了？周长老，你的剑怎么变成出错了？还有其他人，谁的法器没有升级？好了，一个个的着急个什么劲？我又没有说要找你们的麻烦。再说了，我和宗主保证的是门内弟子，你们是长老，急什么？原来大长老你早就想好说辞了啊！不过那些弟子要怎么办？真的要全部处理？当然要严肃处理。宗主都发话了，怎么可能不处理？你们要违抗宗主的法令不成？可是真的处理的话，那么多弟子都去看守剑冢，我万剑宗尊怕是都没弟子了吧？是啊，我看宗门至少30%都去重铸了。总不可能全部抓了吧？哪里来的30%？我看最多就3、4个，甚至1个都没有。我万剑剑宗法令如此之严苛，怎么可能有弟子顶风作案？对，我万剑剑宗的弟子怎么可能的不遵法令？一定是我们想多了。就是有没有重铸法器的弟子，还不是我们说了算？这些老家伙还真以为本宗什么都不知道，我又何尝不知道那天极剑就是个无底洞？可是有什么办法？宗门祖训在，我要是真的放弃天极剑，让其彻底报废，我可是就成宗门的罪人了。哼哼，不过现在不一样了。要是天极剑真的出问题，那就是你们这些老东西欺上瞒下，和我这个宗主可没有1毛钱关系。不过话说回来，那造化阁会不会有办法可以重铸天极剑？去问问看。没想到剑无极前辈您居然亲自前来我造化阁，我造化阁蓬荜生辉啊！就是不知道前辈您来是需要炼制丹药还是法器？我听说造化阁有能力重铸法器，不知道化神级法器能否重铸？化神法器？难不成是前辈你的法器需要重铸？不是，是我万剑剑宗的天极剑需要重铸。天极剑你应该知晓吧？我就不用多介绍了，你可以问问你后面的炼器大师，若是可以重铸，多少钱我万剑剑宗都拿得出来。天极剑，就是那一把化神上品的天极剑。不错，化神上品，以我自己的炼器水准，肯定是不可能重铸的。但是重铸法器，并不需要真的重新炼制，只需要注入金属性的灵根之气，就能让法器恢复。如何？你造化阁背后的炼药大师也无法炼制吗？可以，当然可以。什么可以？叶道子，你可是别随便说。重铸天极剑，除非是化神极品的炼器大师出手，不然断然不可能重铸成功。我自然不会拿这件事开玩笑。我说了可以重铸就是可以，就是这个报酬就有些高了，需要寻常化神上品法具的3倍价格，也就是30亿中品灵石，或者30万上品灵石。3倍？只不过寻常重铸也要这么高的价格吗？自然不是寻常的重铸，而是直接重铸到良品水本，因为算的价格也只是普通合格品质的3倍。你要是能拿出300亿灵石的话，我也能给你炼制到精品。什么？精品也能炼制？这怎么可能？自然可以，但是宗主你有那么多钱吗？自然不可能有，别说是300亿，就算是30亿我都拿不出来。不知道能不能只需要炼制成普通品质就行？30亿对于寻常化神宗门实在是太多了。前辈你先别急，我说的30亿并非是真的需要拿出足30亿的灵石，你们完全可以使用物品来兑换。哦，使用物品兑换？不知道道子阁下需要什么物品？我万剑剑宗都是剑修，除了人就只有剑了。人我自然是不要的，但是剑可以啊。据说你万剑剑宗有一个剑池，专门用来温养天极剑。既然天剑要重铸，那剑池是不是就用不上了？你要剑池之中的剑，那些可都是些废弃法器啊，你确定？当然确定。不过即使是所有的剑，按照估算最多也只能抵靠10亿中品灵石，只能将法器恢复到原本的水准。
能恢复到原本的水准已经足够了，总比现在来的强太多了。道子阁下，你看什么时候能那位炼气大师出发去重铸？宗主，你看你又着急了，要重教就直接重铸良品，难道你不想要良品级别的化神上品法器？自然想要，可是没钱啊！我万剑剑宗除了剑池就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了。万剑剑宗不是还有一个万剑剑玉吗？你想要我万剑剑玉不成？断不可能，里面乃是我宗前辈留下的剑意净化，是我万剑宗宗的根基所在。宗主别急嘛，我不要整个万剑剑玉，我只需要2个进入的名额就行。一个名额10亿中品灵石应该很划算吧？什么？只要2个名额？你确定？这名额虽然我没有卖过，但是宗门先辈有人卖过，不过只是5000万中品灵石一次而已。我自然知晓，不过我天赋有点强，或许一下子能把你万剑剑玉的剑意精华抽干了也说不一定。哈哈哈，道子你可真的是会开玩笑，一次只能进入1个月，你要是真的能把这万剑剑玉的剑意精华抽干，我无话可说。哈哈哈哈。那一言为定，宗主只要发下天道誓言，我这就出发为您重铸天极剑。你出发去重铸？什么意思？当然是字面上的意思，我去给你重铸天极剑。道子阁下，你这就有点过了啊！我是抱着诚意前来，而你却一次次的戏弄于我。你不过只是元婴，又如何重铸那天极剑？我自然也是抱着诚意的。我造化阁出售的所有法器都是我炼制，并没有您所谓的背后的炼气大师。什么？都是你炼制的？这怎么可能？你才多大？炼气师不都是需要积累吗？我若是没记错的话，前辈你的年纪和我们宗主一般大吧？可是你已经化神了，他才出窍而已，难不成你的境界也是假的？我们这情况完全不一样，好吧？你就算炼气天赋再强，炼制化神法器也得真元强度足够啊！我修炼的乃是5行雷属性，这真元强度，前辈看是否足够？堪比出窍4重天级别的真气强度，这怎么可能？我知道我的真气强度依旧不够，不过前辈放心，我重铸那天极剑将会使用一种全新的方法，我的实力绝对足够了。好小子，我信你，只要你能重铸天极之前的条件我都答应。我以天道起誓言。传说强者发誓会引动天道雷霆，我今天算是长见识了。前辈放心，我也立下天道誓言，若是无法重铸天极剑，赔偿你100亿中品灵石。我操！你小子不是元婴吗？怎么发誓也会引起天道共鸣？你是什么妖孽？我也不知道，可能是天道看我长得帅，或者嫉妒我的天赋吧。触发天道雷霆就算了，你看看，就这阵仗比我强大几10倍啊！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是合体大能。那不可能，我就是寻常元婴而已，连出动都不是。既然你我誓言都成立了，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出发了？好，那就出发。我倒是要看看你一个元婴到底是要用什么方法重铸天极剑。那我们就出发吧。不过我可能要带一位师叔一起去。前辈请。这就是天极剑了，7万年前我万剑仙宗老祖铸造的无上神剑，天极州第一神剑，果然名不虚传。道子阁下，你看这天极剑可否有把握成功重铸？这可不是寻常法器，蕴含数万年来我剑宗数千万剑修的剑意精华。我这师侄的能力到底有多强，你或许永远猜不到，你等着看就行了。哈哈哈哈！道子连天道誓言都敢发，那我自然相信。既然如此，道子请吧。那我去了。消耗我堪比金属性地灵根级别的灵根之气重铸的化神上品法器，不知道有多强。成了，这怎么可能？这小子到底用了什么手段？怎么可能仅仅1炷香的时间就成功重铸了一把化神上品的法器？这就算是合体上品，甚至极品的炼气大师也做不到吧？我说了，道子的手段无人知晓，你问我，我也不知道什么情况。
给我练！好恐怖的威力！这仅仅只是催动一部分剑意，居然就能爆发出堪比化神级强者的全力一击。这要是我使用，寻常化神5重天都不是我对手。这剑重铸后，居然如此之强大。这天极剑果然名不虚传，不知道无风师叔你用这把剑，能不能把无极宗主斩了？小友，你这是什么意思？这玩笑可是开不得啊！哈哈哈，无极宗主说笑了，我就是开个玩笑，你别当真。好，果然不愧是2重法器，竟然蕴含有如此恐怖的剑意威压，好剑啊！哈哈哈哈！既然这天极剑我已经给宗主你重递成功，那接下来就是宗主你支付报酬的时候了。哼，支付报酬？现如今我有这天极剑，再加上我化神2重天的修为，还需要支付报酬？剑无极，你这是何意？难不成你准备赖账不成？师叔别担心，宗主不过只是和我们开玩笑而已，真的要动手，早就动手了。哈哈哈，道子果然眼光毒辣，玩笑，刚刚就是开个玩笑。哼，这玩笑可一点都不好笑。哈哈哈哈，谁让刚刚道子吓我，我这才跟着开个玩笑，谁知道骗不到他。既然没什么事情了，那我就先收了这剑池里的剑。数千万把法器，虽然都是破损的，不过也绝对能让我的灵根等级再次提升了。这剑池的剑只是其中一部分的报酬，另外的报酬就是2次进入我万剑仙宗的剑域待1个月的机会，加起来就是2个月。道子，现在就去吗？道子，现在就去吗？现在就去，我和师叔一人去1个月。去万剑剑域，我也能去吗？自然有份。我让你和我一起来，一来就是为了守护我，二来就是为了让你也进入这万剑剑域待一段时间。这怎么可以？这一次的名额太贵重了。无风道友，你的剑道天赋可以说是天极州最强，刀子让你去，你就去吧。不错，你的天赋去一次能提升很多的剑道感悟，这次错过，下次可是就没机会了。我知道了，多谢师侄。哈哈哈，既然如此，那我们走吧。剑意留影，这可是至少5重剑意的强者才能凝力的强大剑意啊，而且还这么多，不愧是万剑剑宗。哈哈，那是自然，我万剑剑宗可是方圆100万里内最强大的剑道宗门，曾经万剑老祖更是半部合体大能。过往就不要提了，要是还这么说的话，我道玄宗老祖也是合体大能。无风，你小子现在还记仇？我不就是当年在百宗大比上把你给秒了吗？什么？还有这种事？师叔你有点弱鸡啊！当初他不到100岁就出窍，我们同时期的最强也不过是元婴7重天，怎么打？好了好了，往事就不要提了，毕竟我这种天才，整个天极州也找不到第2个了。你们可以开始了，记住就1个月，1个月内你们能吸多少吸多少，我不拦着。既然剑无极前辈你都这么说了，那我们可是就不客气了。不愧是当初师尊去道玄宗吵着要收的弟子，这剑道天赋居然比我强大这么多。这无风当初要是加入的是我万剑剑宗的话，剑意怕是100年前就能突破到6重。不过对应的，他的修为可能没现在这么高。那造化藤也不弱于这万剑剑域。不对，这之子怎么一直不吸收周围的剑意？难不成他的剑道天赋太弱了？连引动剑灵虚影都做不到。可是这样的话，他花费这么大的代价来这万剑剑域做什么？算了，
不管了，这小子已经来了，没能力吸收剑意虚影是他自己的事情，和我可没有关系。说起来，这一次的交易简直太值了，这剑好香啊！25天的时间，剑意居然达到了6重中期，境界竟然也提升到了出窍8重天，这怎么可能？这是因为进来之前，道子给了我一枚悟道丹和一些修炼用的丹药，可提升100倍悟性。什么？提升100倍悟性的悟道丹？这是什么等级的丹药？化神级丹药都绝对没有这等效果。这个你就用不着管了。如何？要不要和我一战？单纯的比试剑道，当然你可以使用出窍点锋的修为。哼，6重中期的剑意和我比剑意，亏你小子说得出来。那有种你和我全力一战啊！我不压制境界，也不用剑意。那算了，我只是想要虐你，又不是找虐。不过话说回来，叶小有这20多天怎么一直在修炼，根本不吸收周围的剑意。他的剑道天赋，我感觉好像也不低吧。师侄的行事作风，我琢磨不透，你看着就行了。他肯定有他的道理。元婴2重天怎么还跑来这里突破了？来这里修炼不是浪费进入这里的次数吗？难不成他纯为了给吴峰你创造条件？不对，师侄刚刚突破元婴，还不到1个月，怎么又突破了？什么？刚刚突破不到1个月？他在金丹高峰积蓄了几年，居然如此短的时间内连续突破2次？具体时间我也不知道。另外，你打听这么多做什么？好奇嘛，你小子不说算了。什么？元婴3重天怎么又突破了？果然不愧是师侄啊！怎么回事？周围的所有剑意元影怎么全部被引动了？这怎么可能？我懂了，师侄这20多天并不是单纯的在修炼，他是在感悟周围每一个剑意虚影的剑意，因为只有和这些人的剑意产生共鸣，才能吸引到他们入体。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他怎么可能做得到？我说过了，师侄的天赋完全不可用常理而言。虽然对于我等而言，没有人能做到这一点，但是对于师侄，完全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那也不可能啊！他一人怎么可能感悟这么多种的剑意？刚刚我说的悟道丹你忘记了吗？师侄的悟性原本就比我强大10倍甚至100倍不止，若是再服用这悟道丹的话，悟性还能提升100倍，这样你还觉得做不到吗？这丹药简直神了！5重剑意，居然是5重剑意！这小子才多大，居然就掌控了5重剑意！这就是5重剑意吗？居然可以让我的剑道威力比4重剑意提升3倍，有这等意境，我的实力更加强大了。叶小友，你真的是因为服用了那悟道丹，所以才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吸收这么多的剑意虚影吗？这可是将我万剑剑域7成的剑意虚影都吸走了呀！不错，的确是悟道丹的药效。那这丹药不知道小友可否还有？若是有的话，不知道能否出售？自然还有，而且也能出售，就是这价格嘛。寻常提升10倍悟性的一枚需要5000万中品灵石，提升100倍悟性的一枚需要10亿中品灵石，持续效果10天。我操，怎么这么贵？10亿？岂不是说你之前给这无风小伙吃了10亿？10亿？我居然吃了10亿！这个价格听着的确贵，但是你想想，若是你和我一样某一天遇到同样的机缘的话，这丹药不就很划算了？话是这么说，但是这也太贵了，能不能给个优惠价？看在无极前辈你是老客户，我给你打5折，5个亿一枚，当然限购1枚。不过5亿的话，你有那么多钱吗？好像是没有哈。
好像是没有哈。我万剑剑宗值钱的，好像都被你小子给掏空了。这样，我给你一个造化阁的代理名额，你给我造化阁拉客人，我给你50%的利润。若是出售悟道丹的话，我给你2成的利润，你看如何？什么？50%的利润？那可是太好了！既然如此，从今天开始，我万剑剑宗这么多人，每年消耗的丹药，以后都和你造化阁买了。自然可以。这样算的话，每年你能有至少2000万以上的分红。这样一来，我最多30年就能买得起这悟道丹了。叶小友，你可真是我万剑宗的财神爷呀！走走走，去我剑宗大殿休息休息。诸位，这一次召集尔等前来是有一桩大生意，总价3亿中品灵石。什么？3亿中品灵石？难不成他们要刺杀化神强者？3亿的确足够刺杀一个寻常化神了。首领，目标到底是什么人？目标不是别人，正是之前刺杀过并且失败的道玄宗道子叶凌霄。什么？又是那小子？之前才几万，现在涨到3亿？那小子不是才金丹吗？这钱都够把道玄宗宗主杀了。之前是我们对那小子的情报掌控不足，现如今已经确定，那小子有剑锋锋主吴峰作为护道者，而那吴峰乃是6重剑意强者，实力化神之下无敌，再加上叶凌霄的特殊身份，所以我定价3亿。只是没想到要杀那小子的人居然没有犹豫，所以这一单必须做了。3亿当然要做，那吴峰剑意再强大，也不过只是出鞘6重天，老夫亲自出手，老夫出鞘巅峰去才最稳妥。好了好了，介于刺杀那叶凌霄已经出现一次失误，这一次我亲自带队，血砂堂排名前4的杀手全部一起出动，务必将那小子彻底斩杀。老夫知晓，我也没意见。这一次的收获果然不俗，我吸收的剑意多感悟一段时间，怕是都能提升到5重后期了。说起来，你我这一次还是有些冒险了。哦，师叔，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哪里冒险了？那剑无极本身就是化神2重天的强者，你为他重铸无极剑，他的实力将会变得更加强大，甚至老祖还活着都不一定是他的对手。你就不怕他不放我们走？原来师叔你说的是这个啊，这点你完全不用担心。你忘记了我刚刚重铸无极剑时候说的话了吗？刚刚重铸无极剑时候说的话，难道是你说使用无极剑的我能否斩了那剑无极？可是剑不是已经给他了吗？剑的确已经给他了，可是给他了就是他就能用吗？还有，你真的以为他说的那句不付钱是真的在开玩笑？哦，不是开玩笑。那为何他没有动手？是指你难不成在天极剑之中动了手脚？不错，那天极剑之中蕴含我的本源剑意和一丝灵魂印记。那剑无极准备动用武器的时候，那天极剑不听他的使唤，他这才反应过来。我懂了，就是说他要是动手，天极剑绝对会反噬。不错，正是如此。到时候天极剑脱离掌控被你所得，你使用6重的剑意，加上我之前给你的暴气丹，这剑无极必死无疑。所以说，可惜了。可惜了？他都没有动手，为何还可惜？当然可惜了。他要是动手，我们就可以名正言顺的杀了他。当然可惜了。他要是动手，我们就可以名正言顺的杀了他，夺了他的法器，到时候再灭了万剑剑宗，到时候收获可是这一次的2倍不止。我说，师侄，你这话说的怎么好像是魔修的行径，一点不像正派啊。他都要和我们动手了，和他讲什么仁义道德？再说了，是他先动手，我们不过只是正当防卫而已。话虽如此，但是外人可不知晓内情，到时候真的灭了这万剑剑宗，我们道玄宗绝对会有心人以除魔卫道的名义围攻，最终灭门。放心，我已经早就准备好留影石了，到时候他们只会知道这剑无极是背信弃义的小人，而我们不过只是受害者。你连留影石都准备了，原来你早就准备灭了万剑剑宗，就等着剑无极跳你准备好的坑了是吧？不错，只可惜他脑子不笨，最终发现了不对劲，悬崖勒马了，所以才说是可惜了。不好，有埋伏！
血杀诸神阵，是血砂堂的杀手在埋伏我们。又是血砂堂，这次是谁买通他们来杀我？难不成是剑无极？不可能，他和我有交易，就算我能操控天机剑杀了我，对他也没有多少好处。叶凌霄，我们终于见面了。这一次你插翅难飞。3个出鞘巅峰，1个出鞘7重天，好大的手臂！所以说你这一次死定了。有人花3亿中品灵石买你的命，这里还布下了连化神强者都无法破开的阵法。所以小子，你想好遗言了吗？哼，一群土鸡瓦狗而已。什么？6重中期剑意，而且还是出鞘境7重天，你怎么会连续突破这么多？这个就用不着你们知晓了，记住你们都得死。吴影，带那小子离开这里，我们拖住这吴峰。哼，有我在，谁能带走他？那可不一定。不见了！不好，是空间灵根！不错，正是空间灵根。吴影虽然只是出鞘7重天，但是却是我血砂堂天字1号杀手。就是因为他那强大的空间灵根，那叶凌霄死定了！哈哈哈哈！你们找死！空间灵根，你居然拥有传说之中的空间灵根！小子，听说你很强，来，让本尊看看你到底有多强。只要你能从我手下通过10招，我就放你走路。这可是你说的，到时候别后悔！蛟龙血脉和情报之中一样，虽然比情报里看上去强大些许，但是依旧是蝼蚁。你确定这就是你全部的实力了？我的实力自然远不止如此。多一把出鞘上品的剑，那又如何？等一下你就知道了。无极剑意，给我看！的确有资格让我动手了，只是我的话依旧不变，3招之内，你不死，我放你离去。哼，小看我，给我死！空间虚化，第1招。这一击已经碎了你的心脏，即使你的修为也只能苟延残喘1炷香时间。看来我所谓的3招还是高看你了，你1招都坚持不住。果然不愧是空间灵根，根本伤不到你啊！不错，空间灵根乃是天地间最为强大的灵根。说句你不相信的，我的空间灵根等级不过只是上品灵根而已，甚至极品都不算，别说是地灵根了。可即便如此，我依旧暗杀过几个寻常化神，居然只是上品灵根吗？那我若是拥有地灵根级别的空间灵根，是不是就能轻松斩你了？呵呵，地灵根级别的空间灵根，小子你还真敢想啊！我的灵根若是有那么强，就算加入渡劫大宗都能成为内门弟子，是吗？没想到这传说之中的空间灵根居然如此之强大。原本我以为5行雷灵根已经足够强，不需要新的属性了，现在看来，我还是高看5行雷灵根了。现在看来，我还是高看5行雷灵根了。小子，你什么意思？什么意思？意思就是，空间灵根只要我想要，也能觉醒。空间灵气，而且居然如此纯净，这怎么可能？好快，想跑？不可能！
你太过依赖空间灵根了，对肉体、灵气的淬炼几乎没有。当你的空间灵根被克制之后，你出窍7重天的修为甚至不如寻常出窍3重天。小子，你以为我使用空间灵根上千年就只有这点实力吗？哼，那我倒要看看你还有什么手段。现在是第2招，你准备施展什么招数？小子，尝尝我的空间万人斩！你到底是什么怪物？怎么，怕了？小子，你不可能杀得了我！我拥有空间灵根，能瞬移。瞬移？你忘记了，我的灵根等级比你高，你大可试试，你现在还能不能继续瞬移？不可能！我修炼空间之力上千年，怎么可能被你一下子就超越了？这个你下地狱去问问看吧。这第3招就由我来出，你若是能活下来，我就放你离开。你要做什么？做什么？自然是杀了你。这无影的实力的确强大，若是寻常的出岫巅峰，绝对不是其对手。只可惜他遇到了我，还好我之前果断，将所有储物戒和储物袋都炼化了，弄到大量的空间灵根之气，让我觉醒了极品空间灵根。这空间灵根和5行雷灵根融合之下，所融合出来的空间5行雷灵根，直接就将我的空间灵气强度提升到了比原本5行雷灵气还要强大数倍的程度。再加上灵根等级压制，不然还真杀不了这无影。也不知道师叔那边如何了，不过我给了他爆炮弹，若是真的打起来的话，那3个出岫巅峰的杀手不一定是他的对手。不过还是快点去看看，掌控空间属性的我应该能帮上忙。这是什么级别的爆气弹？你的实力居然提升了这么多！你们现在关心的应该是你的小命，而不是我吃了什么丹药。你就算杀了我们，那叶凌霄小杂毛也已经死了。无影的暗杀能力比我们3个都要强大。哼，找死！不知道师旨被传送到了哪里。没想到血砂堂居然有觉醒空间灵根的妖孽，希望师旨能化险为夷吧。我就知道，师叔你这实力，杀几个废物绝对没问题，是我过于担心了。好强的气息，师旨你到底是什么怪物？我不就是长得帅了一点吗？怎么到你嘴里就变成怪物了？很像吗？你这身上的气息比寻常的出窍3、4重天都要恐怖了，再加上你的剑意，寻常出窍6、7重天都不是对手，不是怪物是什么？我强大一些，难不成还有错了？不过话说回来，也不知道是谁这么恨我，居然舍得花3亿中品灵石的高价。若不是那万剑剑宗的话，唯一的可能就是天极州的那些炼药师了。
只是他们怎么知道你就是造化阁主的？应该也不是那些炼药师。那无影的灵魂我已经搜过了，这血砂堂也不知道要杀我的是谁。麻烦了。的确麻烦。这一次你没死，对方有可能还会花更多的钱来暗杀你。你小子到底得罪了什么人？除了那些炼药师，应该没有别人了吧？那八成就是那些个炼药师了。等我回去要把他们弄得一分钱赚不到，居然还有钱来找人暗杀我。或许是吧，毕竟你断了他们的财路，比杀他们的父母还要严重。要我也杀你。好了，不管了，先回宗门。这一次收获不少，等我实力多提升一些之后再出门，我就不信了，他们还能找化神强者来追杀我。先回宗门吧。没想到连无影都不是那小子的对手。这等天骄的肉体若是用来制作血尸，绝对能打造出一尊无敌化神。只是要想弄死这小子，还得从长计议，急不得。是时候去见见另外那两个老东西了。宗主，我刚刚回来，你就这么着急找我来，是有什么事情吗？凌霄，你来了。这一次遇到的杀手无风已经和我说了，我也派人去查，只可惜没有查到什么消息。不管了，能不能查出来都无所谓了，反正我也没什么损失。话虽如此，但是就怕他们还会请其他人来杀你。要知道，其他州可是有很多化神级别的杀手，就怕他们还要继续杀你。反正我最近一段时间又不会出门，他们总不能来到道玄鹰杀我吧？老祖虽然不在了，但是又没有人知道。这就是这一次我找你来的主要原因。你最近或许真的得出门一次了。出门？难不成有什么大事发生了？不错，有一个半步渡劫大能的传承秘境开启了，那个秘境之中有无尽传承，你怕是得去一趟。半步渡劫大能的传承秘境，什么时候开启？就在1个月后，而且这一次秘境开启的地方极为遥远，距离天极洲3700万公里，得路过很多个大洲，所以你现在就得出发了。居然这么远，那的确是得尽快出发了。造化阁的事情你不用担心，有我们在的话，短时间内是不会出现问题的。加上你之前留下的丹药，足够坚持半年的时间。所以你安心离去就行，这等机缘可不能错过。这种好事，我当然要去。那就行，无风会随你一起保护你。当然，这一次还有很多合体宗门的天骄一起去，所以即使那秘境限制100岁以内的天骄进入，也照样会出现出窍级别的天灵根天才。什么？天灵根的天才也会出现？不仅会出现，而且还不止一个。你的天赋虽然强大，但是境界太低了，那等天骄的无风都不是其对手，你对上绝对没有胜算，最好别得罪。我知道，人不犯我，我不犯人，我不会主动得罪他们的。怎么看你小子的表情有点不对劲啊？怎么感觉听到那些天灵根你很开心的样子？当然开心了，能和这等天才竞争，想想就激动啊。好了，我先回去准备去了，宗主你忙。希望这小子不会乱来吧。我道玄宗虽然是化神宗门，但是却只是化神宗门之中最弱小的。现在老祖没了，甚至连化神都不是。要是惹到合体大宗，距离灭门可就不远了。这一次收获不小，血砂堂最强大的几个首领都被斩杀了，不知道能炼化出多少好东西。悟道之气10多万道，灵气相当于2亿中品灵石的量，马马虎虎吧。比起在万剑剑宗的收获，9牛1毛。先把剑池里面的剑全部炼化之后，再看看到底能炼化出多少灵气吧。
我去，那些剑灵居然炼化出100多万道悟道之气，这么多的悟道之气，若是全部吸收，足够我将剑意提升到6重。这么多的悟道之气，若是全部吸收，足够我将剑意提升到6重，甚至还能将功法等级再提升一个参测了。所有的废剑更是炼化出价值30亿中品灵石的灵气，还有就是这一次炼化出来的灵根之气也极为庞大，若是给单属性吸收，绝对能强化出一个传说之中你的天灵根了。就是不知道给我的空间5行雷灵根升级的话，能到达什么程度？先吸收看看吧。这空间5行雷灵根至少比单一属性灵根强大50-60倍以上。现在的我若是全力爆发，寻常出窍6-7重天绝对不是我的对手。只是这个实力对上那些出窍级别的天灵根还是弱了一些。不过还有1个月，足够我的境界提升到元婴6重天以上了。到时候对上那些天骄也有一战之力。甚至依靠空间之力暗杀的话，没有人能在我手中活下来。他们若是不招惹我也就罢了，若是招惹我，那就别怪我把他们的灵根当作养料了。凌霄，不知不觉你加入道玄峰也已经1年多了，这时间过得真快啊！这1年来，我这师傅也没教你什么，有点不称职啊。是啊，没想到才这么短的时间，师弟你都元婴了，师傅现在怕都不是你的对手了。师傅，你说哪里的话？若不是你的话，我的实力成长速度绝对没有这么快。至于实力嘛，比起你应该还差点。臭小子，就不要给你师傅我挽回了。吴峰都告诉我了，你连那个能斩杀出操巅峰的吴影都杀了。这么强大的师弟，师姐我在你面前都自惭形秽了。对了，我听说师弟你喜欢那百花谷的玉海棠，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我去，谁给我造谣的？那玉海棠我就见过2次啊，虽然她的确漂亮，但是我对她根本没感觉啊。没想到是谣言，是谣言那就好。要知道某些人当初听到这个消息，可是每天躲在洞府里哭鼻子呢。师妹，你说是不是啊？师兄，我看你就是皮子痒了找打是吧？好了好了，你们2个家伙消停点行不行？你们师弟都要出远门了，这一次出去最少得3-5个月才能回来了。对了师弟，这一次你出去的话一定要小心，我听说有合体宗门的天骄也会去，那些人肯定有嚣张跋扈的，你能忍就要忍。我知道，有危险的情况下我自然会就依调行事的，你们在宗门等我回来就行了。对了，我给你们留的丹药都别省着，等我回来给你们带更加强大的丹药。知道了，你路上千万小心。好，那我走了。小子，本尊好意让你进入我神霄雷池修炼，你却将我神霄雷池的能量抽干。说，你倒是如何做到的？我说，我就是单纯天赋强大，多吸了一点。你相信吗？哼，冥顽不灵，都到这个时候了，居然还在这里和本宗主撒谎。就凭你一个从小小青宗出来的废物，怎么可能在1个月的时间内吸干神霄雷池？你看，我说了是我淬体吸干的，你不相信，那我又有什么好说的？宗主，和这小子废话做什么？宗主，和这小子废话做什么？直接将他当做雷系材料给炼了，重新注入到雷池之中。我观他好像有紫霄玄雷，或许能重新激发神霄雷池。这引劫台就是为了让这小子接引天雷入体，只要积蓄到了足够的天雷之力，再剁碎了炼入到神霄雷池，神霄雷池不仅能恢复，还能有所升级。原来你们不是不相信，只是想要炼了我。哼，信不信又如何？你身上的紫霄玄雷对我神霄雷池而言是大补，雷池提升，那我神霄雷池将有可能拥有那道玄宗惊雷峰雷池1/10的威能，是我神霄宗成为元婴大宗最大的底蕴。道玄宗吗？说起来叶哥就在道玄宗等我，也不知道能不能顺利见到他。小子，你说什么？你口中的叶哥是谁？宗主，这小子该不会在道玄宗有朋友吧？能入道玄宗，就算是外门弟子，我们也得罪不起啊。哼，
他说什么你们还就信了？难不成他说他认识道子殿下那等大人物，你还真以为他就认识了？肯定是不想死在这里扯虎皮。呵呵，那你还真的说对了，我叶哥就是你们口中的道子叶凌霄。什么？你小子真的认识道子殿下？这怎么可能？三长老，你说什么胡话？这小子随便说说，你还真的相信了？宗主，您难道忘记了？那道子殿下真的姓叶，这件事只有我们少数几人知晓，这小子怎么知道的？哼，不过只是一个姓氏，又能代表什么？可是那叶道子的确是让我们照顾这些九灵宗来的弟子，难不成真的是为了照顾这小子？而且我们这么做，要是道子知道的话，哼，怕什么？我听说萧家老祖已经突破了，等萧家老祖突破，第一时间就是灭了那道玄宗。一个小小的道子，到时候必死无疑。当初道子来我神霄域，就是萧家做的局。什么？还有这种事？宗主你怎么知道的？哼，不怕告诉你们，当初就是萧家给我道神宗发话，让我引来的那小子。只可惜萧家请的人太废柴了，我只能又将他们引诱到了那天灵宗废墟。谁知道还是没能杀了那小子。这些大家族也都是废物。什么？宗主，你居然和萧家一起谋害道子殿下，这可是拿我神霄宗的未来做赌注啊！哼，赌又何妨？现在我赢了，萧家老祖成功突破，等待我们神霄宗的只会是荣华富贵和飞升。怎么，你们不想要这等富贵？妈的，得罪了就得罪了，反正现在已经没有回头路了，先练了这小子再说。没错，赌一把荣华富贵。就是那什么狗屁道子死了活该。这才对嘛！好，好，好！没想到你们居然设计要杀叶哥。原本我抽了神霄雷池的水，还想着放你们一马。现在你神霄宗我必灭之！哼哼，小子，你一个区区筑基7重天的废物，在这里说什么胡话？是不是胡话？你们马上就知道了。师傅，把你的力量借给我用用。没问题。我那不成器的借名弟子，没想到居然建立了这么一个垃圾宗门。当初我就不看好他，现在正好一并灭了。给我看！现在，你们准备怎么死？阴魂气息，你身上居然有大能残魂！哼，不说，那就全部给我化成焦炭！金丹强者也不过如此，就这实力，还想加害叶哥？小子小心，有元婴来了！什么？元婴强者？你是何人？神霄宗什么时候还有你这一号人物？哼，一群废物，居然被一个阴魂打成这样！哼，一群废物，居然被一个阴魂打成这样！居然是这小子，没想到他还没死，而且还达到了元婴4重天。师傅，你认识他？难不成他就是你说的那个记名弟子，也就是我的师兄？不错，就是他。我本以为他已经死了，看来也有些许机缘啊！好熟悉的灵魂气息，师傅，您老居然还没死！你小子身上的气息有些不对劲，说吧，你是如何达到元婴境界，并且活这么久的？仅仅只是依靠夺舍，活不了这么久吧？什么？夺舍？不错，这的确不是徒儿我原本的身体了。你还真的是越活越回去了。刚刚自己的后人被打杀的时候不出现，现在才出现，该不会是请我们去做做吧？师傅，我知道你看不起我，当年收我为弟子之后，就一直处处看我不顺眼，这些我都清楚。清楚又如何？你想要证明自己？哈哈哈哈！师傅说笑了，我只是想要说，师傅你慧眼如炬，我后面才知道，我的确不是什么好东西。这么多年来，神霄域只要掌控雷属性的天才都被我炼化了。哼，心术不正，
真的以为夺舍和立化能走向大道，使用这等肮脏手段，我灭了你神霄宗还真是做对了。就算无法走向大道，那也总比和你一样死了强得多吧？脏不脏的总得活下去才有资格评判。哼，多说无益，你来应该是看上这小子的身体准备夺舍吧？哼，自然是。另外还有师傅你的灵魂也是大补之物，你也知道，徒弟我夺舍多出灵魂早已脆弱不堪，正好用你的灵魂补补身体，那就要看看你有没有那个实力了。残魂而已，又能翻了天不成？来得好！师傅，我知道你还没死，出来吧。师傅，你的灵魂太过脆弱，当然就算是巅峰时期的你，我也不怕。毕竟你一个体修又能有什么级别的灵魂强度？更何况是现在的残魂。李潇，念在你我师徒情分之上，放了这小子，我和你走。放过他，同样是弟子。当初我求你传授我神魔金身，你一直不给，而这小子和你认识才多久，你就把所有的传承都给他，你让我放了他，凭什么？不是我不传给你，而是你天赋不够，神魔金山你修炼不了。放屁！我不相信，我的天赋难不成还不如这小子？他天赋比我还弱。不错，万军的天赋的确没有你强，但是他有个好兄弟，给他留了各种近乎完美的淬体丹药，那等丹药就是巅峰时期的我都弄不到几枚，几乎完美的淬体丹药。放屁！他要是有这种后台，还用得着来这小小的神霄宗？都那意思，你看不上丢给我的紫霄玄雷，看不起我就看不起我，用不着找这等借口。哼，愚蠢！我当初就应该给你功法，让你修炼成废物。哼，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提升实力，夺舍他人的身体，提升天赋，为的就是有朝一日获得你的那传承，名正言顺的成为你的真正弟子。现在看来，我已经不用你这个所谓的师傅来承认了。今天就让我这个逆徒将你和这个小杂毛斩了。不过你放心，这小子将会成为我新的肉体，而你的灵魂会被我吞噬。我们师徒三人依旧还会在一起。欺师灭祖的畜生！给我死吧，我亲爱的师傅！